顾采薇是被雨水滴醒的，雨水滴到她嘴里，带着黄土和茅草的苦涩味道，让她一下子惊醒。哎呀，贼老天！从床板上跳下来，屋子里黑乎乎的，伸手不见五指。顾采薇穿上鞋，凭着住了1个多月的熟悉感，摸索着找到火石，点亮了破碗里浸泡在见底豆油里的棉线。如豆的灯光在四面透风的屋子里瑟瑟发抖。他四下查看，除了滴在床上的，他找了2个坛子接着，剩下的也不管，找了个干剩的地方，坐在板凳上，双手托腮，听着轰隆隆的雷声发呆。想起穿越经历，他就无比的憋屈。他竟然穿越成人牙子手里想要跳车逃跑的傻姑娘。那凶恶的人牙子见他敢跑，用小孩手臂粗的棍子给打醒。如果不是有路过的大侠出手相助，他已经不知道又穿越到哪里去了。抱住他的大腿嚎啕大哭，他一口咬定自己是被人贩子抓的。不想那人牙子手里竟然有他的卖身契。不过大侠还是够侠肝义胆，一锭银子给他赎了身，然后什么也没问，带着随从骑马走了。可惜那时视线模糊，没有看到恩人的模样，只记得那大侠腰间有一个小巧的银香囊，跟他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一模一样。唯一让他有些不安的是，他对这具身体前身的情况一无所知。从细滑白皙的皮肤和指尖握笔留下的细茧来看，这是一个富裕家庭的姑娘，那又为什么会被卖了呢？她很怕哪一天突然蹦出来个什么父母亲戚，勉强她嫁给谁之类的。编造了一个凄惨的身世，跟着秀才爹上京赶考，遇到强盗，什么都丢了，老家也没人了。总之非要赖在这个村子里。李正人很好，见她是弱女子，大概也抱着给村里大龄未婚男青年解决问题的想法，痛快地答应让她落户。就这样，顾采薇总算有了容身之地。外面雨声渐停，天色渐明，门口的2丛竹子也不再发出被风吹的呜呜声，雨声完全消失。顾采薇伸个懒腰站起来，握紧拳头给自己鼓励。从漏雨程度，他判断这基本是场中雨，不影响他天亮去镇里卖药。天蒙蒙亮，顾采薇洗漱完，又把被雨水浇湿的被褥拿出去晒，然后背着自己的药篓出门。雨后空气清新，杨柳舒展，乡村中处处闻啼鸟，炊烟袅袅升起。农家忙碌的一天就要开始，地上还很泥泞，他小心翼翼地走着，害怕自己的鞋子弄脏了。不时遇到几个吃完饭准备下地的邻居，他欢快地打着招呼：“李大爷，您吃过了？李三叔，你也下地啊？李大哥，您早啊！”哎呦，大姑娘卖药去啊！村里人大部分都很喜欢这个见面3分笑的活泼姑娘。加上想到她还识字，更多了3分肃然起敬。不知道跟谁喊的，都叫她大姑娘啊！去二牛叔家坐车去。采薇，你来。春花嫂子，早。顾采薇笑嘻嘻地跑过来，喊我给你带东西吗？上次的荷包绣完了。这几天不忙，就多绣了几针。说着，他把一个蓝底白花的包袱递给顾采薇，一共10个，30文。你再帮我领10个的料，告诉孟大娘，下次可能晚点，过几天呢，地里就忙了。顾采薇笑着点头，接过包袱。有什么要买的吗？春花摇头，冲里面正屋使了个眼色，挠挠嘴，小声地说：“这都是有数的，看得紧着呢。”顾采薇心知她说的是婆婆，心里感叹一句，在古代做人家媳妇儿太不容易了。看到春花婆婆出来，咳嗽了几声，她知道这是要喊春花干活去，连忙大声说：“婶子，春花嫂子说你总腿疼，回头我上山采药，见到对症药材，我给你带回点来。”春花婆婆听到她说给自己带药，笑得满脸都是褶子。哎呦，大姑娘，那谢谢你嘞。顾采薇这才挥挥手，一路小跑往李二牛家跑去。还没等走到门口，就见李二牛正慌慌张张的从牛棚里往外赶牛，车已经停在门口，门内有妇人哭天抢地的声音：“我的儿啊！”接着又是巴掌声，又是训斥声，看门的黄狗也跟着汪汪个不停。四周的邻居都伸头张望，顾采薇放慢脚步，判断不出来李二牛家到底发生什么内战了。
姑娘，对不住啊，今天不能送你了。我家虎子吃花生卡住了，我得带他去孔家庄看大夫。我的天哪，这是造了什么孽呀？虎子是李二牛的宝贝孙子，李二牛的婆娘孙氏抱着脸色青紫的虎子出来，一边跑一边嚎：哎呀，娶了这个丧门星就没个好啊！不想跟我儿子过，还想害我大孙子呀！哎呦！他身后一个穿深蓝粗布衣裳，这正是虎子的母亲阿元。顾采薇心里大骂一句，但出于医生本能，他摘下背篓往孙氏那边跑过去。虎子给我，伸手就要抱孩子。孙氏没有撒手，愣愣地看着顾采薇，你想害死虎子就别撒手。快，把虎子给大姑娘看看。他心里也是没底的，要去邻村那么远，虎子估计也救不回来了，死马当活马医。顾采薇把虎子抱起来，屈膝半蹲，让他趴在自己膝盖上，在他后背拍了4、5下，他一次一次重复，大概几十下之后，虎子终于哇的一声把卡住他的那粒花生米给吐了出来。孙氏立刻跑上前来，把他的宝贝孙子抱在怀里，他吓死祖母了！哎呀，快让祖母好好看看！哎呦，谢天谢地呀！哎呀，婶子，谢天谢地，别忘了谢大姑娘啊！周围响起一片笑声。孙氏吝啬，爱占便宜，为人口碑不算好，众人都纷纷打趣。顾采薇这笑眯眯的摆手，哎呀，不用谢，不用谢。阿元扑通一声跪下，结结实实的磕了3个响头。哎呀，快别这样！顾采薇忙不迭的伸手去扶他，这古人跪来跪去的，他很不适应啊。大姑娘，你输得起。阿元啊，等虎子好了，带他再给大姑娘磕头。阿元满眼感激，点头如捣蒜。车回来啊，可得让你婆娘送个篮子。篮子是乡下人特有的讲法，受人恩惠得给人送个篮子，里面是一条肉或者几把鸡蛋，最不济的也是一篮子蔬菜作为感谢。好，那一定有。孙氏脸色更难看，顾采薇连连说不用。大家记得啊，不要给小娃子花生瓜子吃，如果要是卡住了，就像我刚才那样做。众人连连点头。经过这一出事情，今天进城晚了半个时辰。大姑娘不着急，你卖你的药材，要买什么也尽管去买，我等你。嘿嘿嘿。顾采薇道谢，背上并不重的背篓，揣着装着荷包的包袱，先往裁缝铺去。孟大娘，生意兴了。她笑眯眯地走进去，见店铺里没有要招待的客人，就在柜台上把包袱打开。这小嘴儿啊，一天天跟抹了蜜一样，就是招人疼。顾采薇嘻嘻地跳开，把春花的胶带一口气转达清楚。孟大娘仔细检查了荷包，对质量很是满意，把春花要的布料、彩线装在包袱里给她，又扯出一块3尺左右的皂纱。那这是给你的，回去啊，让春花帮你做个围帽。你这来来回回太晒了。顾采薇也不推辞，笑着道谢。孟大娘年轻时候是绣娘，把眼睛熬坏了。顾采薇前几次来，见她眯着眼睛，闲聊问清情况，告诉她用蛇蜕、蝉蜕和菊花决明子熬水喝，并且把自己找到的蝉蜕给了她一把。这次是她的谢礼，顾采薇内心通透，彼此心照不宣。裁缝铺出来，他一路小跑到回春堂。修大夫好，小木哥好，迎春哥好。他跟修医生和他的2个徒弟打招呼。师傅今天早上还念叨呢，采薇该回来了。迎春正在收拾药柜，抬头笑着说。一向话不多的小木走过来，接过他的背篓。丫头，这次给我带什么药啦？修医生刚写完药方，叮嘱完患者，捋着他的山羊胡问道：有菟丝子、金银花，还挖到一株党参。顾采薇把药一一摆放到柜台上，都是顶好的。修大夫手背在腰后，慢慢走近，抓起来药材闻闻，在手里捻一捻。菟丝子、金银花，一共给你10文。党参成色不错，给你4，一共50文，如何？这价格虽然不高，但是极为公道的。顾采薇点头。迎春从柜里数好铜板给他，顾采薇小心装在春花给他缝的荷包里，沉甸甸的，让他比上辈子发工资还高兴。这都是口粮啊，意味着吃饱穿暖。修大夫虽然为人清冷了些，但是为人清正公道，这可是他现阶段的衣食父母，得好好的相处。揣着50文钱，富婆决定好好逛逛，改善生活。顾采薇望着一身肥肉颤颤的张一刀，姑娘看上哪块了？快收摊了，给你算便宜些。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顾采薇14文买了1斤瘦肉，外搭2根大骨头，背着满满的背篓往李二牛的豆腐摊走过去。李二牛的豆腐已经卖完了，二牛说：“您久等了。”没事没事，大姑娘坐好了。顾采薇先把春花要的东西送过去，接过他硬塞来的一把青菜。
回到家，顾采薇用温水泡上她晒得干蘑菇，又用冷水把大骨浸上，拎上她的药篓，把锄头和自己的小药袋放进去，决定去后山走一趟。昨晚下过雨，太阳又出来几个时辰，现在肯定有很多蘑菇，地面也不会过度泥泞。他上次雨后就发现了松乳菇，估计这次还能有。蘑菇炖大骨头，又鲜又香，再来个蘑菇炒里脊，用白面烙几张薄薄的春饼裹着吃，香的他一定能把自己舌头吞掉。哎呀，不能想了，不能想了，再想口水真的要流出来了。敲敲打打往前走，这是把蛇赶跑，防止被蛇咬，同时也防止掉到猎人的陷阱里。因为是吃晌饭的时间，山里并没有什么人，只偶尔传来几声鸟啼。顾采薇弯着腰，把发现的一大簇松乳菇往背篓里放。不错不错，多的晒干，可以以后慢慢吃。等到冬天吃火锅做汤底，用来提鲜是极好的。他沿着松乳菇的痕迹继续往前找去，沿途看到几个猎人下的用来捉野鸡的扣，他还好好研究了下。他还得找点花椒，上次见过，这里的人好像不吃这个呢。再去挖点山药，野芋头也行，回去炖里脊。哎呀，终于找到你了！几乎累得头晕眼花时，顾采薇终于找到了花椒，几乎是一下子跳过去。站住！一把冰冷坚硬带着丝丝寒气的剑猝不及防间架到他的脖子上，声音阴哑而冷酷。顾采薇吓得腿软，举手投降。哎呀，好汉饶命，我荷包里有5个铜板，我背篓里有松乳菇，我都给你，我不反抗，我没看到你啊，我真没看到。宋铎无语，他好像太过紧张，被一个傻村姑吓出来了。放他走，恐怕他会暴露他的行踪。他现在身负重伤，万一那些人闻风而至，他跑不了。灭口，他家里人还是会发现。他顿时陷入两难，他的这一沉默把顾采薇吓坏了。他的这几个铜板他看不上，难道他要劫色？顾采薇脸色煞白，心脏一通乱跳，却努力勉强自己镇定。他可以先色诱之，哄他收起剑，然后攻其不备，撩阴角，一脚下去。怎么说他这张脸还是不错的，至少甩上辈子18条街呢。宋铎就看眼前的姑娘忽然放下遮挡眼睛的手，仰头望着他，眼睛抽筋一样的眨动，冲着他露出一口白牙，傻乎乎的笑。是个傻子。这个男人还不错嘛，长得这么帅，奈何做贼还是采花贼呀？眼前的男人剑眉星目，鼻梁高挺，眼窝略深，薄唇微抿，眼神太过冰冷警惕，如深潭一般深不见底。一看就是个心思深沉不好惹的。这位大哥，能不能先把这个拿开呀？奴家好怕呀！顾采薇嗲的自己掉了一地的鸡皮疙瘩。你是谁？为什么来这里？宋铎丝毫不为所动，眼神警惕。我是这村里的。他的目光往身穿青衣的宋铎腰间望去，这一望他呆住了，揉揉眼睛再仔细看，这男人腰间分明挂着和救他的大侠一模一样的音箱囊。大侠，是我！顾采薇激动地指着自己的脸，看宋铎皱着眉头，完全不懂的样子。大侠，还记得几个月前兖州城外我跳车被人牙子抓住，大侠帮我赎身，记起来了吗？宋铎想了想，半晌才不确定地问：3个多月前，你趴在地上抱着我大腿哭，你怎么认出我的？一面之缘，难为你还记得。我当时虽然没有看到大侠的脸，但是对这个印象很深的。看见宋铎若有所思的样子，连忙表决心：大侠，你放心，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绝对不会出卖你。就是有人严刑拷打，我也绝对不会说出来你的行踪的，请您老人家高抬贵手，速速离开吧。宋铎嘴角一牵，2次相遇，是不是也有些太巧了？难道是那人的阴谋？可是现在的情形，他没得选。他如果只是一个傻乎乎的村姑，那么他能给他一些掩护；如果真是那人派来的细作，说明他的行踪已然暴露，逃跑也无济于事。不如将计就计，看他有什么阴谋诡计。想到这里，宋铎反而轻松了。长途奔袭，狼狈逃窜，已经耗费了他太多体力。他的伤口再不处理，恐怕他的腿也废了。你家里有什么人？顾采薇揣摩着他的意图。就我自己。看着宋铎面露狐疑，他知道这个时代都是家族聚集居住，像他这样的孤女，一般人都很难相信。于是把骗村里人的那套话又复述了一遍。那我是你表哥啊！顾采薇吓了一大跳。宋铎见他不灵光的样子，我不是你的救命恩人吗？现在我需要你帮我，我受伤了，我需要暂住你那里休养几天。你对外就说我是你失散的表哥。好。顾采薇松了一口气，很是痛快地答应了。即使他真的不是好人，他救他一命，他也该报答，以后两不相欠。
宋铎心里暗忖，答应的有些快，若不是有阴谋诡计，就是蠢得要命。随随便便答应一个陌生男人进家门，若是他这番心思被顾采薇知道了，一定会跳脚，得了便宜还卖乖，小人。就这样，顾采薇上山采蘑菇，捡了一个表哥回家。跟顾采薇的粗枝大叶不同，宋铎是个谨言慎行、警惕性异常高的人。一路上他对周围都很警醒，而且教了顾采薇一整套完整的瞎话，滴水不漏。顾采薇这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宋铎。一路上并没有遇到什么人，顾采薇顺利的把人带回家。你先坐坐，我去给你烧水洗洗伤口。宋铎嗯了一声，把剑放在身侧。等等，先给我倒杯水。好，顾采薇想，这也是个难伺候的大爷啊，这进入角色还挺快，迅速把自己当客人。用完给他倒了一杯凉开水，宋铎也没有挑剔，仰头就喝干了。顾采薇问他还要不要，他摇头，让他去烧水。他一身黏腻，伤口也化脓，现在得赶紧处理。生了火，把水烧上，灶台里填好了粗粗细细的木头，估计能烧一段时间。顾采薇想起宋铎没有换洗衣服，想想他的身形，估计春花嫂子家的李四哥差不了多少，厚着脸皮去他家里先借一套。表哥，我出去给你借套衣服，一会儿就回来。他衡量了一下他出门报信的可能，又自嘲地想自己其实没有退路。他惜字如金，顾采薇这才一路小跑到春花家里去。春花家已经吃过午饭了，男人们都去歇晌去了。春花和她三嫂在院子里刷碗。顾采薇扭扭捏捏说明来意，并且表示一定会很珍惜衣服，不会损坏。春花爽朗一笑，这算啥？你等着。说完，利落地甩甩手上的水珠，在围裙上蹭蹭手，噔噔噔地跑去给他拿衣服了。去年我娘家弟弟结婚，给他做的一套，没上身几次，别嫌弃啊。春花把衣服塞给他。哎，来客了，家里有菜吗？我再去给你筛点菜呀。顾采薇感动的都快掉眼泪了，连忙说不用，家里还有。看她妯娌在旁边一直斜眼看的样子，估计还能跟婆婆告状，回头她也得受委屈。可是她一点都没有犹豫，这份情谊他只能记在心里。回到家，他把衣服放到床板上，把兑好的温水用唯一的木盆端进来，这可是他洗脸的盆子，回头他得去河边好好的刷刷。你洗洗，擦擦身子，换上衣服吧，脏衣服放到床板上就行。我去做饭啊，你洗完后叫我给你上药。哦，对了，我还得先去看看我的药材够不够。宋铎听他絮絮叨叨，有点吃惊。他竟然还懂医术。顾采薇一边走出去，把门给他带上。宋铎忍痛把已经沾到伤口上的裤子硬生生撕了下来，纵使他是铮铮硬汉，一口银牙几乎咬碎，额头上汗珠滚滚而下。我但凡有命走出去，不报此仇，誓不为人。厨房里肉香四溢，骨头汤咕咕的冒着热气。顾采薇哼着小曲儿，刷刷刷的把里脊肉切成薄薄的肉片，或者青菜和蘑菇炒出来。哇，太香了！大姑娘在家吗？哎，阿元嫂子来了。阿元手里拎着个篮子，脸色有些尴尬。公公让我来给你送这个，今天真的多谢你了。李青，你不要嫌弃啊。顾采薇连连推辞，阿元更是尴尬，把篮子放在地上，转身就要走。哎，等等，我送你，等等我啊！说完，他也不拿篮子，转身进了厢房。那这是给你的，我自己闲着弄着玩的胭脂，别嫌弃啊。顾采薇把一个小盒子递给他，他闲着喜欢捯饬这些东西，给春花嫂子送过，一直也想给阿元送，只是没机会。谢谢。阿元愣了一下，没有推辞就收下，给顾采薇行了一个优雅的服礼才离开。哎呀，真好看呢。顾采薇看着他背影，袅袅婷婷，腰肢款摆，摇曳生姿，纵使经衣不群，也难掩风姿。真不知道他从前有怎样的故事啊。顾采薇发了一会儿呆，宋铎在屋内咳了2声，才让他回神。顾采薇扭头冲窗户一笑，进来收拾。这大爷一开口就不客气。顾采薇点头，吐吐舌头，马上就来。他把篮子提起来拎到厨房里，掀开上面的青菜，发现下面装了6个鸡蛋。怪不得阿元那么不好意思，他听河边洗衣服的女人们说过，最不讲究的篮子里也该是10个鸡蛋，6个会被人笑吝啬的。不过顾采薇但是也不会生气，一会儿做春饼可以用上，也算是及时雨了。门进入正屋，木盆里的水已经被血染红，床板上也遗留下一大片的血迹。你
怎么包扎的呀？你疯啊！这衣服多脏呢，伤口感染怎么办呢？你怎么敢这样做啊？这血液怎么能止住啊？这个村姑真是时时刷新宋铎的认知啊！她一个未出阁的大姑娘，还是秀才家的姑娘，怎么如此不知道礼数呢？她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傻姑冲她扑了过来，伸手就扒她裤子。放肆！没看出来呀，她怎么这么不知道检点呢？把裤子脱了，把你那团包扎的臭布抽出来。你要是不想要这条腿，你就这样吧。宋铎迟疑一下，哎呀，情非得已，我只是大夫，你是病患，心中坦荡，自然就是清白的。顾采薇耐着性子安抚他这别扭的表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果墨守成规而害了自己后半生，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孝啊？宋铎表情松动，你出去再打盆水来。等我进来给你包扎，我还有些外敷的伤药，你等等啊。他端着盆子出去，顾采薇找到他自制的药粉，端着清水再进来的时候，宋铎他扭头看窗外，口气生硬，动作快点。顾采薇看他别扭样子，暗笑，上前来查看他大腿伤口，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伤口深可见骨，已经有腐肉和脓血，有股刺鼻的气味，看起来当时没有处理，已经过了挺多天了，也不知道他如何坚持下来了，真是个铁人呐。匕首给我。宋铎转过头来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有匕首？靴子里看到了呀。宋铎把改揣到腰间的匕首递给他，匕首通体乌黑，朴实无华，没有任何镶嵌，但是抽出来一看，锋利无比，吹毛断发，让拿惯手术刀的顾采薇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等等，他拿着出去，用沸水煮过，又熬好一锅汤药，细细净手，才重新回来。给他把一碗乌黑的药汤递给他，熬的时候不太够，药效也不确定，但是聊胜于无，还是喝了吧。宋铎皱起眉头，哎呀，放心，毒不死你。麻沸散。你有麻沸散？宋铎脸上写满不信。太医院里也就只有一位张姓太医用麻沸散的药方，从不外传。你爱喝不喝，一会儿疼死你，不关我事儿啊！宋铎端起碗一饮而尽，平躺下，如果疼就咬住这个。顾采薇把洗干净的布巾递给他，还得过1刻钟，药效才能完全显现，你要放松啊。不用，拿走，你现在就割，不用等。宋铎一言平躺在炕上，声音冷冰冰的。不行，我不愿意。顾采薇也是有脾气的。说完，他又想起什么，我可以先出去把春饼做好，一会儿给你处理完伤口，就可以直接开饭了。说着，也不等宋铎反应，推门出去。宋铎气得要发作，想要坐起来，却发现身体软绵绵的，没有力气。这药难道真有效啊？采薇在他和好的面浆中打入2个鸡蛋，又加了点面弄好，把火拨小，在锅底抹了一层薄薄的油，就开始做春饼。很快，2打薄如蝉翼、翠绿可口的春饼就做好了，被他和刚才做好的里脊一起放在锅里温着，再次用皂角洗干净手，他这才进屋。表哥，他轻声叫，回答他的是宋铎均匀的呼吸声。哎呀，我的药这么好用啊！他喃喃自语，却干脆利落地拿起匕首，专注地替他处理起大腿上的伤口。过了大半个时辰，顾采薇几乎已经站不住了，却强忍着咬牙坚持的时候，宋铎慢慢转醒。他看着在他腿上动作的女人，神情认真，眼神专注，脸色有些苍白，鼻尖上渗出细细密密的汗珠，手上的动作却一丝不苟，毫不慌乱，侧颜竟然也很美啊！终于好了。顾采薇吐口气，站直身子，腰部僵硬的已经不像是自己的了。抬头想看他脸色，发现他正悠悠地望着自己，他吓得差点一刀掉下来废了他。哎呀，什么时候醒了？疼吗？宋铎摇摇头，不疼，没有力气。还有，我饿了。顾采薇收拾着东西，幸亏我有先见之明，把饭做好了，现在我一丁点力气都没有了啊！你等等啊，你再缓缓，我怕你没有痛觉，一会儿用力太大，咬了舌头也不自知。我的麻沸散第一次用就很不错啊。希望我给你上的外伤药粉也一样好用。我走。宋大爷开口了，顾采薇撅着嘴，气鼓鼓的出去。他大人有大量，不跟有病的人计较。顾采薇她把饭菜端到炕桌上，就听春花在外面喊她。她出门一看，春花送了4个白面大馒头过来，这是极为珍贵的礼物了。春花嫂子，你这个我不能收，家家都不容易，春花恐怕连自己儿子都舍不得给吃白面呢。我还不知道你不会过日子，有一个花一个，闲的还给我家那俩小的买糖，家里来客拿什么招待呀？
哎，快收着，也是赶巧，你刚走啊，我娘家兄弟就来给我送中秋节礼，这馒头啊是额外偷给我的，你快收着，别拉拉扯扯，回头让人看见，我婆婆知道又要找事。哎，快夹去。春花把馒头塞到他怀里，自己一溜烟的跑了。好吧，人情欠多了，那就慢慢还呗。下一刻看到炕桌上被扫荡一空，立马就炸了。这我的肉哪去了？盘子里连个菜叶都没剩下，那么厚2摞春饼一张都没剩下。做的有点少，再去给我做点，另外再给我盛碗汤来。厨房里骨头汤的香气他早就闻到了。表哥，我还没吃呢。那你下去吃吧。顾采薇心里10000头神兽呼啸而过，这是全部的饭菜啦！宋铎这才明白他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激动，想来他日子艰难，偶尔能改善一次生活，不想全被自己吃了。可是他也觉得自己没错呀，他如何知道他把所有的饭菜都端上来？这样想着他也有些内疚，毕竟看他忙里忙外的，也确实出力了。你可以吃馒头。不急的顾采薇觉得一股烈火顶到头顶，立刻就要爆炸。这个给你，你晚上再去买点肉。顾采薇的火气像遇到瓢泼大雨，顿时消了。她不客气地接过荷包，发现里面沉甸甸的。顾采薇立刻眉开眼笑，表哥，你也要在我家养一段时间的伤，这我就当伙食费收下了啊。可是你下次不能再吃独食了。宋铎看他表情变化来得那么快，极力想掩饰，偏偏掩饰不了的蠢样子，不由沈笑。有钱是大爷，你牛。顾采薇吃了一个馒头，剩下3个和大半锅的骨头汤都被宋大爷干掉了。宋铎，你个饭桶！顾采薇一边洗锅洗碗，一边气哼哼地骂道，浑然不知他的这番话完全被听力极好正闭目养神的宋铎完全听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阴晴不定，反复无常。刚才见到银子，眼睛都冒光了。不管他到底是否别有用心，眼下养好伤是最重要的。这样想着，晒着秋天暖暖的阳光，被褥蓬松而轻软，多日来都处在高度紧张中的宋铎沉沉睡去。采薇是闲不住的性格，背着药篓继续上山采药。下午并没有太多收获，也是记挂家里的宋铎。顾采薇采了一点金银花，很快就下山了。方大娘在家吗？采薇啊，你来家里坐。方大娘在院子里编草鞋，开门让她进来。她儿子墩儿正在自己玩沙包，看到顾采薇就扑过来抱住她膝盖叫：姐姐，大娘，我来买只鸡。墩儿，你又胖了，可不能总吃肉了，吃蔬菜才能长高。他逗着墩儿玩，方大娘笑呵呵的给他抓了一只肥鸡。拿家里去吃，邻里邻居的不要钱。银子给您，回头我还来要鸡。顾采薇把银子硬塞给他，笑嘻嘻地说：我表哥来了，得招呼他。你家来亲戚啦？除了你表哥还有谁呀？没谁了，就我表哥一个。顾采薇傻乎乎地说，看到方大娘脸色略变，顿了片刻才想明白，表哥表妹在古代也是高概率配对人选呢。拒绝了方大娘让表哥来他家睡觉的善意，顾大姑娘撒谎不眨眼，假装羞涩地说：我们有婚约，很快就成婚了。这个时代对未婚男女还是宽容许多，方大娘的笑意这才自然起来，却还是拉着她的手嘱咐道：嗨，你表哥既然找来了，你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不如早点把事情办了，你一个姑娘家太不容易了。顾采薇无语，拎着鸡几乎是逃回家的。顾采薇踮脚往屋里看看，宋铎还在睡觉，不由放轻脚步。宋铎其实在他回来的时候就惊醒了，下意识握住身边的剑，看到做贼一般踮起脚尖走路的可爱样子，一下子放松下来，进去烧水，一刀下去，本来还挣扎的大公鸡慢慢僵硬。表哥，你醒了。看到宋铎倚靠着墙壁坐着，眼睛半睁半闭，伤口疼吗？有没有觉得发烧啊？觉得冷？宋铎冷漠地摇头。顾采薇走上前来，伸手就摸他的额头。
你在做什么？他有些懊恼，看你有没有发烧呀？你以为你是宋仲基啊？我要占你便宜啊？活该你发烧，烧啥你算了。宋仲基是谁啊？我老公。老公是什么？跟顾采薇很关心她的身体状况相反，他只对她的话有兴趣。夫君，相公啊，你嫁人了呀？宋铎震惊。那你为什么不说妇人发迹啊？他死了，他跟那个时代不亚于生死离别，自己再也吃不到他的披萨，再也不能跟闺蜜出去逛街看电影，不由悲从中来，红了眼圈。宋铎却以为他在为死去的夫君痛苦，半晌没说话。你夫君死后你就被卖了？顾采薇愣了一下，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自己的瞎话，只好胡乱点点头。宋铎真是完全误会了，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悲惨的故事。顾采薇克夫被卖，想来也是娘家没人，辗转流离，现在独自一人艰难度日。他对夫君既爱又恨，所以提起他才会悲痛，但是又不肯为他束发。朝廷鼓励生息，并不强求寡妇守节。你这般年轻，日后还有大好姻缘。哎，算了，他不在意的挥挥手。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嫁了人伺候公婆，伺候男人孩子，家里家外没完没了。男人没出息，容易回家打女人；男人有出息，又会三妻四妾。男人三妻四妾有什么不可以吗？宋铎用奇怪的眼神看他。顾采薇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跟三观相差10几个世纪的人讨论三观，真是三观尽毁啊！我认识草药，会看病，我凭借一技之长，完全可以养活自己。哦，我得去看看鸡汤了，你再躺会儿啊，晚上我用鸡汤给你下面条。说完出门去。宋铎看他的眼神多了一分怜悯。鸡腿是你的，翅膀是我的，鸡头是你的，鸡脖子是我的，剩下的你随便吃。好吃吧？你太有口福了，吃过这么好吃的面条吗？食不言，寝不语。顾采薇像被扎了一针的气球，瘪了，闷头恨恨地吃面条，心里偷偷骂他，要不要再来点儿？顾采薇见过他的饭量，特意多做了些。不用了，晚上吃多了容易积食。见他毫不顾及形象，抱着没多少肉的翅膀啃得津津有味。明天再买只鸡，不，买2只，让他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哎呀，吃不完那么多，不好保存。哎，我明天去买条鱼，给你做鱼丸子汤吧。买只鸡你吃个够。顾采薇这才明白自己被嫌弃了。我从小就喜欢啃骨头，我们那里的人都喜欢鸡翅膀。宋铎狐疑地看他一眼。你们那里？你籍贯何方？顾采薇垂下眼帘，徐徐说：很远的地方，再也回不去了。宋铎沉默，没有再追问。吃完饭收拾完，顾采薇替宋铎熬好药，讨了烧酒，又去拎了透心凉的井水来，把布巾沾湿替他敷在额头上，又出去把他脱下来的脏衣服全部洗好。天色已经全黑了。表哥，你睡炕可以吗？我睡床，我不习惯睡炕，只有一套被褥，那就让给病号。反正现在秋老虎还厉害，他坚持到赶集日子就好了。借着微弱的油灯，宋铎看到他身形单薄，脸上带笑，跟他商量，一双水光粼粼的眸子闪闪发亮，甚是灵动。在这双水眸之下，到底藏着什么呢？宋铎了一声，算是答应。如果晚上觉得难受，觉得冷，就叫我。顾采薇把烧酒放好，如果要方便也叫我，没有夜壶，我扶着你出去。宋铎的脸可疑的红了一下，这个女人真是口无遮拦，难道是因为嫁过人的原因如此不知羞臊？这次她连都懒得了，直接翻身装睡。顾采薇到底没睡踏实，半夜起来发现宋铎果然发高烧了。你做什么呀？宋铎也没睡着，看到他把油灯放在炕上，过来就扒他衣服，呵斥道：给你降温。顾采薇不屑地说：放心吧，你长得连我老公一根手指都不如。这该死的衣服怎么弄啊？自己脱。宋铎一言把上衣脱了，顾采薇丝毫没有他想象的脸红，面不改色的给他身上擦了一遍酒，一晚上擦了3遍，到了凌晨宋铎才退烧。绕着月声声昨天剩下的鸡汤被他加了一点水，咕咕的在砂锅里叫着，40-50个小巧的元宝一样的馄饨就做好下锅了。
表哥，表哥！他轻声唤着宋铎，快起来，吃点饭再不叫。宋铎向来较少，加上已经退烧，所以胃口大好。除了顾采薇吃了7、8个，把剩下的馄饨一扫而光。吃完饭，顾采薇再给宋铎换药。你坐下，我有话对你说。我可能要在这里养一段时间的伤。宋铎指着自己的大腿说道：啊，你放心，我估计1个月就差不多了。你真是我见过的康复力最强的患者。可能伤好了之后，我还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30两银子，按照这位大爷这样，每天鸡鸭鱼肉不能少的养着，也坚持不了几天呀。他本来还想赚点劳务费，现在看来不赔就不错了。哎呀，还得踏踏实实采药去。你我孤男寡女，虽然对外称是表兄妹，但是终究与你名声有碍，我心中难安。我细细思量，如果你不反对，我们对外就称有婚约。日后如果我能度过这一劫，必妥善安置你；如果不能，那怎么办？顾采薇眨巴着眼睛问他。宋铎抚额，这姑娘真是一点也不害臊。那我尽量不连累你，但是情势也非我所控，万一连累……他脸上露出愧疚的神色。虽然他行事跳脱，但总体来说是个善良的姑娘。没事没事，顾采薇摆摆手。自从穿越来，最大的长进就是不怕死了，说不定死了就穿越回去了呢。宋铎本来想说有个依靠不好吗？在他的计划里，日后也是给这个姑娘安排一个殷实的人家，给她厚厚的嫁妆，替她撑腰。可是再想到她昨天说的嫁人辛苦的话，也就把话吞了回去。其实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还跟隔壁石大娘说了你是我未婚夫呢。宋铎无语，他本来想的是假装未婚夫妻，甚至还可能弄个假婚礼，对他来说到底是有损害的。不想这姑娘完全不在乎。你不知道，村里的胡媒婆来过我家好几趟了，给不同人家的儿子提亲，我拒绝了。再见到那些人家都很不好意思，如果他再来几趟，我在这村里就没办法待了。我害怕他们回头说我是怪物，可是我真的这辈子都不想嫁人，你也算是解了我燃眉之急。村里的姑娘15岁没定亲的都少，更何况顾采薇自称16了，两人就未婚夫妻这事儿迅速达成了共识。看你就知道，肯定是做大事的人。等你走了，我就告诉村里人你上京赶考了，你不回来我就守着，这样就不用嫁人了。我身无功名，同生都不是，如何进京赶考啊？他反问。这是个问题。没事，那就说你做生意去了，理由反正有的是，随便找一个就是了。你走了又没人跟我对峙，你就不问我是谁，不问我是好人坏人，为什么会弄成这样？宋铎看他傻乎乎的样子，忍不住说出心底疑惑。切，好人坏人又不是写在脸上，也不是自己说的。顾采薇用鄙夷的眼神看着他，反正你救过我，我就要还你一命。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谁背后没有一堆的糟心事儿啊？我就想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简单点活着，想那么多干嘛呀？宋铎细细体会他这4不着调的话，若有所思。两人说话间，外面传来李正的声音：大姑娘在家吗？李正在呢，您来啦。出门迎他。听说你家里来了客人呢。摸着山羊胡子问道，眼里闪着金光。您进来坐。顾采薇往屋里让他，李正跟他进屋，按照和宋铎串好的词儿说道：是我表哥，我嫁到京城的姨母听说我爹娘都没了，很是担心，让我表哥去我老家找我。我表哥为了找我也是吃尽了苦头，这不遇到了强人，被伤了腿。他假装低头拭泪。宋铎收起他大爷的样子，拱手致歉。李正来访，宋铎身体不适，无法相迎，实在是罪过。李正见他面貌堂堂，彬彬有礼，心下就喜欢上了几分。采薇啊，还不给李正上茶？他吩咐在腹诽他会装的顾采薇。你大爷的茶，你倒挺把自己当主人的呀。虽然心里不愿意，脸上还是笑开了花。是表哥，我这就去。李正怠慢了。李正是他的大靠山，当初若不是他帮忙给他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做保落户，恐怕他现在的安生日子不会有，可得抱好大腿。他出去后，李正开始询问宋铎。宋铎其实很明白朝廷制度，李正负责这一村的安全，说是混入了什么通缉犯细作，而李正没有及时报告，那是大罪。他从胸口掏出自己的录影。小子是京城人士，家有薄产，自幼与表妹有婚约，姨母多年前病逝，年前听闻姨父离世，万分悲痛，奉家母之命接表妹北上。苍天有眼，
千辛万苦寻至贵地，表妹却言父丧刚满1年，虽然被叔伯欺侮离家，但是却不能贪图享受，随我去京城，立志在此为父亲守足3年，再随我去。小子心下不安，在此停留，希望可以说服表妹及早随我入京。宋铎的一番说辞天衣无缝。李正看了他的录影，上面红色官府大印历历在目，又喜欢他10礼数，但还是很高兴地跟宋铎谈了一会儿。宋铎很擅长聊天，把京城的风土人情讲给他听，并热烈诚挚邀请他日后去京城一定要去自家。顾采薇端着2碗白水进来，就见两人聊得气氛热烈。好小子，见风使舵，很厉害吗？对着他就是一张死人脸，讨厌。哈哈，采薇呀，李正接过水，表扬了他一句：这昨天的事情呢，你做得很好啊，不想你还会医术，这以后谁家有个头疼脑热的，也得辛苦你了。雕虫小技，医术粗糙，如果能为乡亲尽点绵薄之力，是采薇之幸。说完，他神气地看了宋铎一眼，充满得意。不就是场面话吗？看我也会说，说得不错吧？宋铎见他熠熠发光的眸子，心中好笑，却不动声色。李正点点头，很快把他甩到一边，和宋铎热火朝天地聊起来。到中午快做饭的时间，才拒绝了宋铎留饭离开。哎呀，终于走了。顾采薇一屁股坐在床板上，他都替这两人口干舌燥。中午吃什么呀？早上没吃饱，我饿了。宋大爷一开口，就让顾采薇想要倒地不起。大爷，您吃了我1天的口粮，还没吃饱呢。中午吃米饭，只有青菜。下午我去鱼塘那边买鱼。他没好气地说。宋铎看起来不太高兴，但是也没说什么。劳碌命的顾采薇吭哧吭哧的去提水做饭了。经过李正的一番验证，宋铎顺利过关。村里的很多人也都知道了顾采薇的未婚夫表哥了，除了要顿顿做鱼做肉，自己也跟着蹭点油水，帮他洗洗衣服之外，顾采薇的生活没有多大变动。依然是早上起来去提水，吃完饭上山采药。以前他经常中午不回家，现在不行，家里还有一个等着吃的。宋铎话不多，经常是沉默的看着他小蜜蜂一样的忙来忙去，听他絮絮叨叨自己的收获。明天我得去镇里卖药，再买一套被褥，给你买2身衣服，2双鞋。还有什么需要我给你带回来的吗？多买点面，我不喜欢吃米。宋铎冷漠脸。给我买套文房4宝。顾采薇一听就要蹦起来，那都是很贵的好不好？最差的一套也得2两银子，天天大鱼大肉也就算了，这还过不过了呀？宋铎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张银票推给他。大通银号，通兑，你去换成银子，给自己也做2身衣服。顾采薇接过来，眼睛贼亮贼亮，看清楚上面写的100两，心扑通扑通的跳起来。100两啊，在这里100两他都可以舒舒服服的过10年了。都给我的？都给你，比墨纸盐要好的。还有找人来修一下房子，屋顶修一下，最好呢把围墙也盖起来。他没有发现已经把这棚屋陋室当成了自己家。因为照顾宋铎，整理出来的草药太少，他索性不卖了，决定高高兴兴去做一次购物狂。大清早给宋铎做好了早餐，又怕来不及赶回来，连午饭也做好。宋铎已经可以在地上慢慢走了。可是顾采薇不觉得这大爷会用灶台自己热饭，还是决定尽量早回来。计划没有变化快，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而且头发凌乱，衣衫破烂，还光荣负伤。大姑娘，真是对不住了。李二牛赶着牛车不住的道歉。没事没事，尽管前一秒还疼得龇牙咧嘴，这会儿他又笑眯眯的道：二牛叔，都怪我着急回来才碰上送嫁的，让牛受了惊。送嫁队伍吹吹打打，加上正红的颜色刺激，让拉车的牛受了刺激，疯狂的撞向人群。
好在半路翻在沟里，这倾覆的力量拉扯住了牛，才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李二牛坐在前面，正命拉扯着牛，顾采薇就没那么幸运，猝不及防间就被甩了出去。不幸中的万幸是，他抱着的被褥垫在他身体下面，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让他只是磨破了胳膊和膝盖上的一点皮肉。在出事的地方折腾了很久，在别人的帮助下，牛车才重新上路，东西都没坏，撒来的都是调料，不值钱。顾采薇连声安慰着内疚的李二牛，李二牛内心感激，却说不出什么话来。到了村头，已经快天黑了。顾采薇看到一个影影绰绰的身形站在村头杨树下，很像宋铎。他揉揉眼睛仔细看，他终于看清楚了。二牛叔，停下！他大喊，没等牛车完全停稳，就跳了下来，往宋铎那里跑去。他的腿脚还没有完全恢复好，走路不敢用力，基本得扶着墙。他走这么远，表哥，你怎么在这儿啊？他没来得及回来做饭，他不会去生火把他房子烧了吧？顾采薇的心里生出不好的预感。宋铎看着他衣衫狼狈，掌心露出一片擦伤，但是表情正常。一下午异常烦躁的心情静了许多。为什么这么晚回来？发生什么事情了？啊，我没事儿，牛车翻了。顾采薇语速很快，你怎么了？走这么远，伤口崩开没？让我看看。说着他就俯身蹲下去查看，他的姿势自己不觉得，但是他觉得很尴尬呀。没事，起来。他一把拉起他来，回家再说。宋公子真是对不住啊，今天牛受惊了，把大姑娘摔倒了。宋铎拱手回礼，表示不碍事。李二牛又扭头对顾采薇说，大姑娘好福气啊，宋公子多紧张你啊，身子不舒坦，还走这么远来接。来，宋公子上车。后知后觉的顾采薇这才想到，原来是他回来太晚了，宋铎担心他，才会撑着受伤的腿走2里地来等他，心里热乎乎的，眼眶也微湿。虽然宋大爷脾气不好，还冷漠脸，但是总归这个世上在此时此刻有个人是牵挂他的。表哥，我扶你。他扶住他的臂弯。不用，脏兮兮的。我偏要扶你。顾采薇心里高兴，也不跟他计较。去洗洗，脏死了。回到家被宋铎赶去梳洗，正好我换我的新衣服。顾采薇嘻嘻笑着，指着另一个包袱，啊，里面有点心，还有半只烤鸭，饿了先垫垫肚子，也别吃多了，晚上我给你做锅包肉吃。交代完他才放心走出去，开始烧水。擦洗完身体，他兴致勃勃地开始做他的锅包肉。今天挥霍了10几两银子，挥金如土的感觉真爽啊！他还买了羊肉、羊杂和羊大骨，准备熬个羊肉汤。今天吃好点，庆祝自己劫后余生，也庆祝2辈子除了爷爷以外，终于有一个会等待自己回家的人。虽然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看着放满小炕桌的菜，还有格外兴致勃勃的顾采薇，没有水晶杯，粗瓷大碗也别有味道。这个你可以少喝点，我自己酿的。水晶杯？宋铎暗忖，这个傻姑竟然还知道水晶杯。他不动声色地端起碗喝了一小口。西域葡萄酒？他有些吃惊。你自己酿的？味道有些酸涩，但是回味醇厚，虽然比不上他从前喝到的，但也很难得了。识货，不对，这是樱桃酒，是我去采药的时候采野樱桃，可惜我没舍得多放糖，味道还差那么一点点。来，庆祝我今天大难不死，我干了，你随意。说完仰头喝下自己碗里的酒，呛得他直吐舌头。宋铎白了他一眼，吃菜。本来想给你做孜然羊肉的，烤羊肉也不错，可惜呀，这里见不到孜然。你说的是小茴香？他在北疆时候吃过当地的烤羊肉，撒上一种特别的名叫小茴香的香料，味道格外香。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他说的就是那种香料啊！是表哥，你在哪里见过呀？只在北疆见过，我京城家中有。他试探着说道，眼睛望着他，不错过他任何反应。北疆是在哪里啊？很远吗？有没有行商的贩卖这个啊？等我回京城后，可以让人给你送些。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有什么稀罕的调料都给我烧点，那么远来趟不容易，多带点。你倒是不客气啊。宋铎被他都气笑了。吃完饭，收拾完碗筷，顾采薇把他买的大大小小的包裹都打开。这包点心，这身布料我明天送给春花，还有这包花生米送给她婆婆下酒。她碎碎念，你不是不喜欢她婆婆吗？哎呀，
不给他，他就抢春花的东西，不看僧面看佛面，女人为难起女人来，有的是招数。我跟你讲啊，我之前顶头上司就是个更年期老女人，天天发作我都气死了。宋铎虽然完全听不懂，但是连蒙带猜，大概意思总是知道的。不过他以为他说的是自己过去的婆婆。那你的2身外衣，内衣没有，我买了最好的3梭布，回头让春花嫂子帮忙做。胡说！宋铎怒了，这个女人到底有没有一点男女意识啊？她跟什么春花素不相识的，她怎么可能给她一个外男做衣服？下次去赶集，去书店买本女诫，我亲自教你。顾采薇想半天也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生气。宋铎看他一脸茫然委屈，生气地说：贴身衣物怎可交给外人啊？那你自己做？顾采薇下意识地瞪大眼睛。你做。顾采薇委委屈屈地答应了宋大爷的无理要求。那我明天就去找春花嫂子学着做，做不好你不要骂我就是了。好好做，记得买本女诫。顾采薇咬牙没吭声。她今天看上一部厚厚的药典，要价30两，她纠结半天没舍得买，才不会花钱去买那些没用的东西呢。那你的文房四宝，哦对了，这是3梭布补条，也都是上好的，不过就是太零碎了，我多买了点，以后给你换药还是这个不好。他唠叨着，我去烧水弄药，一会儿还是得给你换药。刚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要查看宋铎伤口，被他拒绝，他始终放心不下。按理说他的外伤现在已经开始好了，走路应该无碍，可是可能是伤他的刀口上淬毒，也可能是之前之后他中过毒，毒性始终未解。顾采薇替他把脉，对毒性了解七七八八，药方也有了，但是始终觉得有一种毒被忽略了。虽然他传承爷爷衣钵，但是他动刀更擅长，远远没有爷爷的造诣。你再让我想想。顾采薇收拾好东西，一边给他清洗伤口。伤口恢复可以，我再给你打点水梳洗，早点睡吧，我今天累坏了。我得去试试我的新褥子，比原来的还多用了2斤棉花，一定更舒服。宋铎看了一眼，怒目而视。这个女人难道不知道把好的给我用吗？可惜顾采薇完全没有这样的觉悟。后他梳洗完，很快就铺好被褥，陷入了梦乡。宋铎听见他匀称的呼吸，坐起身来。把炕桌上的油灯点燃，就着微弱的灯光开始磨墨写字。他眉头紧蹙，嘴唇紧抿，时而龙飞凤舞，时而艰涩难书，直到傍晚油灯已经燃去大半，他的眉头骤然舒展，脸上露出了了然的表情，目光中溢满愤怒。原来如此，好一招调虎离山呐！深恨自己为什么着了那人的道，也不知道现在京城形势如何，但愿此阵能够躲过那人的暗算。4君子汤，中和益，参数茯苓，甘草比。梦中的顾采薇喃喃背诵起汤头歌。见他没有形象的面朝他侧卧，怀里抱着枕头，口水横流，一条大腿没形象的耷拉着，几乎掉到地上。这个女人呐，到底是什么样的父母，什么样的家教养出她这样的奇葩呀？她断然不是蓬门小户的姑娘，她的医术认知已经超过了，可是她也想不到哪家名门会不给女儿教女四书，难道是哪个武将家？可若是武将家，又怎么会让她被卖，沦落贱籍？要知道本朝贵贱分明，为了维护纲常，朝廷有令，落入过贱籍的女子永不可为正室，继室都不可。及后可以为妾室，否则只能是通房。顾采薇的身世始终是宋铎脑海中的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就跑。咕噜来咕噜去，宋铎眼睁睁地看着他呼啦一下掉到地上去了。哎呀，疼死了，疼死了，别打了。宋铎把嘲笑的表情和话都准备好了，然后发现这骨骼清奇的姑娘继续呼呼睡。宋铎见她又呼呼大睡，顾采薇眼神空洞，半晌才想清楚今朝何朝，怅然若失。这个心大的姑娘还沉浸在对爷爷的思念里，直到她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她才发现宋铎正望着她，神情莫变。
表哥，你怎么还不睡啊？顾采薇睡了大半夜，现在睡意全无，加上她心里有事儿，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说，昨天了，我去镇上赶集的时候，听人说三皇子跟匈奴勾结，把军事布防图送给匈奴了，被抓起来了。本来要跟匈奴打仗的，现在也打不了了。咱们底细人家都知道了，还打个屁呀！皇上要议和，匈奴要了很多粮食，皇上很生气，现在在查军队里的奸细。宋铎心中又惊又疼，事情竟然发展到如此地步了，比他预想的还要坏。镇定，他对自己说，双拳在身侧握紧，青筋暴起，掌心里如湿一片。他用听不出异常的口吻问，这确实不是好消息，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装呗，你就继续装啊！如果真跟你没关系，你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要睡了。我知道你觉得我傻，我确实很傻。他带着现代的观念学识来到这个时代，却发现在这里没有任何融入的切口，没有任何的用武之地，像个傻子一样游离于这个时代之外。他不懂这边女人的价值观，不会女工，没读过女四书，他在这里也就是活着，仅仅是凭借本能活着，而不知道为什么。宋铎觉得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沙哑而压抑，然而一字一句清晰而有条理。我不懂你的世界，可是我知道你很复杂，你家世良好，可能是世家子，也可能是名门之后。宋铎的心猛然收紧。顾采薇继续说，这些可以从教养中看出来。还有，他轻笑，你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爷样子，我也看得出来。他没说的是气势，那才是最重要的。他根本就不是久居人下之人。宋铎想，他明明以不肯多用下人而著称，你是个军人。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带任何犹疑猜测。宋铎本来微闭的双眼骤然睁开，你坐立行卧皆有规矩，兵器不离身，手掌和手指上的老茧，尤其是大拇指上额外苍白的那块，都说明你经过严苛的军事训练，你的警觉，你的气质，都让我这样猜测。想我是没错的，因为你和我的父亲身上有共同的东西。她果然是武将的女儿。宋铎却想到这里，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你是盗匪，后来见你气质不像，又想到第一次见你，我猜测你现在的逃亡只可能是因为一些我们小老百姓接触不到的上层斗争，加上我最近在镇上听到的，我觉得有些可能跟你有关。有没有关系你不用告诉我，我只把我自己知道的告诉你，然后怎么做你自己决定。你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不马上告诉我？顾采薇苦笑，你是聪明人，我告诉你之后，你对我肯定诸多怀疑猜测，我怕平添苦恼。那为什么又告诉我？因为我怕耽误你，而且你担心我愿意拖着病体去村头等我，我很感激，但是我不愿意欠你这份情。这句未说之话，两人心照不宣。宋铎沉默了很长时间。你父亲是谁？他突然用这个问题终结了上面的话题。不在了，他是个军人，他曾经很疼爱他，每年一次的探亲，他只要一回家，几乎都会把自己架在脖子上。可是他没有福气，他跟他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可以想象，当这个作为男人的奇耻大辱的秘密被揭穿之后，他的处境多么尴尬。他放弃了他，那个追求幸福的女人也放弃了他，他剩下的只有爷爷。可是他还是很爱他，他谢谢他曾经给过他那么温暖的年少时光，所以他给自己买的所有保险的受益人都是他。他大概已经收到了吧，这算是他对他的歉意和弥补。虽然他没有做什么，但是他的存在本来就是错误。宋铎努力在脑海中筛选本朝最近10数年来战亡和病亡的将领，但是因为线索实在是太模糊，始终无法对号入座。表哥，顾采薇声音模糊，带着些许哽咽和茫然。我不是坏人，我没有那么聪明，可以掺和你们这些大人物的事情。我不问你过去，你也不必一再试探，我对你并无所求，救你是还你救命之恩，也是医者本心，我并无所求。不，若你将来达成所愿，
功成身就，能够帮我立个女护，让我始终在这个村庄里，始终在这里有容身之地，我就感激不尽了。孤独的在这异世漂泊，顾采薇始终缺少一份安全感。看小说里女护都很容易，但事实上没有族人支持，她根本就不可能立女护。她现在户籍不过挂在李家庄，属于边外人员，如果换个里政不允许她挂在这里，她就要走人。这次宋铎没有应声，两人彼此能听见对方凝滞的呼吸。是吧？明天记得找人修房子。顾采薇辗转反侧，半宿未眠，天蒙蒙亮，失眠的她就起床。早饭她烙了葱花饼，熬了白米粥，配上她自己腌制的小黄瓜，宋铎吃了不少。刷完碗筷，顾采薇挨着炕沿，表哥，我们商量一下房子的事情吧。你说。现在租住李正家的房子，花大笔银子修缮不合适。李正人不错，可是他婆娘太贪财了，所以我觉得要不另外买一处房子，可是吧，这样又怕得罪李正，要不就把李正的这房子买了，多给他1-2两银子。我之前有问过，这样的旧宅也就12-13两，我们给15两买下，你觉得如何？这些事情啊，你做主就好。顾采薇屁颠答应了，她也是本着尊重金主的原则嘛，毕竟是她的银子呀。嘿，我去春花嫂子家学做衣服去。宋铎透过窗户望着少女如同蝴蝶一般飞出去。顾采薇到的时候，春花婆婆正在院子里。吃，怎么不撑死你呀？我打死你个不下蛋的玩意儿！顾采薇知道她这指桑骂槐，骂她三儿媳妇儿，春花的三嫂，她只生了一个女儿，还弄坏身子，落下病根儿，不仅子嗣艰难，而且也干不了重活，因此在家里最不得婆婆欢心。她叹了一口气，嘴角扯出一丝笑容。婶子，春花嫂子在吗？哎呦，大姑娘来了，快进来，快进来。婶子，这是给您买的花生米，总来麻烦您，麻烦春花嫂子，怪不好意思的。这不，我要给我表哥做衣服，又要让春花嫂子教我了。哎呀，大姑娘忒客气了。一边把花生米接过来，眉开眼笑的冲着春花屋里喊：老四家的大姑娘来了。爷爷，两个小肉团子眼巴巴的望着他。哼，这俩熊孩子看见你姨娘啊，就像馋猫看到鱼，不许淘气啊，出去玩，别缠着顾姨。顾采薇从荷包里掏出一把花生糖，两个小家伙欢天喜地的去找堂兄弟姐妹分糖吃去了。顾采薇进了春花的屋子。哎，你来就来，给他带什么东西啊？哎，这是给李四哥买的。春花连连推辞，手里的触感细腻柔滑，是乡下人舍不得买的好布料。顾采薇压低声音说道：让外面的听见，你什么也留不下。我想好了，就说给我表哥做的，做小了横竖你家李四哥最高最壮，做好了别人也穿不了。春花眼眶一酸，几乎落泪。李四从小到大一件细棉布衣服都没穿过，他只是借件衣服给顾采薇，不想他如此回报。我要这么好的布料，傻子才不要呢。你就是那个傻子。顾采薇假装没看到他红红的眼眶，笑着跟他打闹，两人闹作一团。春花心灵手巧，按照顾采薇描述的宋铎和李四的身材差距，很快就把三梭布裁好，右手把手的教他拿针。拿针我没问题，可是怎么能缝得整齐还不扎到手，我真不行。顾采薇苦恼地说，她会针灸，拿针根本难不住她。可是春花手指纷飞，针过留下的是一行行整齐均匀的针脚，她的就歪歪扭扭，不忍直视。春花笑得肚子都疼了，拿起剪刀要拆她缝好的歪线。哎，好
好容易缝这么长了，拆了我不白挨扎了。说着，他可怜兮兮地举起自己的手，露出上面好几个针眼。春花点着他的额头说：亏你命好，嫁到大户人家，要是嫁到我们这样的村户人家，一天不得被男人和婆婆打8遍。可是就是有人帮忙，总也得学着给自己当家的做贴身衣服呀。顾采薇耍赖，就是滚到他怀里。那我不嫁人了。顾采薇安静下来，小声跟春花说了说自己买房子的事情。春花的意思是，既然是暂住，还要跟表哥上京，那就将就将就。见顾采薇执意要买，又热心的给她出主意，两个女人又聊到修缮的事情。顾采薇把对家里改造的想法一一说给他听，春花给出了自己合理中肯的建议，听得顾采薇连连点头。哎呀，该吃晌饭了，完了，我表哥又要不高兴了。一边走一边大声说：春花嫂子，布料什么的先放在这里哈，我明天还来。他得给屋外的人打好预防针，他知道他走以后，春花婆婆一定会进来检查他带的东西的。回到家，宋铎的脸色果然不怎么好看，看着他手上的血，无情地嘲笑他：真没用。顾采薇腹诽：哼，你有用，现在要我来救，还要我伺候，哼！但是金主嘛，有脾气可以容忍。他洗了洗手，快速地走进厨房，炒了苦瓜，炒了个素丸子，又做了炸酱面。那将就着吃点，下午我去石大娘家里看看有什么野物可以买。上山的时候，如果遇到捞河虾的孩子，我就跟他们买点，晚上回来给你做干炸小河虾。下午我跟你一起上山。也行，你的伤口也恢复得不错，出去走走也有好处。吃过午饭，阳光有些炽烈，顾采薇把晒在院子里的草药和干花收了起来，回到屋子里。这是地黄，看晒得刚刚好，微微皱起。他举起收回的药材给宋铎看，并不在意他的反应，只是自说自话。他力气不大，倒了几下就气喘吁吁，鼻尖冒汗。坐在床边看他瞎唬叨的宋大爷看不过眼了，抬起高贵的手示意自己要帮忙。受宠若惊的顾采薇当然不会客气，拿都捣碎，把汁榨出来。宋铎一言去做，以令顾采薇目瞪口呆的速度把地黄捣碎。宋铎很快弄好。表哥，你太厉害了！宋铎面无表情，眼底的笑意却是出卖了他的情绪。这有什么功效？治元气受伤，逐气血虚弱，填骨髓，长肌肉，除寒热积聚及风湿麻木。给我用的啊，对你的伤口有好处，而且我给你把脉，你以前双腿受过凉，虽然现在没什么妨碍，但是以后老了害怕落病，现在最好调理一下。一般用的都是烈酒，我用樱桃酒，本身也有除湿功效，效果会更好。宋铎没有再说什么。这是白头翁，2月采花，4月采石，8月采根。顾采薇弯腰用小锄头挖着地。闭嘴！宋铎突然打断他，宋铎抽出匕首，突然扬手一扔。远处传来一阵扑腾声。顾采薇捂着胸口，紧张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有刺客，射中了！去捡回来。宋大爷嘴角轻轻翘起，命令道：表哥，虽然我不怕见血，但是我怕见死人呐，也害怕见半死不活的人。还是你去吧。宋铎没好气地说：是野鸡。顾采薇心也不跳了，腿也不抖了，脸上立刻堆满了笑容，箭一般的窜出去。出息！宋铎鄙视他，嘴角笑意却更大了。哇，一箭双雕！表哥，你太神了！要是这个宋大爷是村里的男人，他一定厚着脸皮以身相许，这辈子吃肉都有保障了呀。他把匕首拔出来，才开怀的拎着战利品回到宋铎身边。晚上吃叫花鸡，油炸小河虾，拔丝山药，再来一个蒜蓉青菜，想想都觉得幸福啊。宋铎见他跑得脸蛋红红的，眼睛如同星辰，熠熠发光，仿佛被他的情绪感染，心情轻松了许多。山间清风徐徐，
让人心旷神怡。也许当一切尘埃落定，回归山林也是很好的吧。宋铎心里第一次生出这种念头。哎，走啊，表哥，去看看我的党参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回家做饭。宋铎沉默地跟在他身后，听着他黄鹂鸟一般给他讲解遇到的药材。他突然想知道，没有他的那些日子，他一个人没被饿死，没被话憋死，也算是个奇迹啊！还在。顾采薇看到自己没舍得挖的那几株党参还好好的长在那里，顿时放下心来。这附近又没人采药，这个也不能做粮食啊，没人要。这都是银子，总是不放心呢。顾采薇小心翼翼地演好，并不计较他的态度。饱汉不知饿汉饥呢，他这种大少爷哪里知道人间疾苦？宋铎却想起他当时趴在地上向人求救的狼狈，以及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实在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她一个弱女子才能有片瓦遮身，也委实不易啊。想到这些，她向来冷硬的心仿佛柔了几分。顾采薇可不知道她心里这般柔肠百转的，她满脑子都是晚上的饭菜呢。走到山下，她解下腰间的荷包递给宋铎。宋铎看着她的举动不解，就听她笑着解释，那些孩子肯定在河边等我们呢，刚才上山的时候你那么严肃，肯定吓到他们了。一会儿啊，一人给块糖，我来给铜板。不用。宋铎生硬的拒绝，他天生就是冷脸，也不喜欢孩子，当然也没有孩子缘。小点的见了他就哭，大点的不哭就跑。你这样怎么行啊？你将来不得有孩子，得学会哄孩子呀。宋铎用看白痴的眼神看他，心想这个姑娘脑洞向来开得大，也不反驳他。哇，这么多呀！打开钱袋，对面前几个8、9岁的男孩说：“来，一人2个铜板，记住啊，不准去河水深的地方，要不下次不给你们糖吃了。”孩子们看到铜板都很高兴，这意味着回家可以得到大人的表扬。听顾采薇说到糖，都流着口水，眼巴巴地看着他。宋铎假装没感受到，仰头望天，糖在宋叔那里，跟宋叔要。几个孩子看看宋铎，既害怕宋铎的冷脸不敢上前，又舍不得难得吃到的糖。表哥，你要留着自己吃了吗？拿去。宋铎生硬地把荷包塞到一个孩子手里，大步往前走。这个人呢？顾采薇跺脚，把孩子倒完糖还回来的荷包接住，小跑几步追上他。别扭，不别扭能死啊！叫花鸡很成功，带着包裹荷叶的清香。野鸡肉虽然少，但是很有嚼劲。顾采薇吃得不亦乐乎。宋铎更喜欢小河虾。哎，出去走走，消消食吧。本来做好被拒绝的准备，不想宋大爷今天心情好，竟然嗯了一声答应了。河水在月光下闪着粼粼的光，安静流淌。表哥，你多大了？20有2。那你应该成亲了。并无。顾采薇愣了一下，没想到他竟然没娶亲。跳脱的思维马上让他想起，这货是不是那方面有问题啊？不对，他给他处理伤口，目测1大包，而且把脉也并无异常。他自以为自己的这番思量隐秘，却不知道自己突然的沉默和不经意间扫往宋铎腰部的眼神，被夜视能力极好的他完全捕捉到。下次赶集一定记得买女戒，还有戒尺。宋大爷，您怎么又想起这茬了？他连忙岔开这个话题。那定亲了？难道你和他谁要守制？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理由了。没有定亲。宋铎想起曾经的事情，想起那女人给他的羞辱，口气有些冷硬。啊，你怎么逃过去的？告诉我，我也不想成亲。哎呀，算了，不提这事儿了。表哥，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呀？我可不是赶你啊，我只是想看用不用准备你过冬的东西。不想给我解毒了？我想的差不多了，下个集去回春堂给你买点药材，有南方的药材，我们这里没有。我虽然没有10成的把握，但是估计也差不了太多。这个下毒的人最卑鄙的在于用了2种很容易混淆的毒。说到本行，顾采薇开始絮絮叨叨。
第二天，顾采薇又叹着气去春花家里学做衣服，到中午回来的时候，像胡乱做作业的小学生一般，忐忑地把作业交给宋铎。宋铎望着皱皱巴巴的一团布，蜈蚣般歪歪扭扭又显眼的针脚，丑到刺眼。拆了重做。不行！顾采薇也是有脾气的，立刻炸毛了，伸出自己伤痕累累的指尖，快哭了。打死我也不再做了。他这手是拿针给病人扎针的，才不是缝衣服的。术业有专攻，懂不懂啊？宋铎冷眼瞪他，顾采薇也不气短，立刻瞪回去。这个问题坚决不能妥协。最后宋大爷难得的后退一步，顾采薇也见好就收，在他的要求下拆了几条太丑的，就着油灯重新缝好。可随后又立刻指使顾采薇烧水，他要擦身换内衣，一边认命的往灶里塞着柴火，一边碎碎念，把水烧开，兑上凉水，温度正适宜。下一集去买个浴盆。顾采薇点头。穿着新的内衣，躺在炕上，头靠在炕沿，让顾采薇帮他擦头发。表哥，你头发真好，比我的还顺了。宋铎闭着眼睛，感受着他柔软的双手，听见他的话，眼前浮现出他用手帕包起来的一头青丝，心里竟生出几分旖旎。两人洗漱后各自睡去，一夜无话。第二天，顾采薇揣着银子到了李正家，李正听了他的来意，当即表示可以。不过李正婆娘不是善茬，为了维持跟李正的良好关系，顾采薇咬牙给了18两，找了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见证，写了协议，揣着地契往家走。顾采薇觉得心扑通扑通的跳，她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了，这在现代也是极大的成就了。一切托宋大爷的福。回家之后，他看宋铎都觉得顺眼了许多，把买房的情景跟他说了。等他都说完，才在他画的四四方方的图上拿笔圈了2下。这2处各建1处狗窝，隔壁10家兄弟的狗快下狗崽了，品种虽然一般，但是在土狗里面算好的了。我跟他要了2条，回头呢也算是有守门户的了。顾采薇之前也想过养狗的事情，可是他自己都养不起，养狗太奢侈。不过现在房子也有了，宋铎走后，她一个孤身女子确有安全之患，所以她咬牙点头。好。古代修缮房子并没有现代那样长的工期，李四哥帮忙，在村子里找了8、9个精壮男子，用了7天的时间就全部弄好了。考虑到乡下人都讲究实在，也没整费事的菜色，顿顿都是白面馒头管饱，1大碗五花肉炖菜，大骨汤随便喝。就是宋铎都有些动容，破天荒的关心琐事，让顾采薇多给2天工钱，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李四哥又帮忙找了木匠，打了柜子、梳妆台、椅子等等家具，因为顾采薇的坚持，都用得上好木料，花了足足8两银子。房子修好的第2天，就是8月15，顾采薇望着翻修一新的房子，心里激动难抑，一口气做了8个大菜，做了月饼，包了水饺，又拿出他珍藏的樱桃酒，在院子里摆了一大桌。表哥，你先等等，我先拜拜。看他从厢房里拿出盆子和纸钱，放在地上烧了起来。他小声念叨着什么，他听不清楚，只隐隐的有只言片语传来。爷，很好，不记挂，有房子。端着烧完纸，顾采薇想了半天，对着月亮的方向跪下，恭恭敬敬磕了3个头，倒了一碗酒，轻轻洒在地上。爷爷，阿薇过得很好，您在天上也要好好的。祭奠完了，他起身拍拍膝盖上的泥土，回头冲宋铎露出一个笑容，却发现后者面无表情。表哥，你也有要祭拜的亲人？难道是他没替他准备祭品，他生气了？可是这边好像没有8月15祭祀的习惯呀。没有。嘘，真难伺候。宋铎一挥袖子，径直走到主座上坐下。宋铎情绪不佳，不喜欢说话，他受不了沉闷，就指着自己做的菜一一介绍，自说自话。顾采薇自己喝了一碗又一碗，他内心是高兴的，他有了房子，再也不用担心刮风下雨。可是他又是难过的，他觉得自己跟前世彻底割裂，漂泊的时候仿佛还可以再回去另一个时空，可是真正安家下来，才无法继续骗自己。樱桃酒后劲很大，顾采薇知道
可是有宋铎在，他想放肆恣意的醉一场。他走了，他这般放纵的机会就很难有了。宋铎吃了几口菜，就见他一碗一碗把自己灌醉。这是借酒消愁，缅怀前夫。宋铎觉得心里塞了团棉花，闷闷的难受，可是又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绪，纠结之下面色更冷。姚哥，我给你唱支歌吧。顾采薇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双颊绯红，眼含秋水，朱唇漾起。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顾采薇声音本就婉转，加上几分怀念的哀愁，声音仿佛也蒙上了薄雾，迷蒙而疏离。她一身鹅黄短袄长裙，亭亭而立，眉眼含情，五官精致，在月下美得触目惊心。她竟然翩翩起舞，身材窈窕，舞姿婆娑，一颦一笑皆是风情，让宋铎看直了眼。顾采薇对自己的举动浑然不觉，如果她是清醒的，肯定会尖叫。上辈子她学舞蹈学了半个月就哭着不肯去了，而这辈子怎么会跳如此高难度的舞蹈？这辈子她会跳舞的事情，直到很久以后自己才知道。跳到最后，顾采薇整个人扑在青石板上，像一朵盛开的花，月华流淌在她身上，裹上一层银霜，更加清丽。然后宋铎发现她没动静了，他叹了一口气，走过来俯身查看，这姑娘果然睡着了。他把她抱起来，她很轻，腰肢柔软，许是下午做桂花馅月饼的原因，身上带着淡淡的桂花香气，和少女本身若有若无的馨香揉在一起，令宋铎心里像有一片羽毛在撩拨。床板已经换成了雕花大床，宋铎把她放到床上，替她脱下鞋子，拉好被子。顾采薇醉得很了，额头鼻尖有细密的汗珠冒出。宋铎去厨房接了一直温在锅里的温水，拧了毛巾替她擦了脸，站在床边盯着她的脸，出神了半天，真是醉了。自己慢慢踱到院子里，坐到一桌已经凉透的饭菜前，月光清冷，满地银霜。他端起碗喝了一口酒，带着淡淡的苦涩，这是给别人酿的，不是他的。不知道过了多久，隔壁石大娘家的狗吠了几声，宋铎突然警觉，利箭一般射向东面围墙墙头。找到了！外面传来一个虚弱却又惊喜的声音，声音太过熟悉。宋铎哑声问：“刘歆爷，是属下。”两个人从墙头飞了下来，齐齐跪拜在宋铎脚下。两个高大硬朗的汉子却泣不成声。来人是宋铎8个侍卫中的刘歆和邓伯，有4人随他出行，已经尽数战死，1人有任务在身，几年都不在他身边，现在只剩下刘歆、邓伯和随意3人。起来吧。再次相见，已经恍如隔世，宋铎心里何尝不是百感交集。爷，听说您失踪，我们3人不信，一路南行来找，上天垂怜，终于找到爷了。属下来迟，让爷吃苦了。你们能找来，也吃了不少苦头。你们何时出京的？2个月前，听说您出事儿，属下3人立刻出京，府里被御林军围了，但是只有小姐在，皇上并没有下令如何处置，下人出入也可以。不过要被御林军跟着。宋铎不担心皇帝斩尽杀绝，皇帝算是看他长大的长辈，人和，并不嗜杀。3皇子投敌的事情，即使板上钉钉，也只会圈禁，不会杀他。陈琦他们的尸身，属下都好好安葬了，待日后回京，他们的家眷，属下等必尽心照料，也节哀。一起长大，一起训练，彼此托付后辈的兄弟，就这样没了。宋铎没有多说，眼底痛色闪过。随意呢？随意他不行啊。
这次说话的是刘鑫，络腮胡子，向来粗犷不羁的他也忍不住泪水。什么叫不行了？宋铎厉声问。邓伯含泪讲了几人的经历，他们在找人，太子的人在追杀他们，从京城出来就被人跟上，一路上经历无数狙杀，若非几人命大，早已不知葬身何处。过了兖州，咱们兄弟被那群猪狗盯上，紧追不舍，随一断后，胳膊中箭，却强撑着跟我们赶了3天的路。大庭老爷在这里，我们不敢轻易来找，怕引来他们，又绕了2天圈子，杀光了那群杀手，才来巡野的。随意他昨天晚上胸口中了一箭，自知不行，在离这里10里的山神庙，让我们先来巡野，再回去葬他。胡说！宋铎怒道，他无法忍受自己的属下战友孤零零的在寺庙中等死。你们骑马来的，刘鑫，你留下。邓伯，你还能坚持吗？带我去把随意接回来。刘鑫、邓伯身上都挂了彩，刘鑫走路都一瘸一拐的。爷息怒！两人又跪下，邓伯抢着说：“属下这就去接他。”属下也去。你俩且在这等等，用点饭食，我去借个牛车，再和邓伯一起去接他。行路匆匆，两人都饥肠辘辘。厨房在那边，自己去找碗筷。屋里有个姑娘，别惊到她。不过也不用紧张，她喝多了，刚睡熟。好在顾采薇是个爱说话的性子，上次给他指过李二牛的家，虽然晚上敲门打扰过于无礼，但是李二牛提着灯笼来开门，见是他，还是十分有礼。宋公子有急事儿？邻村有病患家属来求救，表妹要连夜赶过去，救人如救火，所以想借您家的牛车一用，患者许您1两银子，我保证明天就送来，不生叨扰。二牛叔海涵。宋铎出门太急，没带碎银子，但是立刻把银子许在前面，理由是他来的路上就想好了，那人那么想悬壶济世，他不妨借此为他造一回事。他知道了，该眉开眼笑吧。李二牛本来就对顾采薇感恩戴德，加上1两银子的巨款，哪有不答应？立刻就把车套上，还自告奋勇帮他赶车，被宋铎拒绝。宋铎自己赶着车回到顾采薇的宅子里，两人已经把桌上剩下的所有酒菜扫荡一空。回到顾采薇的宅子里，辛苦你们了。刘鑫，你留下，厨房里将就着睡一会儿。如果天亮我还没回来，顾姑娘醒了，你就告诉她，我去给她买女戒了，很快就回来。邓伯，你跟我走。宋铎想过了，顾采薇看似迷糊，实际最为警醒。他也没在他面前写过什么，他认不出笔迹，那也只能留一句只有2人明白的话了。刘鑫摸不到头脑，却硬是背下来。邓伯若有所思，跟着宋铎，牛车的声音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顾采薇醒来的时候，发现宋铎竟然不在炕上，而且炕上的被子竟然是叠好的，还叠得整整齐齐。往外边走边想，走到院子里，发现桌子上还放着昨晚的盘子筷子，可是像被洗劫过一般，什么都不剩。突然钻出一个毛茸茸的大脑袋，吓了他一大跳。他看清楚是一个络腮胡子，冲他嘿嘿笑，带着善意和些许探究。你谁啊？怎么跑我家来了？表哥，宋铎！姑娘莫惊，俺不是坏人，俺是宋爷的手下，昨天晚上才找来的。爷有事出去了，让我告诉你，他去给你买女戒了。听他这番话，尤其是说到女戒，顾采薇就确认了，他真和宋铎是一伙的，也不紧张了。那大哥怎么称呼啊？不敢当，姑娘叫俺大刘就行。
刘鑫虽然看起来人畜无害，憨厚的跟熊一样，其实心眼很活。从宋铎的口气中推测出，他和这位顾姑娘关系匪浅，说不得这将来也要纳入府里的。大刘哥，你什么时候来的？哎，表哥也不叫我，给你做点热汤热水的。表哥什么时候回来呀？刘鑫估计一下时间，就快回来了。好，那我做早饭。刘哥，你吃糖水鸡蛋还是煮鸡蛋？喜欢粥还是馒头还是油饼啊？顾采薇觉得自己该尽地主之谊，宋铎算是金主，金主的手下也得好好处着。刘鑫心想，这姑娘太客气了，又热情，自家公子正需要一个这样知冷知热的姑娘呢。嘿嘿嘿，俺不挑，姑娘随便做，根据爷的口味做就行了。对了，还要多做2个人的，还有2个兄弟。想到生死难料的随意，刘鑫又很难过，忍不住问了一句：姑娘，这附近可有医术特别好的呀？最好是神医那种大夫。问出这句话，心里却酸涩难忍。这穷乡僻壤，哪儿来的好大夫？再说就是太医在，随意他伤势那么重，恐怕也凶多吉少啊。他才19，是他们兄弟中最小也是最拼的，还没成家呢。这样想着，刘鑫不由悲从中来。有啊，在哪里啊？刘鑫眼中迸发出希望的火星，目光灼灼地盯着顾采薇。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顾采薇指指自己，刘鑫以为他开玩笑，眼底希望破灭，无精打采地坐在院子里看着他忙活，脑子里却全是他们兄弟从小相处的情景。饭量都这么大，还是做一大锅面条吧，还有鸡汤。回头我再出去买点韭菜，早饭就将就下吧。大刘哥，你帮我把水烧上，我的面条还得等一会儿做好。顾采薇擀面擀得满头大汗，实在累得不行了。刘鑫立刻起身进来帮他烧灶。小时候俺在家里也给俺娘烧火，后来越来越忙了，家里也有了丫鬟婆子，很多年没干，倒也没生疏。一看大刘哥就是个勤劳的人，不像表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对了，大刘哥，我看你是不是腿脚不舒服呀？刘鑫没敢说受伤，怕吓到他，只含糊其辞地说崴了一下，并不要紧啊，我有上好的膏药，吃过饭我给你找点贴上。顾采薇也没多问，这些该够吃了吧？来了！刘鑫突然窜起来，吓了顾采薇一大跳。啊，什么来了？我怎么没听到啊？是爷回来了，俺听到了，肯定没错。门开了，顾采薇也出来往大门外望去。10几米外，坐在牛车上，紧抿着双唇看他的，不是宋铎又是哪个啊？这是怎么啦？他快步走出来，看见躺着的随意，不由掩住了嘴，胳膊上伤口溃烂，发出阵阵恶臭，当胸一剑。从他平躺着来看，应该还没有贯穿，不过看剑簇的位置，插入的肯定很深。躺着的男人面色惨白，嘴唇干裂，却睁着眼睛带着笑意，还打量他一番，跟他说话。顾姑娘，随意有礼，恕我不能起身。原来这就是救了爷的姑娘。从爷的只言片语中，他只能隐约勾勒出一个农家姑娘的样子，然而见了人，却发现气质脱俗，容貌秀美可亲，眼神清澈，实在是个好姑娘啊。进去再说。宋铎伸手要去抱她。哎，别动，大刘哥，去帮我把厢房的床板抬出来，再乱动小心剑插得更深。大刘没多想，立刻去把床板扛出来。什么时候受的伤啊？他指着胸口的剑簇问。随意要说话，被他严肃制止。你闭嘴，保存体力，你来说。他指着邓博，职业病又犯了，觉得像是手术前的紧张准备，他不自觉地咬着嘴唇。邓博见过姑娘，是昨天辰时左右啊，还好还好。顾采薇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松了一口气。什么还好？宋铎抬头询问。废话什么呀，赶紧抬进去，我得立刻准备一下。顾采薇吼了一句，把几个人都吼愣了。刘鑫、邓博和随意面面相觑。还有女人敢这么吼公子爷，真是
真是奇葩呀！还是宋铎最先反应过来，面色有些不愉的让两人把随意抬进屋里。大刘哥，把水烧沸，你们几个谁有匕首啊？都拿出来，擦干净，放到锅里煮。啊，还有剪刀，剪刀也放进去。表哥，你去隔壁再借几把剪刀，还有磨刀石，越锋利越好。在现有条件下做手术，没有无菌环境，没有趁手工具，只能九死一生。可是即便是1%的机会，也比眼睁睁看着一个人在面前死去束手无策要好。如果是村里的人，他还有顾忌，他害怕手术失败被人驱逐，也害怕手术成功被人当成怪物引来麻烦。可是这是宋铎的手下，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宋铎和他们肯定愿意一试。宋铎动作很快，把东西借来，水也烧开了。所有人都看着顾采薇，因为从这姑娘近乎癫狂的精神状态中，他们看到了希望，包括随意自己。哎呀，不行不行，顾采薇喃喃地说，她从来没想过在古代动手术，没有任何准备，术后出血怎么处理啊？患者现在身体虚弱，如何吊住气？想到这些，他连连摇头。怎么不行？赶紧救人！爷，生死由命，务必渴求顾姑娘能跟公子爷一场，也是随意3生有幸。如果有下辈子，属下还跟着爷。几个男人眼眶都红了。不行，必须救回来！宋铎大吼，他曾亲眼看见4个兄弟一般的侍卫为了他一个个死在面前，他也是凡胎肉体，也会疼，也会有不舍。闭嘴！顾采薇拿着他的炭笔在宣纸上写写画画，想救他就别吵我。4个男人顿时鸦雀无声。邓博士吧，知道镇上在哪里吗？我看见外面有马，你骑马去把我要的东西买来，找修大夫借1套银针，就说顾丫头要的，你给他押20两银子，然后要1根老参，要年限最久的，你带100两银子去，别讲价，然后还有一些药材，我都写在纸上了，再去买烈酒，最烈的烧刀子，能买多少买多少。你说，我来写。止血草2钱。很快药方写好，邓博揣在怀里出门，翻身上马，疾驰而去。现在做什么？吃饭。我去煮面，不吃饱怎么能给他处理伤口？面条煮好后，气氛太紧张，几个男人都没心思吃。顾采薇勉强自己吃了1碗半面条。姑娘，给我吃一口。随意倒是笑着讨吃的，被顾采薇拒绝。手术前可不能给吃东西，你等着，救活了你，想吃什么告诉我，我厨艺跟医术一样好。顾采薇很喜欢随意，她佩服他铮铮硬汉，也佩服他笑看生死。来，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还有表哥。姑娘请讲。随意依然彬彬有礼，他是8人之中唯一世家出身的，但是身世凄惨，不容于家族。8岁后才跟着宋铎。宋铎也皱眉看他。第一，我没有把握，所以生死由命，我只能保证尽最大努力。第二，我可能需要一些特殊的手段，比如在这里划一道口子。顾采薇比划他的胸口，然后把剑取出来，再给你缝上。可能会留疤，你可以接受吗？随意只觉得被他一指，胸口一震，再想到他的说法，虽然不怕，但总觉得有些赧然。男女有别，还是公子爷的女人，那不是开膛破肚了？刘鑫蹦起来，对，就是开膛破肚，我只会这个。望着随意，眼神温柔却坚毅，信我，这是你唯一的生机。我不是第一次做手术，我救过很多人，当然也有很多人没熬过去，但是我相信你，你可以熬过去，你也要相信我，我可以救你。随意望着眼前容貌美丽、眼神坚定的女人，深深震撼，望着她含笑点头。姑娘，一切拜托。哪那么多废话，出去准备，救不回来唯你是问。宋铎不喜欢两人之间的互动，粗暴的打断。我很快回来。
带回了顾采薇要的东西。顾采薇招呼几个男人都冲洗过身子，换上宋铎的干净衣物，然后用烈酒擦手，做他的助手，把麻沸散喂随意喝下，又给他2片人参含在嘴里。现在我先简单给你清理一下伤口，得用烈酒消毒，可能有点疼，但是手术的时候你肯定就睡过去了，不要怕。随意点头，几个男人站在床的2侧，严阵以待。顾采薇拿起剪刀，利落地把随意的外衣剪开，让邓博、刘鑫帮忙把他衣服都脱下来，露出年轻人肌肉纹理分明的健壮上身。随意耳朵根子都红了。邓博有些担心地看看宋铎，再看看顾采薇，这是爷的女人，这样做但愿日后这不会成为爷心里的疙瘩，对顾姑娘不好。顾采薇熟练地清洗伤口，刘鑫、邓博2人负责按住随意，害怕肌肉抽搐或者是药效过后影响他手术。宋铎则是他的助手，给他递工具。随意沉沉睡去，处理好表面伤口，他的手灵活的如同灵蛇，上下翻动，在随意胸腔里自由出入，匕首所到之处血肉翻飞。除了认真，他却面无表情。还好没有伤到大动脉，真是幸运啊。低头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几个男人心里升腾起巨大的诧异和佩服。这姑娘手法熟悉老练，之前他说的不是第一次，真的不是狂语。可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哪里来这份出神入化的造诣？手术持续了整整3个时辰，到顾采薇拔出箭头，用寻常的针线重新缝合上胸腔之后，她已经站不住了，举着沾满鲜血的双手，顺着床边坐在地上，又慢慢躺下，全无形象。刘鑫退出去。宋铎弯腰，在他诧异的目光中抱起他。好好休息，让他们自己去下面条，你吃完了睡一觉。宋铎心里关于他的各种想法翻腾的几乎要跳出来，可是他面色平静，不见波澜。我就缓口气儿，他右手臂上的伤口也必须马上处理好，跟你大腿上的差不了太多。你们都是铁打的，不知道疼吗？要是我提前准备好羊肠线就好了。顾采薇懊恼地说，随意这样好了，胸前也会留下一条很深的疤痕，会很难看。宋铎不以为意，男子汉大丈夫，脱几道疤算不了什么，这样你的手术算是成功了，他没事了。顾采薇摇头，不好说，得看他的体质，还得看护理。不过我觉得他的身体状况不错，我们再精心一点，伤愈的可能性还是有6-7成的，放在别人身上真不好说。他胸口的肌肉可真硬实。宋铎无语，女戒，他急需一本女戒。院子里，刘鑫带着邓博是洗干净手，望着屋里感慨道：哎呦喂，爷到底是怎么认识顾姑娘这种神人的？嘿嘿，姻缘天注定，有缘千里来相会嘛。胳膊上的伤口处理起来相对简单，半个多时辰就弄好了。顾采薇肚子饿得咕咕叫，想挪到厨房做饭。不用做了，顾姑娘，我已经把银子给了旁边的石大娘了，晚点她就送来了。顾采薇简直想给她竖大拇指，多体贴的男人呢！这可是我们爷特意吩咐的，心疼姑娘。顾采薇迟疑地看了宋铎一眼，满是不信。宋铎无语，好想打人啊，怎么办？随意这小子怎么还不行啊？顾采薇放松下来，没形象地坐在椅子上，手掌扶着下巴，悠悠地说：估计还得几个时辰吧，到晚上才能行。要一会儿熬好了，估计得对着嘴喂，你们看看谁去喂吧。刘鑫、邓博面面相觑，几乎是同时指着对方的脸说：他去，你们俩关系不是最好吗？你不是说向来自己最讲义气吗？小狐狸嘴角的笑容早就出卖了他，分明是在逗2人玩。我去看看药怎么样了。顾采薇恢复点精力，去厨房看熬药的火候去了。爷，顾姑娘吃成何人呢？小小年纪已经有起死回生之术，这随意这小子真是命硬啊！世外高人，你我未知的还有很多。他背着手走进屋子里，这也算回答？石大娘带着大儿子送饭过来，顾采薇怕几人拘束，自己挑了饭菜在厢房里吃，几个男人都围坐在桌前吃。宋铎心想，当初他在，他不避嫌，而今知道避嫌，是不是在他心里拿他和别人还是不一样的？他如果发烧了，就像我对你做的那样，先用冷毛巾冷敷，再不降温
就用酒精擦，叫醒我给这两个处理一下伤口，得先睡觉去，困死我了。顾采薇对宋铎交代了注意事项，又要给刘鑫和邓博处理伤口。两人身上虽无大伤，但是小伤口很多。不用，姑娘，我自己来就行了。顾采薇抬头白了他一眼，你不想要你的腿啦？腿重要还是脸面重要啊？我一个大姑娘还没觉得吃亏呢，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别扭什么呀？我是大夫，你是病患。刘鑫求救地望着宋铎，邓博则觉得这姑娘很有意思，带着笑意看过来，让他给你处理一下腿伤，剩下的回头让他把药给你俩，自己包扎。一锤定音，刘鑫脸红的耳朵根。困极了的顾采薇强打精神，把刘鑫受伤的腿部处理好，打着哈欠说：你们自便吧，我得回去睡觉了。宋铎要两人去休息，自己照顾随意。他们长途奔袭，身体已经透支到极点。虽然两人都极力反对，表示要照顾随意，但是还是在宋铎的强势下到东厢房睡下。16的月亮大如圆盘，将银色的光芒洒满大地。宋铎一直照看随意，神情复杂，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凌晨时候，刘鑫进屋，死活要接替他。宋铎去炕上合衣躺下，毫无睡意。邓伯，你可知道顾姓武将已经亡故的？宋铎突然出声问。邓伯记忆力超群，博闻强识，是宋铎的伴读，也是他的智囊，也是8人之首，最得他倚重。邓伯明白他问的是什么。属下想过，并没有。顾姓文臣倒是很多，可顾姑娘看起来并不像是书香门第出身呢。宋铎讲了两人相识相遇的过程，突然问道：你觉得他像太子那边的人吗？邓伯顿了一下，属下不敢断言，但是属下觉得并不像，至少若是我，是不会选择顾姑娘这样的细作的。性情太过跳跃，个性太过鲜明，太引人注意，不是很好的选择。宋铎沉默不语。邓伯说的也正是他所想的，可是他到底是何方奇葩呀？他在想到底该如何安置他。问他一句实话都问不出来，而且他坦言不会告诉他真相，他总不能严刑逼供吧。宋铎没有在顾采薇的话题上继续，转而开始谈当下的局势。不知爷作何准备啊？舅舅那边不市区舅舅那边的各条路上，太子必定都安排了大量好手截杀，所以你们都不可以去。我先行回京，暗中见三皇子一面，跟他通下气，再联系一下京中我们的人，从长计议。我原本打算近日伤好就出发，不想你们找来了。爷，您不能回京啊！邓伯跳下炕，跪在炕前，双手抱拳，言辞恳切。随意伤势重，可我和刘鑫并无大碍，爷有任何吩咐，让我俩去。京城现在虎狼环伺，爷若是再陷其中，那三皇子就再无翻身之日了。静妃娘娘和三皇子我都不放心，我必须亲自前往。还有府里，明珠独自一人守着偌大的府邸，精兵封锁，估计他也吓得不轻。我自会小心，那帮宵小还不能奈我何。说话间眼神轻蔑，杀机乍现。邓伯情绪激动地劝道：爷，属下知道您挂了心静妃娘娘，可娘娘屹立深宫20年，恩宠不绝，即使已然做了祖母，皇上也不曾冷淡。除了皇后，后宫哪个敢冒犯娘娘？纵使娘娘现在身处冷宫，可这也并非第一次啊！娘娘两起两落，何等风浪没见过？三皇子那边，纵使舅老爷手握东南兵权，但是无诏不得入京，否则视为谋反。您是他唯一的指望，属下的卑如蝼蚁，但奉爷至重，请爷万万保重自己。容我再想想。还有，爷，如果您离开，打算如何安置顾姑娘？宋铎没有作声。邓伯继续说：虽然顾姑娘与爷有救命之恩，但是也是爷出手救她在前的，所以两不相欠。可是顾姑娘看起来也并非威武不能屈啊，为了防止她日后走漏爷的消息，我们只能带她走。可是我觉得顾姑娘未必愿意啊，而且她难以自保，将来必是我们的麻烦。既然这样，我们只有处置了她。爷可舍得？宋铎继续沉默。呼吸却猛然重了起来。邓伯知道自己的猜想得到了证实，宋铎果然是看中顾姑娘的。所以爷，于公于私，您都该留下，待属下的打探清楚京中局势，再做打算。而顾姑娘这里时间一长，自然被爷的风姿折服，对爷忠心耿耿，或短暂停留此处，待拨云见日，京中局势明朗之后回京安置，岂不美哉？稍后再议。你看看随意有没有再烧？邓伯退后，心里叹了一口气，回头去查看随意的体温。再过几个月，他会跟自己走。宋铎脑海中始终盘旋着这个问题。不，他不会。有一个不知来源于何处，却始终清晰的声音，一遍遍地回答着。顾采薇睡了长长的一觉，觉得神清气爽。
宋铎已经起身，和另外2人不知道商量些什么。作为主人，顾采薇有点不好意思。早啊，几位，抱歉，起晚了。哦，随意昨晚情况怎么样啊？我看看他，再去做早饭。另外几人都看着他，不施粉黛，露出天然去雕饰的美丽，肤如凝脂，双瞳碱水，樱唇微动，声如黄鹂。像什么样子？宋铎脸拉下，呵斥一声，还不下去洗漱晚饭？刘鑫、邓博都低下头。顾采薇大清早就挨训，也不高兴。气鼓鼓的刘鑫觉得宋铎有些严厉了，忍不住出言劝宋铎：爷，顾姑娘她小门小户的，哪里懂那些劳世子的规矩啊？邓博拉了他一下，狠狠瞪了他一眼。刘鑫郁闷地看着他，为什么拉我？他是很喜欢顾采薇的，热情活泼，医术又好，救了自己主子和兄弟，对自己也好，他把她看作妹子的。那是爷的女人，轮得到你说话吗？邓博在他耳边咬牙切齿地说：“这就是一块木头。”宋铎看了刘鑫一眼，后者满脸委屈，小声嘀咕：“俺心疼俺妹子，跟她是不是爷的女人有什么关系啊？再说爷也没说啊。爷是吗？闭嘴！”邓博真想扇这个傻子，他指指自己大腿根儿：“你也不想想爷伤在哪里？那都是顾姑娘救的，这段日子不也都是顾姑娘衣不解带伺候爷吗？爷是那种始乱终弃的人吗？哦，那倒是。”刘鑫点点头：“行了，我们继续说经理的事儿。”宋铎把2人的对话听得都明明白白，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异常烦躁，出言打断他们。她嫁过人了，她还对前夫念念不忘，她根本就没有看了他就要嫁给他的自觉。顾采薇笑着进来，径直走到床前，伸手放到他的额头上。还好，不错，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在锅底熬了一锅稀粥，把昨天的剩菜和馒头热了，切了一小盘咸菜，碗筷上急了，索性出门右拐。石大娘自己在家，见他来，热情地拉他坐下。哎呦，你们家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我表哥不是出京来找我吗？顾采薇说谎不眨眼，是我姨母的意思。我姨父其实并不愿意，这不就派家里的下人来找了。哎，到底是大户人家。石大娘啧啧称赞，就是下人也好风采。说出来意，大娘再给我来只鸡，这次要老母鸡，贵点不要紧。石大娘拉着他，又说了许多话，才去给他捉了一只肥肥的老母鸡。顾采薇拎着鸡回家，手脚利落的斩杀好，加上药材炖上，这才觉得自己饥肠辘辘，他才不会亏待自己呢。动手给自己做了2张葱油饼。哇，妹子，啥这么香啊？顾采薇算是看出来了，宋铎是个大爷，邓博小眼睛眯着，狐狸一样，随意没太了解。目前看也就刘鑫老师憨厚了，他大方的递给他一张葱油饼。大刘哥，尝尝火候。刘鑫笑嘻嘻的接过来，3两下塞进嘴里。味道可真不赖啊！比俺娘烙的还好吃。顾采薇笑着，好吃就多吃点，我还剩了面，再烙2张。屋里的2人听力都很好，把2人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邓博心里暗自好笑，骂刘鑫一句蠢蛋。宋铎气得鼻子都要歪了。顾采薇，进来。他声音低沉，冷冷地叫道：“干嘛？”顾采薇慢腾腾地挪进屋里，不正眼看宋铎，低头看自己的鞋尖儿。为什么人还没有醒？宋铎皱着眉头问。顾采薇说：“太累了，睡不醒，估计睡到中午就醒了。”妹子，锅开了，沸出来了。刘鑫在厨房里喊：“啊，来了，没事儿，是鸡汤。我来。”不再理宋铎，出去了。邓博笑了：“爷，顾姑娘这是记恨了，不给您做好吃的。只是我又没得罪她，为什么单独给刘鑫开小灶啊？”宋铎看他一眼，没做声。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去买鱼，也要喝鱼丸汤。200两。”心已经颤抖了。干什么？他强按住内心的小激动。宋铎看他眼睛都快放光了。以后不吃剩菜，没有银子记得找我。顾采薇没有骨气的了一声，把银票小心翼翼地装进荷包里。没等到中午，随意就醒了。顾采薇一边替他把脉，一边笑着跟他说：“不错，身体底子到底是好啊，现代从来没有遇到过治愈能力这么好的患者。来了之后，先是宋铎，后是他，都刷新了他的认知啊。”老爸，你命硬，阎王也不收。多亏顾姑娘妙手回春。随意声音沙哑。那是。顾采薇不谦虚的扬起头。
你别动啊，现在不能动，刀口会裂开的。原来是宋铎走过来，随意想要起身行礼。自己家里不必多礼，好好养着，还有任务派给你。这是我家好不好呀？怎么成了你们的家？你们慢慢说。随意，你少说啊，我去给你盛碗鸡汤，别的东西暂时先别吃，等缓一缓。也别太费心神，你这是大手术，流了不少血，得调养一段时间呢。说着他退出去，把空间留给4个人，随意敛起笑容，眼神诚挚。若非爷，我已经自我放弃了。爷有救了。不用说这些，好好养着，记得这条命是我的，以后想拼命的时候想想我同不同意。随意脸有些红，他年龄最小也最冲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若是让那群走狗知道你胸口中箭都能捡回一条命，估计要气得从地下跳出来。说的众人都笑了。鸡汤来了。顾采薇端着鸡汤小心翼翼地走进来，我把油都撇了，也没放盐，你将就一下。随意点点头，劳烦姑娘了。医者父母心，不算什么。来，先让鸡汤凉凉，我看一下你的伤口，我们需要换一下药，重新包扎。这个就不用了，回头我让邓哥帮我换就行。如果说当时性命攸关，顾采薇亲自执刀施救是情势所迫，那现在总要顾及男女大防啊。他已经很担心宋铎为此不高兴，倒不是怕他为难自己，而是怕他为难他呀。切！顾采薇不屑一顾地看了一眼邓博，他的水平你也看得上啊，真是好兄弟。废话少说，我要动手了，别动啊。随意求救地看着宋铎，宋铎抿着唇，扭过头去说：让他来吧，他是大夫。顾采薇小心翼翼地给他换好了药，然后笑着调侃他：幸亏手术你没有大出血，要不得把你脱光了施针，你怎么办啊？宋铎黑脸，随意脸红到都快滴血了。始作俑者笑着往外走，记得喝鸡汤啊，我出去找点菜，中午吃顿好的，庆祝手术成功。一屋子男人无语。吃午饭的时候，刘鑫一边吃一边表扬顾采薇。俺妹子的手艺真是绝了，老大，你都吃了3块红烧排骨了，剩下的是我的了。刘哥，你别说了，再说我口水都流到枕头上了。顾采薇在厨房听见刘鑫的大嗓门，很是高兴，冲着里屋喊道：大刘哥，你喜欢就多吃点，我回头还给你做。刘鑫爽快答应，继续埋手跟眼前的盘子做斗争。宋铎道：我吃饱了。众人无语。下午的时候，顾采薇以学女工的名义躲到春花家里，她可不想掺和宋铎那摊子事儿，万一不小心听到什么，这货杀人灭口完全有可能啊。你表哥要回京啊？春花一边绣着荷包一边问。估计用不了几天吧。顾采薇低头看着银针，这小破东西我怎么就摆弄不明白呢？你不跟着走？春花停下手里动作，抬头望着他。我不走，我就在这里扎根了。少胡说八道啊，你是个俗人，自己识文断字，心眼又好，人家说啊，好人有好报，所以老天爷才让你下个富贵人家。你看那翠柳嫁到婆家，不就因为少了一个子孙桶，两家打得头破血流吗？翠柳是春花隔壁家的女孩子。所以啊，贫贱夫妻百事哀，老人的话没有说错的，你长点心，惜福吧。今天春花婆婆带着大儿媳妇和二儿媳妇还有所有的孙子回自己娘家了。三嫂向来是隐形人，所以外面异常安静。我现在一介孤女，没什么嫁妆，就是嫁个村里人，恐怕也嫌弃我做不了活，没有依靠，更别说姨母家里家大业大，婢仆成群，要什么样的儿媳妇没有啊？日子久了，就是姨父姨母不嫌弃，下人们恐怕都要看人下菜碟，给我冷眼。更何况姨父本就不同意我们的婚事，还是等表哥先回去商量，不是八抬大轿明媒正娶，我不会过门的。说着他又有几分怅然若失，并不知为什么自己会为一番瞎话感到莫名的失落。采薇你这么好的人才，怎么可能给人家做小啊？他家不能去，还有大把好人家，作践你可不行。你看李六爷家的孙女给县里的外地商人做了妾，回来时候多风光呀！你不是还收了他的杭绸头巾吗？对了，你那头巾呢？怎么没见你戴啊？在人家正室面前连个丫头都不如。你李四哥在县里上工，可是亲眼见了他在餐馆里被正室夫人作践呢。你当那个头巾是什么啊？是封口费呢。
要不就那丫头眼睛长在头顶上，能记得我这个隔房的四嫂？哼，头巾让我婆婆拿走了，送给她娘家侄孙女了。那东西不当吃不当喝，她乐意就拿去吧，谁让我是她媳妇儿呢？话虽说如此，春花眼里却流露出不舍。对，等我有钱了，我给你送一副银头面。那我等着啊。春花笑得露出牙齿。咦？顾采薇顺着她的视线往院子里看去，春花三嫂朝他们屋子里走来，一向不露面的她甚至抬头冲屋里笑笑。顾采薇回她一个笑容，可是眼前的女人面色蜡黄，骨瘦如柴。哎呦，三嫂你来了。采薇，你喊明霞嫂子也行，三嫂也行。三嫂好。顾采薇脆生生的喊。大姑娘好，在做针线呢。大姑娘这针线真看着眼前歪歪扭扭，还不如自己7岁女儿的针线，赞美的话真的说不出口。真特别是吧？春花哈哈大笑。三嫂，你有空出来走走，也多来我屋里坐坐呀，大家一起说说话，热闹。哎，你家丑妞呢？丑妞这个名字是婆婆听说明霞生了个丫头，张口就给起的啊。出去捡柴火了。明霞眼底有痛色闪过，一天3趟往返，不捡够婆婆要的柴火就不给饭吃。大姑娘，我来是求你一件事的。三嫂子不用这么客气，有什么事情您说，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帮。可是我这手不能提，天天就靠卖草药糊口，还多亏乡邻帮忙才能住下来，也不知道能帮你什么。我知道大姑娘也不容易，大姑娘上次救了小虎子，又认得草药，约摸着姑娘也懂医术，所以我就想着问问姑娘能不能给我看看呀。这身子不争气，丑妞爹和丑妞跟着我都遭罪，若是看不好，我这活着就是拖累他们。他掩面而泣，顾采薇心里也有些难过。三嫂，你这么说话，大姑娘可不敢给你看了啊，生病慢慢养着，要死要活的，你让三哥和丑妞怎么办呢？大姑娘本来就是好心想给你看看，听你要死要活的，也不敢答应了。采薇啊，他又转向顾采薇。我三嫂人好，就是见人少不会说话，你可别生气啊。我们虽然是庄户人家，但是可都是知恩图报的人，更不会讹人。你尽管看，能看好呢，皆大欢喜；看不好啊，我们也不埋怨你，是不是啊，三嫂？明霞点头如捣蒜。顾采薇伸手搭脉，眉头微皱。三嫂，你生丑妞时，大夫怎么说的呀？大夫说出血太多，再也生不了了。啊，这什么理论呢？胡说八道嘛！许是我没听懂，说了很多话，反正就说生不了了。刚开始我也不信，怎么好端端的就不能生了呢？可是这几年就是没有。哎呀，你呀是有些宫寒，气血两瘀，可是这些都是简单调理就好了。你最大的问题是营养不足，太瘦了，难以受孕。什么不足？得多吃点儿，吃点肉蛋。唉，咱们这种人家呀，哪里吃得起呀？这还不如吃药呢，药几顿有数。我真的没毛病吗？小毛病有，脾胃受损，肾气虚弱，气血亏空，很多小毛病，但是都不至于不孕。吃好一点，你的病就好一大半。只要李三哥没什么毛病，生孩子肯定没问题。多谢你，大姑娘。跪到地上给顾采薇磕了3个头，没等她反应过来，自己站起身来往屋外走去，脚步都仿佛变得轻松了。她这怎么了？这事情啊，夹在她心里这么多年，已经成了心病了。我看她可怜，希望给她一点信心，可是营养跟不上，我也帮不上她。采薇啊，你是个心善的，但是人心叵测，不是你对人好，人家就会对你好。对人好啊，也要留几分。顾采薇点点头。过了一小会儿，弟妹啊，你看着家里，我回趟娘家，晚上一准回来，你给我留门啊。丑妞回来的话，你告诉她守着门等我。哎，三嫂啊，你这是咋了？你没跟婆婆说就回去，她回来得找你啊。婆婆得住3天才回来，我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不行，你这没句话说走就走，这怎么行啊？我怎么跟公公还有三哥说呀？好春花，你就说我娘生病了，捎信让接我回去。我娘是真病了，捎信了好几次，婆婆都不让我回。我其实想回家借点钱，营养不得要钱吗？春花只好应承下来。明霞离开后，她这也太着急了。哎呀，她娘家能照顾她一二，
也不错，等她生了儿子，你婆婆就不会天天这么指桑骂槐了。我听了都难过，也难为她了。她家里更难，她回去借钱，不过是在哭一场，哭自己命苦罢了。哎呀，跟她比呀，我真的是好太多了。中午回家的时候，顾采薇就抱着做好的2身衣服回家。几个男人好像还在商量什么，声量有些大，听不太清楚具体内容。顾采薇故意大声说：“我回来啦！”走到屋里，随意，你上午感觉怎么样啊？伤口疼不疼啊？他假装没看到那几个人，笑着过来跟随意说话。哦，不疼，就是有点痒，总想挠。不过我记得姑娘的吩咐，不敢乱动。这就对了，慢慢就好了。这是你的衣服，把一套内衣放在他床头。晚上让他们帮你擦澡换上，我看你的破衣服都不能穿了，他们倒有几件，所以就单独给你做了一套。今天针线做得很快啊。宋铎瞥了顾采薇一眼，比之前快一点点。哎，来，你看看这针脚能达到您老人家要求吗？顾采薇这才把手里还剩下的一套放到他手边。宋铎看了一眼依然很丑很歪的针脚，竟然难得没有损他，而是点点头。是进步了。他看得出来，随意那套是别人做的，因为看不出针脚。他这套丑的不敢见人的，必然出自顾采薇之手。宋大爷竟然不挑剔了。顾采薇无所适从。你们继续忙你们的，我去做饭，明天得买米买面了，你们饭量真是太大了。你等等，到厢房去，我有话对你说。宋铎叫住他。顾采薇见他星眸微寒，突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他不知道的大事发生了。好。坐。顾采薇搬了个椅子，自己坐在床板上。我要走了。宋铎坐下。什么时候走啊？随意的伤口恐怕至少得养半个月，最好是1、2个月。这个你不用管，我都安排好了。你是跟我回京还是留在这儿？顾采薇用奇怪的眼神望着他。回京？我为什么要跟你回京啊？我害怕我余毒未解。放心吧，全解了。你早上跟他们练剑不也是虎虎生威的吗？肯定没事了。那就算了。宋铎眼神中闪过失落，顿了片刻又问：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什么时候走啊？后天。明天逢集，邓伯留心去采购路上需要准备的东西。顾采薇说，脚无意识的在地面上前后磨蹭，她的头低垂着，看不清表情。两人沉默。顾采薇其实有一点小难过，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即使是小猫小狗陪伴这么久也有感情了，更何况是个大活人呢。虽然宋铎挑剔又难伺候，但是总归是这议事里陪他走过第一段路的人，连房子也是他帮忙买下修缮的。他只要在这里，那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也无关情感。那你万事小心啊。还有什么话对我说吗？宋铎望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神中隐含着他看不懂或者说不想看懂的东西。你盘缠够了吗？顾采薇没话找话，话说出口就有些后悔，干嘛问他这个呀？万一他把剩下的银子要回去怎么办呢？够了。你还有多少银子？够生活吗？够的，他还剩下足足200两，明天才想去换开买粮食。现在他们要走了，那么他还是花他剩下的那几两碎银子吧。这整整的1张银票留着放在身边，以防万一。我回去后就不再回来了。宋铎慢慢的一字一字清晰的说道，唯恐他听不清楚，错过一个字。我知道。顾采薇点头。你是做大事的人，如果不是因为伤势，也不会耽误这么长时间。至于你要做的事情，恐怕不成功便成仁，成功了哪里会想起距离京城几百里外的小小李家庄还有一个叫顾采薇的村姑，失败了，人没了，那更不用说了。我祝你一路顺风，马到成功。明天好好准备一桌菜给你们饯行，想吃什么尽管说。不想听他絮絮叨叨，他面色清冷，甩袖而去。等等！顾采薇忽然叫他。宋铎顿步转过身望着他，眼神中有期盼流转。别忘了我的调料，就那次你说的小茴香。顾采薇说着说着，对上他愈发铁青的脸，声音慢慢放低。你说过的，要不就算了。宋铎这一次真的摔门而去，顾采薇用力向后倒去，重重地摔在床板上。他在内心嚎叫，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
可是他说什么呀？宋铎对他那一勾勾好感，他不是傻子，体会不到。可是那又如何呢？他和这世间的男人都一样，三妻四妾习以为常，恐怕就是喜欢他，心里给他安放的不过是个贴身丫头的位置。更何况他对他谈不上喜欢，不过是熟悉和好奇罢了。他是这个世界食物链顶尖的男人，他的世界是他这样的小白不该沾染也沾染不起的，那么就让他把他遗忘。宋铎，谢谢你曾经救我，谢谢你曾陪我走过这一程，愿你来日前程锦绣，愿你来日佳人在侧，妻贤子孝。脸色告诉那几位属下，他心情很不好。他本无意带顾采薇走，因为此去回京九死一生，他自己尚且难以保证全身而退，更何况带个拖累呢？不过他还是忍不住问了，他想知道他是否愿意跟自己走。尽管之前他也很清楚顾采薇不见得对他有多深的男女之情，可是被他装疯卖傻的插科打诨过去，他还是忍不住发作了。就像顾采薇多少明白他的心意，他也很明白顾采薇此刻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不过是为了跟他撇清关系。邓伯最是聪明，隐隐猜出了事情的原委，委婉地劝诫道：爷何等人才，顾姑娘自惭形秽也是有的，眼下大事当前。宋铎挥手制止了他：你们先退下吧。情如风过水岸，情难逃至此人世。顾采薇觉得面对宋铎感觉很怪，所以吃完午饭收拾完，背着他的药篓就上山了。刘歆见他上山，吵着要跟他去，见宋铎没反对，就一起跟着去了。顾采薇也无精打采，低头仔细收集着紫苏叶子。虽说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也知道大家终究不是一路人，可是分离总是让人怅惘的。哎，妹子，你摘这个东西干嘛呀？这看起来很熟悉啊，可俺叫不出名字，是不是野菜啊？是呀，这叫紫苏，可以拌凉菜吃。不过现在不行，夏天的时候我喜欢用紫苏叶子来做汤，紫苏种子可以榨油，我多收集点，回家试试。用这种油灯特别亮，晚上不用伤眼睛。那多费事儿啊，我还当是干什么用的呢？等我回头从京城给你带点白蜡，白蜡知道吗？点上去可亮了，嘿嘿，那东西金贵，不过爷家里有的是，我给你多拿点。顾采薇扑哧一声笑了，俺说的是真的，不骗你啊。我当然相信你，大刘哥。我是觉得你这点小事儿都想着我，跟我亲哥一样，我高兴的。这个傻大个子是这几个人里最让他觉得亲近的了。大刘哥，我带你去个地方，帮我把葡萄和酸枣摘了背回去，我自己背不知道要多少趟呢。我想做些葡萄酒，再做点醉枣，看能不能卖几个钱。刘歆从自己怀里掏出几张银票，都递给顾采薇。大刘哥，你这是干嘛呀？顾采薇现在很熟悉银票了，没有伸手，仰头问道：给你，都给你，你一个姑娘家的不容易，俺不少银子的，也给的赏赐花都花不完的。不用，顾采薇摇头，心中很是感动。我有银子，可是人总是要做点什么的，总不能天天在家里坐吃山空吧。我虽然是个小女子，但是我也有自己要做的事情，我可以给人看病，还可以采药，既可以有事情做，还可以赚钱养活自己。刘歆想把银票塞给他，又不好意思跟他拉扯，想了想，把银票又塞回了怀里。
不过妹子，说真的，等俺们处理完事情，再回来接你进京不好吗？京城很好，好吃的好玩的很多的，不比你在这里强啊。刘鑫虽然不如邓博想的那么多，但是也隐约知道爷不高兴，因为被顾采薇拒绝了。他没问出的话是：跟着我们爷不好吗？顾采薇思考片刻，想如何说他才能明白，斟酌后开口道：大六哥，你说笼子里的金丝雀好，还是山野里的麻雀好？有些人觉得被豢养的金丝雀风吹不到，雨淋不到，只要主人喜欢的时候动两下，亮嗓子就可以吃住不愁。但是也有人觉得山野里的麻雀虽然食不果腹，但是胜在自在，想什么时候开嗓就什么时候唱，觉得阴郁时候可以随便飞翔，不用守牢十字规矩。妹子，俺明白你的意思，你怕爷拘着你，爷不是这样的人，府里人少，你进府就是半个主子，爷身边丫鬟都没几个的，不能委屈你。大刘哥，你妹子吃得了苦，可是受不了委屈。我好好的日子不过，要去卑躬屈膝做人家奴仆，伺候人家夫妇，回头生个孩子也抬不起头，我又图什么呢？我虽为女子，但是还有几分骨气的，跪天跪地跪祖先，但绝对不会为了一个男人，为了荣华富贵，跪那个男人的女人。好志气，不愧是俺认定的妹子。刘鑫大声叫好：那必须的，不能给大刘哥丢脸嘛。宋铎背手站在不远处，不知道站了多久，对着刚刚发现他正要出声的刘鑫无声的摇摇头。宋铎背手又看了一眼顾采薇，目如寒星，沉沉的看不出情绪。顾采薇全然不知，还轻松的跟刘鑫开宋铎的玩笑：大刘哥，我听说这边结婚前男女不见面，你说宋铎洞房花烛夜，他掀起盖头会不会板着脸？新娘子会不会吓晕呢？我就从没见过从来不笑的男人，好同情他娘子啊，又不能离婚，合理。妹子别胡说。刘鑫制止了他，远处宋铎的脸色已经完全黑了。好了，我瞎说的。顾采薇摆摆手，知道宋铎的手下对他都是忠心耿耿，听不得一点坏话。以宋铎的家世，别说他还武艺高强，长相英俊，就算是他獐头鼠目，百着千丑，也自会找到贤妻美妾。算了，不说他了，没意思。刘鑫不死心，继续问：你第一次见面被爷救了那次，你咋被人拐卖了？我也忘了，我从车上摔下来之后忘了很多事情，真的一点也想不起来了。顾采薇随便找了个理由，也不想再继续谈论这个话题。大刘哥，那边有蘑菇，我去采一些，留着明天涮锅子吃。明天去买一只羊，让人杀好，回来喝羊汤涮羊肉。好。你上次不是还说要做腊卤羊蹄吗？再不做我都走了。做，还想吃什么都可以说。宋铎在不远处听着两人欢声笑语的交谈，看着没心没肺毫无离愁的姑娘，心里闷闷的难受。如果不是京城形势所逼急需他走，如果不是当下举步维艰，他一定要好好的跟他算算账。然而当下他什么都做不了。妹子，听爷说你爹也是武将啊，叫什么名字啊？我看我知不知道，说不定还是老相识呢。哪里会认识？我爹不过芝麻绿豆大的武官。你家里就没有别人了，让你一个人住啊？没有了，以前跟祖父还有哥哥生活，后来他们都不在了。顾采薇回家带着满满的收获，和刘鑫说笑着到家后，宋铎正负手站在院子里，不知道想些什么。顾采薇有些心虚，但是又自我建设说并没有做错什么，不需要躲着，于是笑着开口打招呼：表哥，我回来了。宋铎答应一声，并未转移视线。邓博正坐在床边，和随意低声说着什么。顾采薇冲他点点头，语气轻松地问随意：感觉好吗？很好，就是饿得慌。姑娘快别给我喝那些汤汤水水了，我想吃肉喝酒。好，今晚就给你炖肉吃，炖得烂烂的。你可以吃这么多。他比划着自己掌心的位置。太小了。随意假装哀求：姑娘再多赏点。顾采薇笑嘻嘻地揭开他胳膊伤口：这里恢复的真不错，以后不会影响你握剑挽弓。会留疤，不过没事，我有药膏。邓博看着他二人互动，如有所思。顾采薇要出去的时候被邓博拦住了。顾姑娘，可方便借一步说话？带着笑容问道。顾采薇看看他，面色平静的点点头：有什么话你说。邓某只想问姑娘一句，某可曾得罪姑娘？
何出此言？我可有招待不周之处？山野村姑粗鄙短视，邓公子见谅了。顾采薇是一个有些任性的人，两世都一样，喜欢他亲近他的人他自然亲近，但是总是用打量挑剔的目光看他，面上又是一团和气的人，不好意思，他懒得虚与委蛇。邓伯不想他如此反应。嘿嘿，姑娘对爷是恭敬，对随意和蔼，对刘星亲近，为什么单单对某不假辞色呀？顾采薇抬头盯着他的眼睛，本来只是彼此心中有数就是，邓公子非要问个明白，那也不妨说个清楚。人敬我1尺，我敬人1丈，宋铎与我有救命之恩，也有扶助之谊。随意是我的病患，我身为医者，对他有照顾的义务，他对我也心怀感激。大刘哥对我像亲妹子一样，还帮我做事，而邓公子恐怕只会审视我是谁，对你们心怀什么目的，配不配得上跟你们说话吧。你只看到别人眼中有刺，却不曾看到自己眼中有横木。对于邓公子这种人，我自知鄙薄，从来敬而远之。我并不欠你，也不需要仰仗你，为什么要忍受你的挑剔？说完，他不待他反应，推开门走出去。这会儿知道了，我跟邓哥说过，他看似迷惑，实际上最为通透。难得你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你不想敢开膛破肚的女人，哪里会让人小看呢？宋铎走进来，目带深意地看了邓伯一眼。属下一向自视甚高，自认喜怒不形于色，舌灿莲花，不想今天被一姑娘看透心思，甚至无言以对，某惭愧。爷眼光，属下甚服，此女值得纳进府里。宋铎没有作声，邓伯有些着急。爷，就凭她出神入化的医术，也断不可以让她为别人所用啊！随意争辩道：“顾姑娘身处乡野，连村里人都少知她的医术，而且这般惊骇世俗的事儿，若不是也与她的缘分甚深，她恐怕未必敢出手。我看得出来，她也是很慎重的人。”邓伯的话中分明有强迫之意，甚至还有不为我所用便毁之的杀意，这让随意有些不满。多事之秋，京中局势还不知如何，他的事情日后再议。回京之后，也许可以顺便查查他的事情。他的口音是很纯正的京腔，还有他谁都未曾提起的那月下惊鸿一舞，舞技精湛。他隐隐觉得与他赴宴时看到的许多舞蹈有重叠，他一定跟京城有关。第二天赶集，刘歆、邓伯跟着顾采薇一起去，不过他二人都骑马。顾采薇去回生堂谢了修大夫，修大夫倒是对他会针灸的事情颇感兴趣，跟他聊了挺久，照例把他送来的药材给了公道的价格。顾采薇想好了，宋铎已经要走，送东西留念这种不适合他，他就给他们做些干粮，路上带着吃，再准备一些能用上的药丸、药膏之类。因此咬牙把准备存起来的200两银子破开，花了30多两买粮食、调味品、零碎的东西，配齐了药的药材，把150两重新换成银票装好，兜着剩下的银子坐上了回去的马车。回来的时候，除了买出发所要准备的东西，额外买了1辆马车，是为了不能挪动的随意买的。妹子，嘿嘿嘿，你看我挑的羊怎么样啊？羊下水都按照你说的放在盆子里，一起带回来了。好，太好了！中午吃的特别丰盛，唇齿留香，就连一向吃饭姿势优雅的宋铎吃的也是又多又快。给病号，顾采薇单独弄了菌锅汤，随意背后垫着枕头坐起来，吃得很是香甜。行了，差不多了，羊肉火大，老板说这里离京城近，起码也就2天路程，所以好东西还算不少。差不多了，我吃好了。随意吃了几口青菜就够了。麻烦姑娘了，你快点去吃吧。下午的时候，酒足饭饱的男人们在屋里休息议事。顾采薇抱着自己买的药材和瓶瓶罐罐，把自己关到睡觉的厢房里。就这么定了，刘歆去我舅舅那边，一则告诉他我没事的消息，二则告诉他沉住气，按兵不动，等我消息，实在不行也只能走那条路了。记住，先绕路青海，去找他手下总兵陈以通，让他去找舅舅。邓伯去江苏巡抚曾庆龄那里，他这个墙头草，两面倒。邓伯去见机行事，至少万一舅舅那边动了，拖住他，让他别插手就行。他才是江苏8万精兵的实际控制者。我回京见过三皇子，一切在从长计议，所以先去谭西人那里养好伤。我对他有活命之恩，万一事情败，你们都不必伤怀，也不必替我报仇。做一个百姓，各自过好各自的日子就行。剩下几人刚要说什么，就见他摆摆手，几人面面相觑，都没再作声。我以茶代酒。
祝各位万事顺利。晚饭依然很丰盛，羊杂汤8个菜，顾采薇难得跟他们坐在了一桌。因为宋铎脸色不好，所以一顿饭在诡异凝滞的气氛中吃完。大刘哥，帮我发面，你有劲揉得动，明天早上面就醒好了，我给你们做些干粮，路上带着吃。刘鑫卖力地揉着面团，顾采薇则在厨房里借着微弱的灯光打点他的药。这样不行，我打点浆糊，让宋铎写上名字贴上去。说做就做，他抓把白面，熬好一碗浆糊，抱着他的药，端着浆糊进了主屋。宋铎还在写字，见他进来，抬头问：有事？给你带些药，估计以后能用上。我说你写字，别把昏睡药当解毒药吃了。宋大爷竟然没有不耐烦，解毒丸、腹泻丸、拉肚子药。宋铎停下笔，皱眉看他，这俩有什么区别？腹泻丸就是自己闹肚子时候吃的，拉肚子药就是给别人下的，巴豆那种，懂吗？算了，索性直接写个巴豆得了。来，继续，迷药这个明白吧？来，写一个迷药1、2、3，数字越大，药性越强。最后记好了，青色的药瓶轻易别打开。你也不用写了，毒药，很毒的毒药，像水一样，一滴可以放倒至少10个大汉。没有解药，就是勉强解了，也肯定成傻子了。这个药不是十恶不赦的人，你尽量别用，有损阴德。我本来不想给你的。那为什么又给？顾采薇咬着唇，半天才说道：世人总以成败论英雄，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孰是孰非，可是总体来说你不是坏人，重要的是我认识你，不认识你的对头，在你和他们之间必须有一死的话，那还是他们死。宋铎把写好的小纸条推到他面前，看着他仔仔细细地蘸上浆糊，一一粘好。这个给你算作念想吧，之后未必有机会再相见，这个银香囊让我们相处一场，也算是缘分，你就留下吧。顾采薇想想，大大方方地说句谢谢就收下了。那是御赐的，御赐的东西怎么可能送人啊？爷竟然给了他，那岂不是以后……随意不敢再想，宋铎似有所感，看了他一眼，他赶紧把视线挪开。刘鑫大嗓门在外面喊：妹子，过来看面行不行？顾采薇把银香囊放到荷包里，应了一声，走出门外。爷，随意这才敢发声，看着他：不要跟邓伯说，省得他来烦我。这里的事情等京城事了了之后再说吧。一切尘埃落定，小儿女情怀也是生活趣味。第二天凌晨，也就3、4点钟，顾采薇就起床。一层油一层盐的面已经醒好了，他把面揉好，都做成直径1尺见方的厚厚大圆饼，刷上油，开始烙饼。忙活了1个多时辰，12张足足寸厚的油饼做好，几个男人也都起身梳洗完。这是厚油饼，凉透了会很硬，吃的时候顺着虚线掰成一块一块的，很惊愕的。我煮了20个咸鸭蛋，留着路上觉得嘴里没味的时候就着饼吃，还有40个鸡蛋，这还有几斤猪肉脯。我不知道你们走多远，干粮准备多了些。顾采薇指着厨房里的东西一一交代，分别的时候没有太多依依不舍，只心里还是滋味莫名。炕桌上放了我给你留下的东西，回去有空看看。走吧。马车徐徐开动。妹子，我给你的银票放在我枕头下面，留着给你嫁人添砖。望着马车渐渐远去，顾采薇轻轻地说：保重啊。晨风清冷，带来桂花的馥郁香气，带走了宋铎一身清冷之气。回到家，关上门，他先去厢房收拾，找到了刘鑫留下的4张银票，一共700两银子。拿着银票，感慨万千。唉，人与人之间，除了血缘亲情之外，更有是否投缘一说。说来日再见，我一定要回报刘鑫这份兄长般的疼爱。到顾采薇回到正屋，看到炕桌上一把暗红色的戒尺，下面压着一本崭新的女戒，立刻咬牙切齿地骂一句：宋铎，去死吧！恨不能把书撕掉，摔到他脸上。热闹了这许多天，家里一下子空了，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会喘气的。顾采薇也觉得心里空空的，用剩下的面摊了5、6张薄饼，他拎着自己的针线篮子去找春花。
大姑娘来就来，总还带东西，哎呦，真香啊！顾采薇冲他笑笑，给大松、二松带了个油饼。大松、二松，快出来，看大姑娘给你们带好吃的了。2个小团子果然很快跑出来。走，我们先进屋洗洗手再吃好不好？顾采薇哄着他俩，2个孩子点头如捣蒜，口水都流出来了。瞧瞧你俩那点出息啊，老娘没给你俩吃饱。回家去吧。进了屋，顾采薇就给了2个孩子1人1张油饼，你也吃1张。顾采薇递给春花。哎呀，你可真舍得放油！我跟你说个蹊跷事儿。怎么了？我三嫂那天不是回娘家了吗？晚上真回来了，她第2天还给我送了10个鸡蛋，你说这是咋回事？春花一脸不解，娘家给的？不可能，我也没听说她娘家发达了呀。这几天我看她，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胖了些了，气色也好多了。你这是心理作用，他也是个可怜人，能给他帮什么忙就帮点吧。可不是，那10个鸡蛋啊，我只留了2个，还都偷偷给丑妞吃了。2人又感慨了半天。表哥走啦？走了。那个，你也不要难过。春花觉得词穷，不知道怎么安慰他。难过什么呀？顾采薇没心没肺，我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他回家做他的大少爷，我继续卖我的草药啊。现在他有了800多两银子傍身，是买地还是买铺子？他一个女人也不敢太露富，否则被人惦记就不好了。宋铎走之后，顾采薇生活总算回归正轨，只不过有时候对着空荡荡的房子，她会觉得寂寥些。隔壁石大娘送来了2只小狗，顾采薇想想还是留下1只，因为她头顶有一团雪白的毛，她给它起名雪团。只要不是刮风下雨，她依旧每天上山去采药，逢集去卖药。她种草很久的那本厚厚的药典，终于咬咬牙买了下来。每天晚上借着紫苏种子油灯看一小会儿，打算猫冬的时候仔细研究。宋铎一去，再无音信。2个月很快过去，村民们都准备好了过冬的柴火、红薯、萝卜、白菜。忙忙碌碌的顾采薇在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集市上搬回家很多乱七八糟的冬天的储备之后，初冬的第1场雪倏然而至。哎呀，原来炕的好处在这里啊！顾采薇坐在烧得暖烘烘的炕上，闻着炕底灶里传来的烤红薯的香味和小炭炉里鸡汤的香味。她现在已经习惯坐炕了，暖乎乎的，特别舒服。顾大姑娘在家吗？外面大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顾采薇听声音有些陌生，下炕穿鞋。谁啊？送信的，宋铎宋爷给您烧东西了。顾采薇动作一顿，宋铎他给我烧东西？因为是大白天，他也不害怕。打开门，一个风尘仆仆、穿着棉袄、棉裤、马靴30多岁的男人站在门口，见他开门，躬身施礼。这是宋爷给您的。说话间，他从怀里掏啊掏，然后递上一本书。顾采薇看见又一本女诫，那种熟悉的憋屈感又涌上心头。哎呀，先进来坐吧。顾采薇指指旁边，自己走到厨房里拿了碗筷。喝碗鸡汤暖暖身子吧。顾采薇把满满一碗热热的鸡汤递给他。来人道谢后没有推辞，也不嫌烫。雪团急得在床上左右乱跑，看见顾采薇转头看他，索性满地打滚。惯的你！顾采薇笑骂一句，盛了半勺吹凉了，才倒进地上的狗食碗里，把它放下地。雪团立刻欢快地去喝。多谢姑娘的盛情，爷让我给您送东西，东西在这儿呢。爷说让您打开看看，让我等您回信。顾采薇道谢，他事真多。衣服。顾采薇打开包袱，抖着里面一件花色繁复、布料轻软细滑的裙子。虽然她不识货，但是却可以看得出这件衣服价值不菲。
可是这分明是一件夏衣，撑死春秋能穿，现在他难道不应该给他送皮货吗？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想打死宋铎的冲动。他妈的，到底是不是曾经的革命战友啊？这条裙子2个他都能套进去好不好？他到底哪里淘来的旧货色送给他？就算他不嫌弃二手的，也至少按照他的身量改一下嘛。这么名贵的衣服，他难道能大喇喇的拿到村里让春花给改吗？他气呼呼的把裙子重新用包袱包起来递给来人，告诉宋铎，送礼要有诚意，这么肥的裙子爱给谁给谁去。来人似乎要把他的表情看个洞，看到他都要恼怒了，才从袖子里掏出一封信给他。爷说这裙子您替他收着，他有用。这是信，爷吩咐过要拿到您的回信才让某折返。哼，顾采薇接过信，一边拆一边说，让我收着也行，只要他不怕我把上面的珍珠和宝石都拆了卖钱。宋铎的来信简洁明了，顾采薇打开看了一眼就看完了，气笑了。安好，哼。宋铎要回信？顾采薇气呼呼地问，就给他这2个字还要回信？是爷还说如果有肉干给他带几件，说姑娘做的最早，没吃完的话烧些给爷尝尝。给他一件华而不实穿不了的破衣服，还不如给他一包调味品呢，还好意思要这要那，真是个混蛋呢。顾采薇心里吐槽，你赶紧坐下，别跟我多礼，显得我很不懂礼数一样。来人脸上露出笑容，一口白牙黄眼。姑娘说叫了。说着话倒是真听话的坐回到椅子上。娘不必着急，爷说了，如果姑娘要想回信的事情让我去镇上住一宿，明日再来取信。不用，立等可取。拿起毛笔蘸蘸墨，大笔一挥，4个大字自上而下张牙舞爪的占据在纸中央。信封本是空白，没写名字，被他写上宋铎收3个字。来人见他如此草率，不由试探着问，姑娘不用再想想了？不用了。顾采薇挥挥手把信递给他，我去收拾肉干和最早，既然你可以在镇上休息一晚，那我也不留你了，你回头拿了东西赶紧走，省得在这里拘束，还不如去客栈好休息一晚。一小会儿后，他把一个已经绑好草绳的坛子和一大包肉干、油纸包着的一小团东西带进来。坛子里是最早，肉干在这里，那还有这个。他把油纸包递给来人，这也是肉干，给你尝尝。冰天雪地的，你也太辛苦，你们爷也太不靠谱了，做这么无聊的事情。还有这药膏，涂在脸上、手上，对冻疮好，不会痒，也是给你的。姑娘还有什么话要我带给爷吗？顾采薇想了想，咬唇问，他最近可好？问完后，他又恨不得扇自己一个耳光，他肯定是不差的，要不也不会在走了这么久之后突然有心思来给自己送东西。万一被这人回去学话，搞得像他多思念他一般，那多囧啊。我就是随口一问，他肯定很好的。爷身体健康，不过思虑过重，瘦削了不少。顾采薇想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补身体的可以送给他。姑娘没事的话，我就先告辞了。刘鑫在不在你们爷身边呢？来人摇头，某不知。在不在的你都帮我捎过去，这是蜜饯，不会坏的。还有，你等下我去找几瓶自己做的补身丸，最适合老人，你帮我带给刘鑫，就说是给他家大娘的。顾采薇想起来，又急急忙忙收拾一小包东西，拿包袱装好后不放心，拿起笔在包袱上写了个大大的刘字。来人拿到东西很快告辞。2天1夜之后，第2天深夜，一个身影趁黑跃入京城的一处不起眼的民居内。爷，属下信不辱命。来人单膝跪地，起来吧，信可送去了。来人正是去给顾采薇送信的人，也是宋铎的心腹，叫孟平。回禀爷，顾姑娘见到衣服，先是欢喜，后又恼怒。我按照爷的吩咐，见她这般神情后，才把信交给她。顾姑娘见到信，好像更生气。不过爷要的东西，顾姑娘都给了。说着，他把手里的东西分成3份，放在桌上，从怀里掏出信来，恭恭敬敬的递上。宋铎瞥了一眼东西，这才打开信来，然后看到张牙舞爪又极其幼稚的4个字，还没胖死。他眼前不由浮现出那个眼神灵动、表情丰富的女子，他甚至能想象出她眯着眼睛、咬牙切齿写下这几个字的样子。孟平惊奇地看到自己主子的嘴角竟然带着可疑的弧度。顾姑娘写信他是看到的，寥寥数字竟然能让自回京以来不是从来都黑脸冷面的爷露出这样的表情。这姑娘不容小觑啊。
说吧，这些东西他可有话说。宋铎把信仔细收好，夹在书桌的镇纸之下，放到触手可及的位置。那有坛子的是给爷的，中间一包是给刘侍卫的。这嘴边上的肉脯和冻伤药膏是姑姑娘给属下的，她倒是会收买人心啊。哼，给你的就收着吧。多谢爷。宋铎看着给刘心包袱上那个大大的刘字，又是冷哼一声，伸手打开。孟平连忙解释：姑姑娘说，这是给刘侍卫的蜜饯，经放不容易坏，药呢是给刘侍卫母亲的。宋铎把装着蜜饯的油纸包打开，把药也扔给孟平。你帮他收着，回头他回来了给他。蜜饯是放错了，应该是给我的。是。爷什么时候喜欢甜食了？又什么时候会争一点吃食这么没追求？爷还怀疑顾姑娘是否他调查到的顾姑娘。他现在还怀疑爷是不是他的那个爷呢？当然，这都是腹诽，他不敢说。行了，下去歇着吧。孟平行礼，抱着东西退下。宋铎拈起一块蜜饯塞到嘴里，嚼了一口，皱眉说道：难吃，但是到底没有吐出来，嫌弃的把剩下的蜜饯推到一边。他这才打开给自己的包袱，肉干是他近日来口中无味，一直有些想念的。他吃了一块，还是熟悉的味道。他又打开坛子，一股醉人的酒香扑鼻而来，叫人拿了长筷子和碗勺尝了一颗醉枣。粮食酒的绵长和枣的清香结合在一起，竟是难以想象的美味。倒在瓜里竟是吃的。他低声说了一句，坐在椅子上，头向后仰，闭目细细品味唇齿留香的滋味。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是他一边洗手做羹汤，一边巧笑嫣然跟他说笑的样子。他不认识那条裙子。宋铎心里一直吊起来的那块石头仿佛落了地，但是更多的迷雾缓缓升起。种种迹象表明，他分明就是那个人。若是他不曾与他朝夕相对，单独听从任何人的禀告，他一定会认为他就是那人。可是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他的一举一动皆看不出来伪装和娇柔造作。他不是一个有心机的人，纵使迷糊中有几分剔透，但也绝不是心机深沉之辈。那么他到底是谁？将近千里之外，顾采薇当然不知道他的这些纠结。屋外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顾采薇抱着雪团盘腿坐在炕上看书，昏黄的书页，苍劲的小楷，久违的内容让她深深沉浸其中。采薇啊，开门，我是你春花嫂子。春花响亮的嗓门在外面响起。顾采薇开了门，发现是春花扶着明霞。三嫂，春花嫂子，来吃瓜子。顾采薇家里很少来人，让你们来家里坐坐，总不来，今天可算是舍得来了。春花来她不奇怪，但是自从那次诊脉之后，很少出现的明霞竟然也来了，她就不由有几分奇怪。更奇怪的是，春花扶着她小心翼翼的样子。我三嫂啊，要来你家认认门，今天中午咱可不走了，就在这里吃了。明霞一直没说话，看着顾采薇的眼神却有些迫切，连连偷偷拉春花的棉袄袖子。你就自己说呗，多大的事情啊？采薇是那种不好说话、嘴不严实的人吗？这样说着，他又转头对顾采薇说：我三嫂啊，觉得听你的话之后，养了这段时间好多了，想让你呀给把把脉啊。好，明霞果真是喜脉。过1个多月，顾采薇告诉他后，他激动的都说不出话来，双颊通红，一再确认：大姑娘，你再给我看看，再看看，别让我空欢喜一场。春花看不过眼：三嫂子，别怪我说话直，你是糊涂了，不是你自己觉得怀孕了，才非央着我陪你来找采薇看的吗？采薇这告诉你怀孕了，你怎么反而还不敢相信了呢？我有了，我真的有了。他的这份喜悦也感染了顾采薇，毕竟怀孕是一件大喜事儿。他笑着说：三嫂，不仅有了，胎相还很好呢，你注意前3个月不要干重活就是，再有不要有夫妻生活。你个大姑娘啊，什么都敢说，我们都是生过孩子的，能不知道吗？顾采薇呵呵的笑我是大夫嘛。村里是藏不住秘密的，更何况是像明霞这样被判了死刑却又神奇怀孕的消息，更是像插了翅膀飞遍了整个村子。一时间，有求子心切的小媳妇儿，甚至希望老蚌怀珠的老媳妇儿们都挤到明霞家里问怎么治好的。明霞高兴之余，一股脑的推到顾采薇身上，于是村里的传言传着传着就变成了下面这样：你们听说了没啊？大姑娘还会看病呢。是啊是啊，会看女人病，还管生儿生女呢。啊，真的假的呀？那么邪乎啊？当
然是真的，不信你等着看，那谁家的那三儿媳生的呀，肯定是儿子。大姑娘还能看孩子的毛病呢，记得虎子不？冬天本来就是农闲时节，女人们也都有时间，因此三两成群的往顾采薇家里去，有想求子的，也有一些妇科病求助。农村人体质都很好，冬天也很少感冒发烧，但是孩子身体弱些，总有孩子生病，也都跑到顾采薇这里求助。顾采薇家里一下成了妇幼保健院，颇有些哭笑不得，但是他闲着也没事儿，因此也很热情地给大家义诊。村里有些老人腿脚不好，顾采薇也教他们怎么按摩，如何缓解，因此很快他赢得了村子里大部分人的欢迎和尊敬，地位直逼李正。虽说也有愿意占小便宜的人，有病没病3天2头来看病，也没有感激之意，但是总体来说，淳朴的村民也都会在病愈之后给他送些鸡蛋、白菜，条件好的送一小条腊肉之类的。顾采薇有小1000两傍身，也不看重这些东西，但是实现自己价值的感觉还是让他很欣慰的。最重要的是，这让他赢得了尊重。顾采薇给村里人开药，都会吩咐让去修大夫的回生堂抓药，价格公道，也算是回报修大夫一直以来的帮助。大姑娘，修大夫让我告诉你，药方是极好的，但是啊，要好好练字。迎春每次啊都要费好大的劲儿看你的药方。春花去了趟镇里送荷包，顺便给明霞抓安胎药，带回来修大夫的口信。顾采薇囧，哎，你三嫂怎么样了？她连忙转开话题。嗨，还是那个样，能吃能喝，就是太紧张肚子，总觉得肚子里不舒服。哎呀，她总这样也不行啊，这还不到3个月，她这么紧张，对孩子也不是好事儿。而且别总求我开药，是药3分毒，他又没见红，没必要如此。哎，算了，我可不做那坏人。要说啊，你跟他说，我说了，他还以为我这个妯娌见不得他好呢。多亏嫂子你来帮我收拾，我现在真是懒得动弹。春花也笑了，还不是我婆婆受了你的恩惠，又舍不得给你东西，见我来帮忙，巴不得拿工来抵你的人情呢。更别说你时不时还给我这给我那的，那村里都有长舌妇说我这是啊抱你大腿，占你便宜呢。顾采薇笑得更开怀，拍拍自己大腿，来，给你吧，把李四哥扔了，来跟我过。春花话里未尝没有试探的意思，顾采薇其实听出来了，但是她用玩笑话告诉他，她把他当朋友，并没有多想。春花心下释然，又跟他说起村里的事情。哎，你说阿元也命苦，怎么就摊上这样一个婆婆？这么冷的天，我早上去她家坐车赶集，她都洗了这么一大盆衣服，哎呦，那河水多凉啊！大早上就去，她那手啊肿得都不像样子了。阿元要是有个娘家，她婆婆敢这么欺负她？阿元到底什么来头啊？我看她像大户人家出来的，看起来知书达理的样子。春花压低声音道：听说啊，是她男人在府城里一户大户人家帮工的时候，主子把阿元赏给她了。顾采薇目瞪口呆，就不明白了，她婆婆平白得了个大户人家出来的好媳妇儿，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为什么不对她好一点啊？你个黄花大姑娘不懂。她这一说，顾采薇就明白了几分。难道她婆婆觉得阿元以前跟别人不清不楚？哼，你就什么都敢说啊？不是她婆婆这么说，村里人呐都这么觉得。她来了李家庄之后，也是安分守己的，也给李二牛家传宗接代。咱们庄户人家呀，心眼都好，没她婆婆那样小心眼，揪着过去就往死里整治那样的。顾采薇想起阿元那双美丽又哀愁的眼睛和那个说不出好看的府里，心里像被撞了一下。她不是那种人。心底一个声音一直在说，以前他自顾不暇，食不果腹，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可是现在他忽然有了主意。春花嫂子，你说我要是雇阿元来帮我写药方怎么样？一天给他10文钱，她婆婆得能放人吧？春花听了顾采薇的话，愣了一下。如果她会写字当然是好的，就怕她不会。再说了，哪里用10文钱那么多呀？6文就很多了。我觉得她肯定会，吃过晌饭我就去问问。还算了，我帮你去，你不会说话，别被那老太婆漫天要价。春花临走前，顾采薇把今天托她去镇上打的2个一模一样的长命锁都递给她。采薇，你这是干什么？大松二松喊了我这么长时间的姨，我这个姨手头宽裕点，给我外甥补个长命锁有什么不行的？又不是给你的，你别说话，给他们收着就行。
谢谢你啊，采薇。春花红了眼眶，紧紧地捏住手里的银锁。收好了，被你婆婆收去了，我可没了啊！快走吧，我也得做饭了。手里有银子啊，也紧着点花，别大手大脚的，也别露出来，只当跟原来一样。村里望人穷的太多了，你一个人也不安全。顾采薇笑嘻嘻的表示受教。春花性子风风火火，吃完午饭就去阿元家，也不知道她怎么跟阿元婆婆说的。下午就带着阿元过来，见顾采薇正忙着，阿元主动上前接过笔，帮她执笔写药方。大姑娘，您看着这样行吗？她把写好的药方给她。顾采薇看她一手簪花小楷，再看看自己上面写的几个狗爬一般的字，都快哭了。你为什么不拿一张纸重新写呀？我的跟你一比，真是没法活了。说的原本紧张的阿元露出了笑容。大姑娘说笑了。有了阿元，顾采薇就轻松了许多，很快就把所有的患者看完送走。你给我写几张字帖吧，闲着就教我练字。大姑娘若是要嫁入高门，恐怕也要学些规矩。如果姑娘不嫌弃我笨拙，我可以粗浅的给姑娘教一些，将来再请教习嬷嬷来教，姑娘一下子也不是那么难接受。这个暂时就不用了。顾采薇吓得连连摆手，又调皮的眨眨眼。我要做大晋朝第一女医，我就是高门，让他们按照我的规矩来。说的阿元又笑了。春花跟你婆婆说的，每天什么时候来我这里啊？阿元看她低着头，细细的给她涂着膏药，动作轻柔，唯恐她疼。多久没有人这样对待过自己了？如此珍惜，如此珍惜。也许曾经有过小丫鬟更仔细的伺候她，但是心里有的都是惧怕和巴结。而眼前的这个人，并没有因为流言蜚语看清自己，也没有因为自己此刻狼狈而嫌弃自己。回姑娘的话，辰时到申时，中午管饭不必回家，相当于7点到5点。这样吧，你相公也不在家，索性就搬过来和我一起住，反正我这里也没人陪。这样的话，至少这个冬天你不用这么遭罪。等你相公回来，就按照之前说的时间来，我不留你。回头我让春花嫂子跟你婆婆说，一天给你10文钱。阿元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姑娘怜我，我不该推辞，可我舍不得虎子。顾采薇连忙扶起她。哎呀，是我没想周全，你把虎子带过来就是了。白天让他跟雪团还有隔壁石大娘家的墩儿玩，我管他饭食，估计你婆婆也不反对。哎呀，不行，她得想孩子。要不这样，让她每天朝10之后把虎子接回去，晚上再送过来吃饭。我们距离这么近，想来她能同意。姑娘与我不过点头之交，先救我儿，又待我如此这般。阿元纵肝脑涂地，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我必全心全意服侍姑娘，若有二心，让我五雷轰顶。阿元，这是我家，规矩我来定。我帮你，不过觉得同为女人，生存不易，但是不容易的人太多了。我最终选你来帮我，也是因为你有用。这不是我对你的施舍，而是你值得。所以你可以跟别人一样叫我姑娘，但是不要自称奴婢。第3，我不需要你为我肝脑涂地，粉身碎骨。如果有人以你的生命或者虎子的生命来威胁你，出卖我，你护着自己要紧，我并不怪你。就这么多，你有什么要求也可以对我说。姑娘考虑的如此周全，我再提要求，岂不是太不惜福之足？只一样，我自己回去跟婆婆说，不敢再麻烦春花嫂子。顾采薇点点头，从旁边的笸箩里数出50个铜板递给她，调皮的眨眨眼睛说，给她这个，估计能更快同意。就说这是预支5天的工钱，要是不同意我就不要了。估计啊，她舍不得钱，你这就回去吧。很快，阿元抱着虎子来了，只带了一个薄薄的小包袱，看起来就没有什么冬天的大厚衣服。尽管顾采薇一再拒绝，阿元还是让虎子给他磕头行礼。姑娘人善，但是规矩就是规矩，还得知道她的本分。阿元很坚持，这是他所受的教育，他的3观根深蒂固，所以顾采薇也就由着他去了。走，我们做饭去。姑娘想吃什么告诉我，我去做。阿元诚惶诚恐地说，我既然来了，哪里还有让姑娘下厨的道理？你刚来，不知道我口味，我教你做。等你把我会做的菜都学会了，我就都交给你。虎子见他和善，壮着胆子说，大姑娘，我给你烧火，在家里我也给祖母烧过火，不可妄语。那都是婆婆哄着她玩，不懂规矩，让姑娘见笑了。几岁的小豆丁，天真烂漫，有什么不好呀？何必拘着他？我这里也不是大户人家，规矩什么的不用时时挂在嘴边。虎子，走，我给你做好吃的去。
阿元来了之后，顾采薇就没那么累了。一则村民们过了凑热闹的时候，一天1、2个患者算正常；二来阿元实在是太勤奋了，家里的每一处都被他擦得一尘不染。他最经常的状态就是拿着抹布在地上的家具上蹭来蹭去。这几个字磨得怎么样啊？姑娘进步神速，不过姑娘的捺力度不够，斧凿痕迹略重，您看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啊？说着，阿元示范了一遍。我再来试试。姑娘这次写得很好，这是2人相处的常态。不过有时候阿元指点的内容变成了针线，还有时候变成了仪态。关于学习仪态这事儿，是阿元说服顾采薇的。大姑娘，我知道你心气高，未必想靠男人。他如此说，顾采薇吃惊地看了他一眼。他这一点都能参透，果然比宋铎、刘鑫他们强很多呀。阿元看他愕然的样子，会心一笑。我以前伺候过一位3姑娘，也是年少志高，天天把不嫁人挂在嘴边。不同的是，3姑娘想考状元，姑娘您是想悬壶济世罢了。不过那3姑娘不过嘴头说说，您却是真的想这么做，而且确实内心深处并不依赖任何人。这句话阿元没有说，想起往事，他的水眸不由沾染了一丝仇怨。往事已矣，可是伤痕估计到死都愈合不了。可是那府里也没人在乎一个小丫鬟的伤痕。他自嘲地想，做姑娘的时候自由自在，不受拘束，做了人家媳妇儿，即使是豪门权贵家，媳妇儿要做的事情，要守的规矩也太多，所以很多姑娘都有不嫁人的想头，但也就是想想罢了。姑娘是真的，我知道。阿元压抑住埋藏在心底蠢蠢欲动的负面情绪。可是姑娘要做大晋朝第1女医，将来肯定要给达官显贵、巨贾名流看病的，学礼仪不是为了取悦他们，而是不被他们看轻。顾采薇不算固执，2世都信奉听人劝、吃饱饭和技多不压身，所以也就跟着他学了一些行起坐卧的规矩仪态。好在阿元并不严厉也不苛刻，所以学习过程虽然累些，但是也算快乐。越相处下来，顾采薇就越发现阿元像一本古代女子典范百科全书，而且是 VIP 版本的。她到底是何等高门的丫鬟，才能如此优秀？琴棋书画无一不通。若不是他拒绝，阿元是要教他弹琴的。姑娘，阿元有一点想法，说出来如果不妥当，姑娘也包容些。你我之间不必如此，我们住在一起，你又教我这么多，如果不是你不自在，我是真想认你做姐姐的。阿元不敢，脸容垂首，看看我就知道会这样。顾采薇无奈地摊摊手说，姑娘收留阿元，阿元感激不尽，只要姑娘不嫌弃，我愿一直伴着姑娘。姑娘近些日子太过辛苦，家里如同急事一般，求医者一天12个时辰，什么时候都有来的，而且基本没有什么大病，现在连邻村的都来了，长此以往，姑娘恐怕身体不支啊，而周围人也会认为理所当然。说完，他抬头看顾采薇，后者正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我觉得应该采取一些措施，让需要得到医治的病患得到医治，而那些凑热闹的人退散，这样既不辜负姑娘悬壶济世之心，也避免小人从中损人不利己。前几天有几个隔壁村的女人来看病，吵吵嚷嚷的，结果浪费了顾采薇1上午的时间，什么病都没有，还不肯走。你说说你的想法，3个臭皮匠点个诸葛亮，我们俩慢慢合计就是。首先不妨定个固定看诊的时间，当然如果有急症的话，这个时间以外也可以接诊。其次，一次诊费2文，急症诊费10文，这个价钱村里人基本都拿得起，这样就能让那些无病凑热闹的人不再来。顾采薇听完立刻鼓掌，阿元，你说的太对了，2文钱也不多，省得有些厚道人家见我不收钱，还大包小包的送东西过来，他们浪费，我又不见得用得上。到春天我也得采药赚钱养家，不能时时坐诊。你的提议很好，收钱的话，村里人估计会有议论，李正估计也会多少有些想法。姑娘势单力薄，没有根基，也不能得罪大部分人，所以我觉得外村人不妨把诊费翻倍，这样村里人觉得受到了优待，翻倍后诊金和镇上也差不多，估计外村人就不会一拥而至。村里鳏寡孤独者诊金减半，以显姑娘善心。姑娘本也不靠诊费为生，不妨与李正商定，每年诊费的1半拿出来给村里修缮祠堂。所有的都想到了，阿元，你真是老天给我的智多星。采薇闲暇的时候就画了整套的手术用具。阿元，村里有铁匠吗？手艺要好点那种。没有，镇上有打农具的，但是手艺肯定谈不上好。姑娘要做这个，估计得去县里。阿元看了看他的图纸，这样啊，你相公不是在县里做工吗？那哪次回来
把图纸和银子给他，托他帮我去打一套，再帮我捎一套银针回来。他明天晚上回来，腊八过完再去县里结工钱。我跟他一起去一趟，给姑娘买吧。他人老实也不灵活，我怕他银子花了没给姑娘办好。他都如何来回啊？有车吗？阿元摇摇头，都是走路来回，也就走大半天。隔壁村有车，去趟县里要15文，还得赶着人家合适。那让你公公赶牛车去吧，你回家问问包一天车多少钱，回头我也去，咱们一起去。我还没进过城呢。再说了，年关到了，咱们去买些年货去。顾采薇兴致勃勃地定下来。不知道阿元怎么回家商量的，李二牛只要了50文钱，不过顾采薇很痛快地答应了。腊月初9，天气放晴，宜出行。姑娘，来，盖好棉被，坐我边上。吱。中午到了县城后，顾采薇带着阿元来到客栈，开了2间房，一间他们俩住，一间给李二牛父子俩。来之前就决定了要在这里住一晚上，下午和明天上午买了东西，中午趁着天气暖和再往回赶。阿元重新把客栈的房间打扫一遍后，咱俩下去吃饭去。李茂明说给人干活的主家能管顿饭，带着老爹去吃，把俩女人安置到客栈里后就走了。两人简单的吃了几口饭，阿元就被顾采薇拉着出去逛街。阿元本来不肯，非要等李茂明回来，说是有男人跟着放心，但是挨不住顾采薇软磨硬泡，只能跟他出门。县里很是繁华，又是年底，简直都是人挤人。在地广人稀的古代，顾采薇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很是兴奋，拉着阿元在人群里来回穿梭，买了面人，买糖人，买了糖瓜，买炒豆。阿元，那是干什么呢？顾采薇望着前面挤了一堆人，彩旗飘飘，好奇地问道。阿元紧张地拉住他，杂耍的，并没有什么好看的。姑娘，我们不要过去，小心拍花子的。顾采薇见他都快哭了，笑着说，不去，拍花子也要拍小孩好不好呀？阿元一脸懊悔地说，哎呀，我怎么就忘了给姑娘戴个围帽。顾采薇的脸实在是太美艳了，即使人山人海中，也如沙砾中的明珠一般惹眼。顾采薇见他是真的紧张，也不逗他。两人来到铁匠铺，把图纸拿出来给掌柜的看了，确认了能打，交了10两银子的定金，约好第2天中午来取。因为是急活，又都精细，所以2套要了20两，银针也买了，花了16两银子。给虎子买的东西你也好好收着，别的不要紧，面人和糖人最要仔细，别压坏变形了。我小时候啊，祖父带着哥哥去赶山，我起风疹留在家里，哥哥给我带回的糖人都化成了糖水儿，哭的我呀。阿元点点头，大姑娘太疼他了。说话间，李二牛和李茂明回来了，换了阿元出去说话。一会儿后，阿元进来，说是工钱都拿到了，主家还额外赏了年货，神色颇为高兴。倒不是稀罕这些东西，婆婆高兴了，她回家过年，日子估计也能好受些。2个男人到了自己房间，倒头便睡。因为早上出门太早，赶车也不是轻快活，真是累坏了。顾采薇想起忘记买装药丸子的小瓷瓶，跟阿元好说歹说，才同意让他又去一趟。哎呀，带这个东西看什么都暗乎乎的，太难受了。顾采薇一边走路一边想掀，却总是被阿元无情的劝阻。让开，让开！两人说话间，前方突然传来一个男子大声的吼叫，发现不远处的城门口处，一辆马车发了狂似的往他所在的方向冲过来。即使人流密集，摩肩接踵，赶车的人也发疯一般的驱逐人群往这边赶。采薇和阿元也赶紧往后退。是知县大人家的马车。有人认出来了，喊叫道：知县大人向来爱民如子，这是怎么了呀？这是。有人在窃窃私语。马车在人群中飞奔，总有躲闪不及的老人孩子，那赶车人就要勒马躲避，如此下来速度也快不起来。里面传来一声惊呼声：六子，你怎么赶车的？一个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还不快走，广济堂还远着呢。赶车的小厮跳下来查看，几乎是哭着说：明翠姐姐，车坏了怎么办啊？明翠姑娘，我这就跑去把大夫找来，你和六子护好小姐。说完
也不待里面人说话，迈开双腿，箭一般的窜出去。哟，好快的速度啊！人群中有人惊呼，但更多人的视线都放在马车上。姑娘，不要！正要上前查看的顾采薇被阿元拉了一把。是知县家的小姐，不要紧，我就去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知县从不横征暴敛，我们在乡间也有耳闻，相信也是明理之人。放心，我没有把握不会乱动。说着，只身往人群中央的马车走过去。你是何人？六子很警惕地指着顾采薇。顾采薇掀起帷帽，露出微笑。小哥，我是回镇李家庄的采药女，略懂医术。听小哥的话，是小姐犯了什么疾病，想看看能否搭把手。小六子瞪着眼睛吼他：小姐千金贵体，你个村姑看坏了怎么办？胡说八道！身着压青色皮甲，梳着双压髻的明翠掀开马车前面的帘子，探出头来冲六子骂道。他打量了顾采薇一眼，很快说道：劳烦姑娘了。六子被骂了也不生气，望着明翠陪笑。采薇提起裙子，穿着厚棉裤爬上马车。车上一个女子面色惨白，双唇紧闭，躺在明翠大腿上，右手抚胸，看起来胸口已经没有什么起伏了。阿元，回客栈拿我银针来！顾采薇冲马车外大喊一句，阿元应了一声，匆匆而去。说说情况。顾采薇跪在马车上，地方狭窄，有些难以施展。她伸手把那小姐的头抱起来，放在马车上。知县姓程，这位该是程小姐了。我家姑娘素有心计，我已为她服下药，可是这次……明翠眼珠通红，说话却很清晰。把药给我看看。明翠连忙把倒落在旁边的药给她。顾采薇放到鼻子底下闻闻，是丹参丸，心里略有数，按压了5、6分钟的样子。阿元赶回来，把银针递上。顾采薇继续她的心肺复苏。又过了5、6分钟，程小姐悠悠转醒。明翠，她虚弱地喊了一句，慢慢睁开眼睛，对上陌生的顾采薇，愣了一下。这位姑娘是……我怎么了？我就觉得心口很疼，吃了药也不好用，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位是……明翠看着顾采薇，不知道如何称呼。这位姑娘救了你。大夫来了，大夫来了。顾采薇冲程小姐笑了笑，看向外面，那侍卫竟然背着大夫一路狂奔而来，后面跟着个背着药箱的小徒弟。那侍卫放下大夫，神情猛地警惕起来，沉声问道：你是何人？为何在车上？孟大夫，请给小姐看看。童卫士，姑娘醒了，多亏这位姑娘出手相救。来，孟大夫，您还是给小姐看看吧。这位姑娘，您能否先让下？他有些歉意地望着顾采薇，虽然颇有过河拆桥之意，但是孟大夫是他家姑娘最常用的大夫，对她病情也最了解。顾采薇冲他笑笑，把帷帽拉下来，抱着自己的银针从车上干脆利落跳下来。那童侍卫似乎很紧张小姐，往里望了一眼。童卫士向顾采薇行礼：多谢姑娘施以援手，不知姑娘贵姓，家住何方？待知县大人问起恩人情况，我也可以回禀。举手之劳，不足挂齿，好好守着你家小姐。顾采薇淡淡说了句，拉起阿元，拨开人群走开。姑娘，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那个童侍卫，阿元的语气有些迟疑，他从来都不是喜欢说人长短之人。你也觉得？我还以为我看小说，话本看多了，想错了呢。你说那个小姐喜不喜欢侍卫啊？那侍卫条件不错呀，那身板，若是我肯定喜欢。说完，他痴痴地笑起来。姑娘，好了，我不说了。夫人略备薄礼，令我前来感谢。若不是少姑娘费了一番周折，到现在时分才找到，我家夫人自己定然是要来相谢的。嬷嬷快请，就是路过顺手的事情。嬷嬷大晚上还要来跑一趟，采薇实在不敢当。顾采薇笑着寒暄，也没有好茶，嬷嬷将就吧。说着，她也不待阿元动手，自己给金嬷嬷倒了一杯茶。金嬷嬷表达了一番感激。顾姑娘，老婆子啊，还有个不情之请。嬷嬷有话尽管说，您还是直接叫我采薇吧，咱乡下孩子没那么多讲究。我家小姐这病，不瞒您说，是胎里带来的。这18年来，老爷夫人寻遍良医，也只能勉力维持，家人心力交瘁。虽然知道心急难医，但是今天姑娘救了我家姑娘，总让老爷夫人有了期盼。连孟大夫都说您的手法闻所未闻，所以老爷下令府里府衙都出来找寻，终于寻到姑娘这里来。不知顾姑娘明日可方便呢？还请姑娘入府给我家姑娘把把脉。
老爷夫人深知此病难医，所以即使姑娘无能为力，也决然不会为难，只盼顾姑娘可怜天下父母心。还有我这奶了姑娘一场，却日日为她揪心，恨不能以身相替的老奴啊！顾采薇见金嬷嬷泣不成声，连忙劝解，心说你不用说这么多，我也会答应的，可别再哭了。收下礼物，送走金嬷嬷。阿元躺在床外面，两人在家里睡得都比较晚，所以都没什么睡意。姑娘记得谨言慎行，其实有7分把握，也只能说3分。倒不是我们要以此邀功，而是知县大人到底是官，我们为民，他一个不喜欢，我们就万劫不复了。知县夫人那里估计也是客气热络，您可不能一激动什么话都说。还有那些仆妇下人，姑娘上门是客，虽然再想门前7品官，您是被请上门的，不必理睬他们，否则他们非但不感激，还会嘲笑姑娘。阿元细细地嘱咐顾采薇，顾采薇默默地记着。好了，你不用紧张了，我都记下了。阿元，你懂得真多。阿元沉默片刻，方说道：都是姑娘大度，容我放肆，允我多言。你是为我好嘛。第二天一早，阿元跟公公说了昨天的事情。你说啥三儿媳妇儿？知县大人家来人请大姑娘去给知县家大小姐瞧病。阿元轻声说。你也要去啊？跟大姑娘说你别去了，别得罪了贵人。没事，我跟着大姑娘呢。又转身对李二牛说，大姑娘说要劳烦爹再等等，今天回去得略晚，她给您加20文钱。去呀，去！三儿媳妇儿，你去好好跟着大姑娘，跟大姑娘开开眼界，回来跟我们好好说说。他两眼发光，李正还没见过知县呢，他儿媳妇儿都到知县府里了。通过招时，知县府里来车接，这次来的是明翠，赶车子的还是六子。姑娘，您请。六子从车上搬下凳子，恭恭敬敬地请顾采薇上车。马车从角门进去，等车停在垂花门外，才下车看了一眼周围光景，并没有想象中雕梁画栋、曲水环绕的情景，许是因为冬天。跟着明翠进去，顾姑娘好。顾采薇回了个半礼。顾姑娘里边请，我家姑娘从大清早就一个劲儿地问顾姑娘来了没有。哎呀，姑娘要是再不来，老奴这耳朵可要磨出茧来了。妹妹快来坐。昨天救人心切，并未仔细看。今天顾采薇打量程小姐一番，发现她的皮肤胜雪，目若秋水，容貌秀丽。程小姐有礼。顾采薇像阿元之前教过的那样行礼。妹妹何必多礼啊？妹妹，我听说妹妹今年16，就自己拿大自称姐姐，多亏遇到你，否则现在……说着她红了眼眶。顾采薇见她热情，浑然没有想象中官家小姐的疏离，也展露笑颜。程姐姐客气了，我尽医者本分而已。程姐姐，我给你把下脉吧。聊了半天，顾采薇见程梦离完全没有停下的意思，终于忍不住提了正题。我身体不好，很少见人，今日见了妹妹，心里欢喜。妹妹不要嫌弃我过躁啊，我这身体啊自己很清楚，不过过一天算一天，只等熬到油尽灯枯。我好不容易央求母亲同意我去云白寺上香，结果又出了这档子事儿，以后啊怕是更不会让我出去了。你可能看得出来我还有多少时间。母亲从来不让那些大夫回我的话，在母亲面前我也不敢说这种让她伤心的话。姐姐先天心疾确实很严重，现在吃的药也都很对症，我可以再给你开几副药辅助来吃，对姐姐的病症会有一些帮助。恕我直言，姐姐似乎有事耿耿于怀，郁结于心，病情无益。若姐姐配合好好休养，再活20-30年并不难，可若是如此，2-3年也未可知啊。程梦离扭头半晌没有作声，情浅言深是大忌，所以顾采薇也没有再作声。妹妹，母亲若是问起，我只会留下药方。见程梦离也没有再说话的兴致，他起身告辞。程梦离望着他，悠悠地说：妹妹，我今日心绪不宁，你勿见怪啊。我知道你是村里来的，来一趟也不容易，但是下次来一定记得找我。说着，他从手腕上撸下来一个绞丝金镯子，硬塞到他手里。别嫌弃我市侩，妹妹独居不易，还是这个实在。顾采薇没有推诿，大方收下来，解下自己腰间的荷包送给他。
这是阿元啊，就是陪我来的同村嫂子做的，里面是苏合香。我买了普通的苏合香之后，自己回家重新捯饬做成的精致苏合香。刚我进门的时候，闻到香炉里燃的是百合香。百合香固然淡雅，但是会令人思宁不安，甚至夜不能寐，对姐姐病情并无益处。姐姐不妨试试这苏合香。程梦离点头，妹妹有心了。普通苏合香也是漂洋过海而来，价值不菲，所以他终究是不肯占便宜的人。顾采薇见他神情间已疲态难掩，连忙叫了金嬷嬷，丫鬟们进来服侍。金嬷嬷引着顾采薇去见知县夫人。知县夫人王夫人看起来46、7岁，坐在罗汉床上，2个3、4岁的孩子在她膝下围绕嬉戏。顾采薇进来行礼后，她让人带下2个孙子，询问了几句病情。顾采薇落落大方地回禀了他，然后口述让阿元写下药方，恭敬递给他。夫人不妨找相熟的大夫再看下。采薇年轻，不敢拿大。王夫人点点头，让身边的嬷嬷送客。送出来的时候，那嬷嬷塞给阿元一个荷包，阿元没有推拒，塞到了袖子里。出来的时候，赶车的竟然是童侍卫。顾采薇没有作声，点头示意，带着阿元坐上了马车。在马车里，她对阿元说道：程小姐病情其实没有那么严重。马车突然颠簸了一下，似乎撞到了什么小石头之类，然后很快又平稳了。前面传来童侍卫低沉的声音：顾姑娘，抱歉。顾采薇冲阿元调皮的眨眨眼睛，用嘴型无声地说：等着看。到了客栈，童侍卫，多谢您，您慢走。顾姑娘，我有话说，可方便单独跟您说几句？童侍卫拱手行礼，视线垂下，带着几分急切问：顾姑娘说我家小姐病情没那么严重，不知道是何意啊？顾采薇假装惊讶地看他一眼：就是我说的意思啊。童侍卫忠心耿耿啊，他意味深长地说。童侍卫猛然抬起头来，望着顾采薇，眼神中有被戳破的尴尬、惊讶、恼怒。不知道姑娘用什么药物，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不管有多困难，药多名贵，诊费多贵，姑娘尽管说，但是姑娘若信口开河，我必不能善罢甘休。被戳穿就恼羞成怒了。程小姐的症状有点严重，想寿终正寝，说实在的很困难，但是保养得当，活到40、50岁完全没有问题。只不过前提是她能解开心结，天天郁郁寡欢的，即使正常人也于身体有大损伤。顾采薇实话实说，药方我已经给了夫人，药引子嘛，我没办法了。你如何发现的？童侍卫大概意识到眼前这个不是什么大家闺秀，而是一肚子鬼心眼儿的小户姑娘。那天程小姐犯病的时候，你的反应太过强烈，眼神过于担忧，但是我还想可能就是你忠心耿耿。那天我解开她扣子，无意中看到肚兜上面锁边很别致，你腰间的这个荷包和你的整个人硬朗的气质很不相配，锁边跟那个一模一样。还有程小姐郁结于心，她虽为庶女，但是嫡母父亲疼惜，能让她郁结于心的也就是感情了。她自幼身子骨不好，几乎不出门，能接触到的人都是府里的，而我几次接触下来，距离她最近，同时也最关心这件事情的男的只有你。童侍卫的身体猛然绷紧，你不用紧张，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甚至程小姐面前我根本没有提起。我只是有些奇怪，你既然喜欢他，为什么不跟你家大人求娶？我看你应该身手也不错，程小姐这身体，估计知县大人也不求门当户对。她真的郁结于心？是，或者我更直白地告诉你，如果你想让她多活几年，最好解开她这个心结，要不娶了她，要不让她死心。不过她恐怕经受不了后面这样的打击，一下子去了也是有可能的。说的太过直白，让童侍卫怒目相视。半晌，他扔下一个银克子，威胁道：管好你的嘴，如果我听到任何流言，我定要取你项上人头。我呸！他脾气也上来了。我行医这么久，还第一次遇到这么横的患者家属，我费尽心力救他，最后就得到这句话，若不是见你俩可怜，我会多费这等唇舌。走，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你家小姐死活与我何干？你俩最后如何？与我何干？看着他眼神幽深，似要暴怒。怎么现在就要逞凶了？童侍卫忽然像泄了气一般，拱手说道：顾姑娘得罪了，若姑娘真能救得我家小姐，童向亮任由姑娘去使。这还像句人话？你去吧，程小姐若是有什么不适，到回镇李家庄就说找大姑娘，自然可以找到我，只是希望不要有这种紧急情况。顾采薇说完，童侍卫这才行礼离开。
可不要这麼樣，徘徊在莫過內。你會察覺到我根本寂寞難耐。即使千多百個深夜，曾在夢境內，我有吻過你，這畢竟並沒存在。人聲車聲開始消和逝，無聲掙扎有個情感奴隸，是我多麼的想嘆，但我偏偏只得其實每次見你我也像無識範圍，就算在寂寞好有關係。爹，虎子爹，大姑娘给知县小姐看病的事情，回村里千万不要提起。为啥呀？她还想着回去吹牛呢。爹，知县小姐那是千金贵体，将来也是要嫁到高门大户的。如果我们到处嚷嚷小姐身体不好，回头万一影响她的婚事，知县动怒，那我们可承担不起啊。那我在村里说，咋就能传到那高门大户里？爹，这不是怕万一吗？爹，这是知县家嬷嬷赏我的，让我不要随便说话。李二牛接过来掂了掂，心里就有数了。啊，我不说就是，真是的，多好的事情啊，还不能说，这不是憋死我吗？阿元和李茂明都笑了。自己收着吧，你跟着大姑娘，以后有造化呢，以后进进出出的，手里没钱也不行啊。你娘那个人我也知道，有进无出，不过她刀子嘴豆腐心，都是给你们攒着呢，这钱你就自己拿着，别吱声就行了。爹让你收着就赶紧收着，一会儿出门啊买个花带。阿元嗯了一声，红了脸。姑娘，这有什么好看的？阿元进门看他如此，好笑地说，就是觉得自己赚的银子真好看。我的工具呢？茂明哥帮我拿回来了吗？啊，在这里呢，刚送上来。阿元把木盒打开，里面整整齐齐摆放着他要的手术用具。姑娘可还满意？铁铺的伙计刚刚送来，现在还在楼下等着我去结银子，说是不好，可不能把银子给他们。他挨个工具拿出来试试手感，甚为满意。阿元这才下去结银子。那赶紧吃饭，还得赶路呢。几人各自吃了一碗面，匆匆的就往城外赶。再晚了恐怕要走夜路，那很不安全。可是走到城门口的时候，一声脆亮的李大哥让几人停了下来。一个梳着双平髻形容尚小的小丫头冲着他们跑过来。李大哥，又要麻烦你帮忙捎个信儿，我们姑娘又生病了，这次又重了，已经躺了好几天了，你看看能不能给……李茂明从车上跳下来，为难地说：我放工前你让我捎的信我都捎了，也没回信。顾采薇不明所以，阿元已经隐隐猜出来了，附在他耳边轻声说：是春花三嫂明霞，她有个妹子在怡红院里，之前托虎子爹给明霞捎信儿，说是问她身体好了没。明霞不让回信儿，也不让说她怀孕的事情，这不他妹子就总让跟前的小丫头来问信儿，想让姐姐说和说和，让家里认了她。顾采薇忽然想起明霞突然有钱加营养的事儿，又听阿元这么说，心里有了大概的猜测，一时间莫名难受，说不出来的滋味。顾采薇冲小丫头招招手，小丫头擦擦眼泪，过来行了个礼。姐姐，你换我啊！顾采薇问了她，知道她叫小葵，就问她：小葵，你姑娘得了什么病啊？阿元在旁边用力拉她一下，小葵哭哭啼啼地说：我也不知道，一直有病，后来就起不来床，妈妈还一直打骂，说再不出来接课就把彩霞姑娘赶出怡红楼，那可怎么办呢？没找大夫吗？找了也不好用。这位姑娘，你好心给姑娘姐姐带个信儿吧。姑娘就说死前想见见家人，姑娘还说她还有些提起，姑娘想带给家人，还挂念哥哥弟弟。二牛哥、茂明哥还有阿元，你们都在这里等我，我跟着小丫头去看看，带我去给你家姑娘看看去。我也是大夫。姑娘，
别胡闹，那种阿杂地方，姑娘怎么可以去？阿元，在我眼里只有病患，而病患不分男女，也不分贵贱，身陷青楼也非他所愿。说到底，都是可怜人罢了。我知道姑娘心善，可是姑娘的名声，这世上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即使那是别人的生命。阿元，你们在这里等我，若是回来晚了，我们就再去客栈住一宿。阿元眼睁睁地看着他跟着小葵匆匆而去，他那坚毅的目光，他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时候的一点严肃，跟平时那个嬉笑怒骂的大姑娘那么不一样，由内而外散发出另一种让人折服的光芒。姑娘为了救人都能去，她有什么去不了的呢？亏她还曾经发誓要为姑娘肝脑涂地。爹，我们也去。阿元当机立断地说，快去追姑娘，万一将来有人说嘴，咱们一家也是个见证。追上后，顾采薇还是不允许阿元进去，强要几人在倚红楼后门对面的茶馆等她。阿元拗不过她，让丈夫把车停到路边。本色帷幔后传来急切的声音：“小葵，可找到烧信的人给我大姐烧信了吗？”接着，一只白皙的手腕从帷幔后伸出来：“找到了，找到了，还给姑娘找了位大夫呢。”彩霞眼神中带着些许厌恶和绝望：“都是骗子，没有用的，让他走吧。”然后视线转到顾采薇身上，表情突然凝固，有些不确认地问：“大夫是女的？”顾采薇摘下帷帽：“我是明霞的同村邻居，也是个女大夫。你是给我大姐看病的那个大姑娘？”顾采薇点头，就见她焦急地问：“大姑娘，我大姐如何了？她身子骨好些了吗？”“大好了，已经怀孕了。”彩霞眼中迸发出惊人的神采，双手合十赞叹道：“太好了，佛祖保佑，戏女必吃斋念佛。”喃喃自语，念了几句佛经，他才不好意思地看着顾采薇说：“瞧我，最该谢的是大姑娘啊！大姑娘，你真是活菩萨呀！你不知道，我大姐想要这个孩子真的很久了，若不是你给她看了病，她也不肯低头来找我，也不能认我，多亏了你了。大姑娘，我这身上不舒服，小葵，快替我给大姑娘磕头。”若不是顾采薇拉得快，小葵都跪下了。哎呀，彩霞姑娘不必客气。顾采薇心下感慨，亲姐妹，纵使明霞显得无情，在彩霞心里把这个大姐看得比自己还重。小葵在旁边快人快语：“姑娘，让大姑娘给你瞧瞧，大姑娘是个好人，听说你病得重，本来要回家也不走了，跟着我啊来给你瞧病了。大姑娘是个大大的好人呢。我如今死了可能比活着舒服，我就想着能让爹娘认了我，死后
不必做个孤魂野鬼。说着垂下2行清泪。顾采薇信他的话出自真心而非做作，这女子为了感情做出了最惊世骇俗的事情，然后惨遭背叛，沦落风尘。除了悔恨，她心里真的剩不下什么美好的感情了。来，伸出手来。顾采薇压抑住心里不住的感慨，把凳子挪到床前。彩霞如言伸出手来，诊完脉，她对小葵说：有以前的药方吗？拿出来我看看。小葵想了想，突然冲了出去。以前的都被我引火了，好在厨房里还剩下这个。顾采薇看着药方，越看脸色越难看，最后把药方重重地拍在床边，怒骂道：哪里来的庸医，这是要误人性命啊！大姑娘，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些药都是极为狠毒的虎狼之药，不仅与子嗣有碍，长期服用必流血不止，最后死于血脉枯竭。彩霞涨红了脸，眼睛转了几圈，厉声说：秋月这个贱人，一定是秋月这个贱人，他记恨我抢了他的花魁，处处拉拢秋红这些贱货挤兑我，我不防备，这楼里的大夫竟然也被他收买了。小葵，去叫妈妈来。小葵挽起袖子，嘴里骂道：这些娼妇贱货，我这就告诉妈妈收拾他。平时做些小动作就算了，现在还敢谋人性命，得告官，到官府去拉他游街。彩霞忽然想起什么，大声喊小葵回来。小葵，你先回来。说完，她歉疚地对顾采薇说：大姑娘，我这气急了，你不要跟我一般见识，就是要收拾那群贱人，也不能脏了姑娘的眼。您看我这毛病该怎么治，能治好吗？啊，本只是小问题，我给你开个药方，回头一份回来煎服，一份每天洗下身，半个月内不要接客，应该就会痊愈了。小葵跑着出去借文房四宝，多谢姑娘大恩，姑娘这是救了我姐妹的性命啊！彩霞感恩戴德地说，说着就要摘下手上的银镯子给她。不用了，都是乡里乡亲的，好好保重，总有跳出火坑的那一天，就算别人都不认可你，你也要自己活出个模样来。看他失神要反驳，他继续说道：我知道那很难，可是再难，有你在这里过得难吗？说完，他在小葵借来的纸上写下2张药方，分别标记好。彩霞，保重。顾采薇说完这句话，对他展露一个笑容，转身走出去。小葵忙不迭地送他出去。大姑娘，我记下了，彩霞一定活出个样子来，才对得起大姑娘今日的委屈。还有，大姑娘，别告诉我大姐了，她怀着孩子。走吧，还没耽误太长时间，估计还赶得上。李二牛父子俩赶着车匆匆往回赶。姑娘，是我错了，我本来也是可怜人，若不是姑娘搭救，恐怕也是我太狭隘。姑娘胸襟，阿元实在是佩服得五体投地。顾采薇反应了一下，才明白他说的什么。阿元，你不要多想，我说的可怜人是这世间的所有女人，包括我，身不由己。我去医她，只是出于我对大夫这2个字的责任，她并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不过是年少冲动，做了错事，并且已经为此付出了一生的代价。她的是非对错自有他人评判，而我身为医者，如果做事不理，那就是我失德。而阿元，你跟他不同，对你我喜欢居多，同情只有这么少的一丢丢。没有你，我怎么能去应付知县这样的贵人家呢？我有做错的地方，你也尽管提醒我，我也很喜欢呢。你真心替我考虑，在我心底是把你当成亲人和姐妹的。天黑的时候，终于到了李家庄。阿元婆婆牵着虎子，举着灯笼等在村口，微弱的灯光却散发出家的温暖。啊，终于到家了。虽然顾采薇让阿元回家住，但是阿元却坚持不走，让李茂明带着虎子回家，说晚上要帮顾采薇收拾买的东西。阿元简单的收拾，也用了大半个时辰，时间转眼就进入腊月20。39天气最是寒冷，各家各户都开始忙忙碌碌准备过年。顾采薇给阿元分了2个红包，赶他回家。别傻乎乎的都给你婆婆啊，自己留大的。年底事情多，你再不回去，
怕他不高兴了，估计你回去也有的忙呢，等过了15再来就行。哎，哪里用这么早？姑娘又不是不给工钱，屋里屋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了，年货都齐全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喜欢下厨了，冬天的衣裳也不用总洗，你就放心回去吧。茂明哥一年在家就那么几天，我可不能扰了小夫妻恩爱。阿元涨红了脸，嗔道：哎呀，姑娘好啦，快走吧，把东西都收拾好。阿元想想点头说道：啊，27、8我再来给姑娘扫一遍，初一那天在家里拜完祖宗，我就跟婆婆说过来帮姑娘。正月初一我有什么好要你帮的呀？好好过你的年吧。阿元好笑地望着她，姑娘可是糊涂了，平日里受了姑娘恩惠的村里人，过年肯定都得来给姑娘拜年的。那天啊，估计人来人往，要不我炒了那么多花生瓜子，等着那天招待人呢。顾采薇吐吐舌头，哎呀，我还真不知道，阿元来家里的时候只带了一身薄薄的袄裙，走的时候却背着大大的包袱，里面是给虎子做的新衣服，丈夫的新内衣，还有公公婆婆的新鞋。阿元走后，顾采薇抱着雪团，哎呀，就剩咱们俩了。顾采薇开始忙忙碌碌，炸鱼、炸丸子、做花糕，准备祭品。晚上无聊，听到外面零零星星响起的鞭炮声，她就拿起笔画画。昨天宠幸老公，今天画个小鲜肉吧。咬着笔头，想着她喜欢的小鲜肉，足足画了4、5张，她才有了些许困意。熄了灯，抱着雪团数着羊，1只羊，2只羊，3只羊，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小肥羊，海底捞，海带，豆芽，大海螺，茼蒿，菠菜。哎呀，他妈的，不睡了，起来吃火锅。没有阿元规劝管束的顾采薇，3更半夜从床上爬起来，把小炭炉弄上，热火朝天的开始弄火锅。哇塞，太香了！顾采薇往小炭炉里又加了2块炭，闻着鸡汤融化散发出的香气，雪团一阵狂吠。雪团这突如其来的躁动让顾采薇紧张不已，谁心砰砰的跳，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门外一个异常阴哑的声音说道：开门。是个男人，而且声音陌生，不知道是谁。顾采薇背后唰的一层冷汗冒起，汗毛竖立。你谁？3更半夜的，你最好赶紧离开啊！我叫起来，周围邻居都能听到，你就跑不了了。我可不怕名声受损什么的。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嗤笑，这声音就有些熟悉了。开门，宋铎。顾采薇听着这口气，确实像宋铎。大爷气十足，但是声音太过沙哑，他也不敢确认，心却放下了几分。表哥不是这个声音，他迟疑着说出疑问，耳朵贴在门上仔细听着。宋铎心里暗骂一句：你在寒风里跑2天1夜试试。顾采薇，你是不是故意的？宋铎怒道：女婿也没学吧？顾采薇这才确认，真是宋大爷来了，这口气彻底松了。打开门，外面眉毛都染上冰霜，表情冷峻，脊背挺直的，不是宋铎是哪个？表哥，你怎么来了？这3更半夜的也不敲门，差点没把我吓死啊！等等，你抖抖身上的雪花再进来。本来怕你睡着了，半夜敲门吵到你。表哥，坐炉子前面。你倒是很有兴致啊。表哥，你先吃，我再去拿碗筷。宋铎风雪中赶了这么长时间的路，又累又饿，接过碗筷就大口吃起来。顾采薇重新拿了碗筷，有这家伙得几天没吃饭了。一小锅羊肉刚出锅，他刚吃了1片，已经被宋铎扫荡一空。唉，我躺了半宿，忽然想吃锅子，原来都是被你念叨的呀。表哥，你是去哪里办事儿吗？这么冷的天，多遭罪啊，还来蹭他火锅吃。哼，特意来你这里的。这都要过年了，他忽然想起什么。表哥，你不会做了什么杀人越货的勾当，来我这里避难吧？宋铎白了他一眼，口气还是冷冷的。杀了几个人，还没杀够。
说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顾采薇。采薇做个鬼脸，我才不怕你！幼稚，一点长进没有。宋铎不客气地说，多了更深的话，宋铎不愿意讲，顾采薇也不想问。两人吃完这顿下半夜莫名其妙的火锅，宋铎异常疲倦地表示要休息，顾采薇也懒得收拾碗筷，就放在那里。爬到炕上收拾起被褥，拿出阿元洗得干干净净的荞麦枕头给他，被子也是阿元的，因为他都勤快地拆洗过，是干净的。不过年后估计得给阿元换新的了，他若是知道被男人盖了他的被子，只怕要恼怒的。这是谁做的呀？阿元做的呀。顾采薇没心机地说，你走了之后我请他来办公，晚上跟我一起睡，这快过年了他才回家，我刚一个人几天呢，你就吓我一大跳。他忍不住抱怨，抬眼看到宋铎眉头紧蹙，以为他洁癖犯了，连忙说，哎呀，这些虽是阿元用的，但是他爱干净，都拆洗过了。我不用。宋铎脸上难掩怒色，我怎么盖仆妇的被褥啊？他的意思是重点强调女人，而顾采薇却以为他强调身份，也不高兴了。阿元和我的被褥都一样，家里就这么多厚被子，要不你就盖薄被。那我盖你的。顾采薇目瞪口呆，随后也不去纠结，摆摆手，真难伺候。随便你，天气太冷，床没法睡，麻烦您老人家纡尊降贵，跟我睡一铺炕，要是您还不高兴，那就自己睡床。说着，他气哼哼的自己蜷到被子里，闭上眼睛假寐。宋铎没做声，也没反对，到炕上躺下，身下是热乎乎的褥子，身上是厚实绵软带着他体香的棉被，旁边是睡得没有形象，一条腿已经伸出被子的顾采薇。宋铎闭了眼睛，多日思虑加上行路困倦，一涌而上，他难得的也沉沉睡去。表哥，都50了，起来吃点东西吧。顾采薇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宋铎才醒过来，头脑清爽，连日疲倦一扫而空。捡起炕桌上的几张纸看了起来，书法倒是有进步了呀。他拿起一张宣纸，难得说句表扬的话。顾采薇瞥了一眼，哼哼着说，那是阿元写的，给我做字帖临摹的。宋铎毫不留情地嗤笑，我说你也写不出来，不过做字帖还是差了些，我回头给你写些。哎，这是什么？他翻出来被顾采薇压在下面的朴宝剑的小象，待看清楚是个男人后，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去县城的时候，路上遇到的一个美男子喽。难得路遇，你还知道他的名姓？他冷笑，还说话了吧？不过一看就知道是个假名字。顾采薇翻个白眼，不理他。宋铎继续翻看，越看脸越黑。他拿起宋仲基的那张纸，这个又是谁？宋仲基啊，不是写了名字吗？宋铎迟疑了一下，你相公？顾采薇想起自己信口胡扯的话，难为他还记得，了一声。你把他跟你路遇的男子放到一起，倘若他地下有知，定会让你夜夜噩梦。他才不会呢，他的女人千千万，不会记起来我的。表哥，你别那么无聊了，你真的不是路过吗？你要在这里住几天啊？他得算算粮食够不够，肉够不够。肉是肯定不够了，羊肉都被他吃完了。去村里看看谁家还有鸡卖。怎么怕耽误你找你的朴宝剑啊？宋铎话说出口，才觉得今天自己言语格外刻薄。他拿起几张画像，怎么看怎么碍眼，把画投入到还有火星的炭炉里，看着热烈的火苗，心里那股莫名其妙的难受淡了几分。最美好见到你的一秒，一颗心为你扑通的空跳，你让我忘记烦恼，记住你的微笑，每一天只想在你身边围绕，最浪漫的美好，和你一起变老，一辈子今生第一个跟你问好。吃完饭，顾采薇才又问宋铎住几天的事情，还问了刘鑫和随意。邓伯就算了，他懒得问，他们都很好，你不用记挂。那我给大刘哥带的东西，他说好吃吗？宋铎想起至今还在他案头放着，虽然他一直很嫌弃，但是每天总要自虐似的捡起1-2颗放进嘴里的蜜饯，撒起谎来神色不变。太甜，不喜欢啊？他不是最爱吃甜吗？我特意多放了糖。表哥，你不用回家过年吗？家里人不想你吗？顾采薇又问。即使在现代，春节都是阖家团圆的大日子，更何况这是在家族和家庭观念极其强烈的古代。我
家中只有一个妹妹，不日随意会护送她来。府里被围了这大半年，警戒已经放松，他早安排人把妹妹替换了出来。现在府里的小姐不过是妹妹的贴身丫鬟，顾采薇腹诽，这是拖家带口来蹭饭吗？再来2个人，他得买多少东西啊？随意要回去，不在这里停留。宋铎似是看出他心中所想，那我也要买不少东西呢。过年这鱼肉紧俏，都这时候了，估计能买到也很贵啊。顾采薇望着他说道，言外之意是应该给点钱呢。刘鑫给你700两银子，你花完了？可是那是大刘哥给我的嫁妆啊。顾采薇不乐意了，他的银子都是我给的。那是大刘哥给我添妆的。这话他在嗓子里嘟嘟，收拾了碗筷。宋铎望着他无声地说，花完了你也就不用嫁人了。下午，阿元拎着篮子来给顾采薇送自己炸的素丸子，像平时一样推门进来，见顾采薇悬臂练字，让他差点喊出声的是，顾采薇身后站着一个男人，正握着她的手，举止亲密，而顾采薇脸上还带着笑容，丝毫不觉得异常。宋铎早就听见他的脚步声，脚步轻盈，步伐稳定，应该就是顾采薇反复提及的阿元。他反而更往前凑凑，让2人看起来更加的亲密。顾采薇很认真，在阿元进门以后都没听到。大姑娘，阿元强自镇定的请安。顾采薇听见阿元的声音，就要扔下笔，被宋铎呵斥一句，急什么？把这个春字写完。他吐吐舌头，对阿元说，你坐在炕上，我马上就好。阿元忐忑地站在旁边，看了一眼2人，欲言又止。宋铎看了他一眼，目光犀利，看得阿元身子一抖。顾采薇终于写好字，不是说不让你来了吗？怎么又来了？哎呀，带的什么好吃的？真香啊！宋铎清了清嗓子，顾采薇这才想起这位讲规矩的大爷在，连忙对阿元说，阿元，这是我表哥宋铎，你之前应该没见过，他在我家住的时候几乎不出门。表哥，这是阿元，我的好姐妹。阿元给表少爷请安。阿元恭恭敬敬地冲宋铎行礼，礼节挑不出丝毫毛病。起吧。宋铎声音没有起伏地说道，从腰间的荷包里掏出来一颗东珠，放到桌子上。你家姑娘说你伺候得很好，这是赏你的，以后要更用心伺候。顾采薇看着那鹌鹑蛋大小、圆滚滚、亮晶晶的东珠，一下子就被夺去了吸引力，好大，好豪啊！顾采薇眼神灼灼地望着宋铎腰间的荷包，厚着脸皮说，表哥，好事成双，再赏我一颗呗。等你学好规矩再说。顾采薇翻个白眼，那我不要了。阿元放下东西，又擦了一遍屋子才回去。临走前，在门口把东珠偷偷塞给顾采薇，姑娘，给你。顾采薇连连摆手，我不要，我就是不忿他来了白吃白喝，还拖家带口的，过2天他妹子也来呢。哎呀，你快收好吧啊！阿元苦笑，姑娘替我收着吧。顾采薇点点头，好，留着将来给虎子娶媳妇用，到时候拿出来做聘礼，多风光啊！说完，他把珠子装到自己荷包里。进屋后，宋铎看看顾采薇的荷包，嗤笑道，赏下人的你也好意思要？小人之心夺小女子之腹，我是怕她婆婆收走，她那婆婆更不省心。算了，说了你也不懂，男人嘛，懂什么呀？宋铎突然解下腰间的荷包，扔在桌子上，还有8颗，都是你的。啊，真的？顾采薇眉眼弯弯，笑得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有了比银子还珍贵的珍珠，顾采薇心里对宋铎的那点小不满也就烟消云散了，好心情立刻表现在脸上，灵动的水眸欢乐的都要溢出来。这么高兴啊？宋铎被他的情绪感染，觉得自己离京前从库房里抓一把东珠太正确了。打算做首饰，也不见你戴首饰啊？不啊，我就喜欢存着，没事拿出来数数，享受有钱人的感觉。心情好了，话也就多了。他把宋铎离开后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你去给知县女儿治病了？知县是程汝信啊？是姓程。哎呀，你管他姓什么呢？我跟你说说那个侍卫和小姐的事情。顾采薇八卦地说，又不解地捧着腮问道，我就想不明白，那个侍卫为什么不跟县令大人提亲呢？他怎么想的呢？宋铎显然对此不感兴趣，却对他口中身手不凡的侍卫有兴趣，问了他几句关于童侍卫的事情。在听到顾采薇去青楼的时候，眼神间难掩厌恶，不悦地说，不准跟那些人来往。不知人间疾苦。顾采薇恨恨地说，晚上我想吃鸡肉馄饨。
来，你妹妹啊，我表妹。哎呀，我怎么这么不适应啊？她什么时候到呀？她能住惯这里吗？宋铎是军人，可能更随遇而安。你好好照顾就是。她从小身子骨弱，一直吃调养的药丸。你回头啊，给她看看。你妹妹性格怎么样啊？比你好。顾采薇无语，妈蛋，这还怎么聊下去啊？晚上煮好馄饨，她在宋铎的大海碗中狠狠加了2勺辣椒油。她可不是记仇的小女子，有仇得立刻就报。宋铎却吃得出了一头的汗，大呼爽快。顾采薇迟疑一下，给自己加了半勺，辣的嘴唇都肿了，还说给我带小茴香呢，说话不算数。带了，在包袱里，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你回头打开整理一下。真的？等我给你烤孜然羊肉。啊，奇怪，我怎么没闻到呢？下人收拾的都放在铁盒子里，自然散发不出气味。吃完饭，顾采薇兴致勃勃地打开宋铎带来的包袱，一个包袱是他的几身衣物，难得的是内衣竟然还是他做的那2身极丑的，另一个包袱里就是他感兴趣的调料，还有一些难得的香料，然后就是一些金银首饰，有4、5个各式各样金镯子，几个金类丝镶宝石戒指，2条金镶宝石项链，还有耳环、丁香、发簪之类，看起来金光闪闪，夺人眼球。哇，表哥，这些首饰是给我的！顾采薇欢呼雀跃地问道。爱美是每个女人的天性，虽然她不爱戴这些累赘的东西，但是这精湛的手工技艺和名贵的材料，欣赏起来也心情舒畅。哇，是我者表哥也！顾采薇竖起大拇指。可是无功不受禄，宋铎的这份大礼有点太重了，已经收了8颗硕大的东珠了，再收就说不过去了呀，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宋铎看他那小矫情的样子，忍住笑说：那算了，给我吧。眼睛望着顾采薇，顾采薇跺跺脚，这人也不知道客气下。宋铎眼角瞥见他肉疼的样子，心情甚是舒畅。晚上熄了油灯，宋铎突然说：明珠性格懦弱，但是人很好相处，琴棋说话都懂，只是心思重，有什么委屈也不说，所以身体也一直弱。这是要来个林妹妹啊！宋铎之前没想过接她出京，不过偷偷回府中见她被下人欺凌，他想起顾采薇孤身一人敢跟人贩子叫板，敢奔走千里，并且靠着自己安身立命，突然有些惭愧，对这个妹妹只尽到了抚养义务，却没有教她强硬些。万一有一天她不在了，她不敢想象她的结局，但是她敢断定，如果是顾采薇，有没有她活的都会很精彩。你看这个女人在她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做了多少胆大妄为的事情，也该让顾采薇从明珠身上学学到底什么是大家闺秀，好好的板板她的性子，否则以后她就在屁股后边给她收拾烂摊子吧。顾采薇有点发愁，要是像林妹妹那般动不动就捏着手绢垂泪，她的小心脏可受不了啊。第二天是腊月25，阿元早上来，都说了别来，你婆婆没说什么难听的话吧？一边扫地一边问：哎呀，姑娘放一边，我来做就行。现在我给家里赚了钱，婆婆也不像之前那样待我，还多亏了姑娘。姑娘在村里好人缘，姑娘都善待的人，其他人自然觉得也是好人，那就好。不过临近过年了，老人讲究多，你也别往外面跑了，我自己可以的。明天说是表妹就来了，我也摸不清她的性子，万一是刁钻的，总不敢给我这个主人甩脸子，我怕你受委屈。阿元点头，也出不来了，明天开始家里就忙了，但是姑娘若是有什么事情，就让多儿去喊我，表少爷在，我总算不担心你的安全了。切，他不吓唬我就好了。敞开的大门外响起了马蹄声，顾采薇放下扫帚出去查看，这会儿就来了。阿元跟在他背后出去，来到的是童侍卫，他从马车上跳下来，冲顾采薇拱手行礼。顾姑娘，可是程小姐不好。小姐无事，顾姑娘的方子孟大夫也说是极好的，小姐服用了这半个多月，身子确实好了很多，所以大人和夫人命我来感谢姑娘，顺便给姑娘送点年货。程小姐没事就好，快进家里坐坐，喝杯热茶。宋铎不知道何时从屋里走出来，这是我之前给你提的童侍卫，这是我。我是他表哥，也是未婚夫。宋铎打断他的话，能为小姐效劳一二，是我们之荣幸，大人和夫人何须挂怀。童兄，快里面请。顾采薇目瞪口呆，这货也太能装了，咋就这么把自己当主人呢？未婚夫那事儿怎么又拎出来了？
宋铎引着童侍卫进到主屋，不知宋兄在何处高就？原是在军中效力，奈何后来伤病。那童兄呢？我本孤儿，被师父捡到山上，后来下山。两个男人真真假假，巴拉巴拉的讲起话来，两人几句话下来就已经熟络得很。幸得顾姑娘妙手回春，我家小姐病情大有改善。15县里有花灯，我家夫人的意思是邀请顾姑娘去家里住一，和我家小姐一起看花灯，顺便给小姐复诊一下。此前因为不知宋兄也在，所以没提及。我大胆做主，邀请宋兄和顾姑娘一起，不知宋兄可否赏面？童侍卫一番话说得很是客气，也很诚挚。坐在一边的顾采薇不淡定了，谁是正主啊？不是邀请他吗？为什么不跟他说，要跟宋铎说呀？宋铎只是挂名未婚夫而已，他又没嫁给他，他替他做的哪门子主啊？宋铎余光瞥见顾采薇气鼓鼓的样子，知道他心中在郁闷什么，不动声色地答应下来。承蒙夫人好意，也多谢童兄弟相邀，15那天定去叨扰。得，这是个惯会顺杆子往上爬的。他俩剩下的谈话，顾采薇已经不感兴趣了。看他俩人聊得还很欢快，估计得在这里用饭了。他自发自觉地出门到厨房里跟阿元一起收拾饭菜去了。他性子懒散，被我惯坏了，童兄弟见笑了。宋兄言重了，顾姑娘天真烂漫，妙手仁心，宋兄好福气啊。中午的时候，童侍卫果然被留下来吃饭，跟宋铎推杯换盏，两人颇有相见恨晚之意。吃过午饭，童侍卫急于回去复命，宋铎也没有多加挽留，和顾采薇一道送他出门。今天羊肉做得不错。回答他的是顾采薇的一声哼。宋铎直接问：气什么呀？你为什么替我做主啊？你怎么就知道我正月15没事可做？万一我有别的事情呢？我是你男人，自然可以做你的主，有别的事情推了就是。胡说！你在童侍卫面前装就算了，咱俩真的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吗？你算我哪门子男人呢？宋铎面色骤然沉下来，望着顾采薇的视线冰冷。顾采薇要说不害怕是假话，可是他并不觉得自己说错了什么。宋铎对他的心思他能感知一二，但是他根本就不敢喜欢他，也没想喜欢他，所以现在看着他一步步侵入他的生活，他也很不高兴。采薇也任性。宋铎叹了口气，态度先软了下来。顾采薇心里也松了口气，表哥，你是大人物，你做任何事情都有目的，所以我不问你来路，不问你为什么去而复返，不问你何时来何时去，我可以容你住在我家，给你提供饭食，因为你救过我，我也救过你，你帮助我，我也照顾你，如此扯平而已。至于其他，尤其是男女之情，我从来没有妄想过。你我云泥之别，我很清楚，也从未想过飞上枝头变凤凰。我原来以为自己态度很明确了，但是看起来表哥还有误会。那我现在只能明明白白地说，我与你绝无可能。做你的女人是荣耀，可是这份荣耀我不要，我不会做任何男人的附属，我只是我。宋铎看着他，面色复杂。顾采薇，顾采薇。他慢慢的从嘴里吐出这个名字。记住你今天说的这番话，不会做任何男人的附庸，记住。顾采薇对上他若有深意的眼神，咬着唇道：我会记住。即使是康子慎。宋铎一个字一个字说得缓慢而清晰。康子慎是谁啊？顾采薇觉得莫名其妙。宋铎望着他，他的眼神不似作伪，而是真的不知道。他似乎是松了口气，只有他知道他是犹豫了多久才问出这个名字。还好顾采薇的反应没有让他失望，他皱眉问道：你真的记不起来了？那顾延清你可记得？大柳树胡同呢？顾采薇摇头，眼神茫然。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忽然他眼神一亮，宋铎的心跟着一紧。可是想起什么？他追问，不放过他任何细微的表情和动作。顾采薇是想起什么，然而他想起的是宋铎发现他前身的秘密了。难道他说的跟他前身的身世有关系？这件事情他很想知道，他真的一直害怕哪天突然冒出父母亲人之类。要知道这是女人没有任何选择权利，对父权绝对服从的古代。表哥，你是不是知道我是谁了？这句话在宋铎听来不至于晴天霹雳。他这是承认了？难道她真的是顾家的那个女子？她真的是那人的女人？表哥，快告诉我，我是谁啊？宋铎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得到的会是这样的答案。一时间错愕、困惑、怀疑，各种表情让他脸色变得很奇怪。表哥，你一定知道的，快告诉我啊！你也知道当时你救我的时候我头摔坏了，我真的是一点都不记得以前的事情了。
满嘴谎言，一点都不记得，那如何记得宋仲基啊？他也不知道为何自己会脱口而出这个名字，他并不知道这个名字已经隐隐成为他心中的一根暗刺。每当想到有一个病秧子身材孱弱，形容猥琐，却能得到他就觉得胸闷气短。现在不会说你前夫也忘了吧？还有你父亲呢？你不是说是军人吗？我查了6品以上的顾姓武将，并无名叫采薇之女，也并无走失之女。当时买卖你的人牙子，我也派人找到调查了，他说是在京城，有人没要银子把你卖给他，只要求他把你卖得远远的。当时你自称姓顾，承诺他若是把你送到大柳树胡同，就给他1000两银子。不过他知道你恐怕是被拐卖的，并不敢回去。你调查我？顾采薇消化着他口中的消息。是。宋铎痛快承认，事实上在顾采薇面前，他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有耐性，那么沉得住气。在京城时候，他第一次知道他的身份时，心里百感交集。原本他该继续不动声色，该想如何利用这件事情去重创那个人，可是他第一次做了不理智的事情。明明一切证据俱全，他就是不肯相信。他派人送来了京中那个顾采薇最喜欢的武医来刺探他的反应。其实这招很冒险，如果他真的是那个女人，如果他真的别有所图，那么他的举动会提醒他已经知道他的身份，进而打草惊蛇。好在结果如他所愿，顾采薇根本就不认识那件衣服，这样的结果让他高兴，又让他更加困惑。再次回到这里，顾采薇一如既往地待他，没有惶恐，也没有更加热情。这个问题即使今天不由同事为这件事情引起，他也要找个机会问个清楚。既然想要她做自己的女人，她的来路比她的意愿对宋铎来说更重要。眼下他迫切地想得到他想要的答案，虽然目前看来事情的真相好像有点不合常理。那你查出来了？顾采薇试探地问着，眼中有好奇，有不安，但是没有害怕。你自己说还是让我说？宋铎故作严肃地问。我呸！顾采薇啐了一口，当审问犯人呢？我自己要是知道还用问你啊？他的这个反应宋铎倒是没有太意外，也不计较他粗俗的言语。请说，宋仲基是谁？或者说他真实姓名是什么？顾采薇不由得翻了个白眼，心里十分好笑，但是想解释这事情好像有些麻烦，因为眼前这人是一言不合就把人从头查到脚，连头发丝都能查明白。宋铎很有耐性地看着他眼珠子转来转去，半晌听他解释。潘安你知道吗？宋铎嗯了一声。顾采薇松了口气，还好架空的不算彻底，总算有点共鸣。潘安出门沿途会有许多女子往他车上扔瓜果，这个你也知道吧？治国营车。顾采薇点头，对，宋仲基呢就是一个潘安一样的人，我呢就是那扔瓜果的诸多女子之一。我是很看得上他，但是他看不上我呀，我单相思，懂吗？宋铎看着他，这姑娘脸皮真是厚到令人发指，看得上单相思这样的话张口就来，一会儿谈完话就得立刻让她学女戒，等明珠来了让明珠好好教教她。他不知道自己内心深处其实已经选择相信顾采薇。我没有听说过宋仲基这个人。顾采薇拍着额头，化名，我喜欢的人哪能随随便便告诉你啊？那为何也姓宋？妈蛋，早知道就说朴宝剑了，搞得像他暗恋宋铎一样，白眼无数个。哼，哎呀，巧合啊！父亲到底是谁？为何说他是武将？这是宋铎一个很大的疑问。那天谈及父亲的时候，顾采薇分明是很动情的，这个顾采薇真的解释不了。他沉默，而宋铎就极有耐心地盯着他，等他的回答。南柯一梦。最后顾采薇只想到这个词，信与不信都是这样。宋铎不置可否，其实他自己想的解释也是如此。他分析很久，最终只能归结于无法解释的事情，说是以前有人跟他说这种事情，他必然呵斥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相信顾采薇，这种不理智的信任让他苦恼，这是他以前20多年从未有过的体验，这也是他风尘仆仆赶来的原因之一。顾采薇说完后，本来已经做好不接受这个解释的打算，不想宋铎却没有再追问，转而跟他说起明珠的行程，大概是今天晚些时候或者明天上午会到。喂，你还没说我到底是谁呢？顾采薇恨死他这副模样了，
把他的话全套完了，然后自己嘴闭得比蚌壳还紧。你不是顾采薇吗？宋铎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带着几分打趣说道：你尽可以问我是谁，可是你是谁，只能问你自己了。无耻！康子慎、顾延清。顾采薇拿着树枝在厨房的地面上划拉，嘴里念念有词。她不要再搭理那个面黑心更黑的宋铎了。说了半天，一句话都没问出来。他肯定是知道他的身份，还知道他前身的一些事情。听他的口气，前身和康子慎这个男人应该有点男女瓜葛。顾延清呢，跟他同姓，应该是亲人。阿元在擦灶台，听他嘴里念念有词，细听又听不清楚，只依稀听见画个圈圈诅咒你这几个字，被他反反复复地说。虽然不知其意，但是料想是跟宋铎有关。康子慎是谁呢？这话阿元听得分明，脸色突变，放下抹布，望着顾采薇，神情严肃地问：姑娘在说什么？顾采薇吓了一大跳，见他脸色严肃，忽然想起他也是在京中大户人家做过活，连忙拉着他问：阿元，你之前的主子家是在京城对吧？那你听过康子慎、顾延清这两个人吗？还有大柳树胡同？说完，他目光迫切地盯着他。姑娘，康是国姓，你说的这位康子慎，我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是估计肯定是权贵之家出身。顾延清我是知道的，这是当朝太子太傅。大柳树胡同我听说过，但是好像那里住的都不是什么正经人家，那边上就是京里有名的章台路，很多富商权贵豢养外室都在那里。哦，那就是二奶街了。顾采薇喃喃地说，他跟那里有什么关系？他难道是那个康子慎的小三？跟那太子太傅有什么关系？那可是很大的官，莫非是他的远亲？他是小三，被正式发卖？前身呢？前身？不是我说你做什么不好，做人家小三呢？顾采薇心里叹道，最后落下被人发卖的结局。不过真是那样的话，虽然他心里有些膈应，但是能做小三，说明不是什么大家闺秀。这个年代给人做妾不可耻，但是外室就太丢人了。家里人说明没什么能量，而如果真是被正主发卖，那以后也不可能寻他，他就乐得自在了。顾采薇是个心大的姑娘，这样想着就有几分轻松下来。不过阿元显然是被他吓到了，问他如何会突然问起经理的事情。他问及的又是什么人？顾采薇摆摆手，没事，就是表哥今天随口提了几句，我想着问问你。阿元心思重，显然上了心，对宋铎的来历也上了心，可惜想了半天也记不起来曾经见过如此卓而不群的年轻男子。吃饭时候，顾采薇已经心情大好，完全不像下午被气得咬牙切齿那会儿。宋铎心中诧异，忍不住问道：你怎么不好奇了？顾采薇洋洋得意地说：我都知道了，还好奇什么呀？哦，且说来听听，又想起来了。我偏不告诉你，表哥，看书写字记得睡之前把灯灭了，你来之后我灯油都多用许多。我得睡觉去了。去哪里啊？厢房啊。哎呀，别担心，炕烧热了，比正屋不差。明珠不喜欢别人睡她的地方。顾采薇无语，那我也不喜欢别人睡我的床啊，难道你想占我便宜啊？故意用警惕的眼神看他。宋铎嗤之以鼻，上下看看他，毒舌道：就凭你？顾采薇怒了，姐现在也是前凸后翘水蛇腰大长腿好不好呀？你们这些古人不懂审美，偏偏喜欢一身大肥肉，哼！他气哼哼的，熄灯，灯光太亮，我睡不着。睡不着就起来跟我习字。假装没听到。康子慎若是知道你把他忘得如此彻底，不知道会如何想。顾采薇还是装死，小样，拿话激我。我知道那康子慎是圆是扁，跟我有1毛钱关系吗？女子薄情起来比男子还狠心呐。顾采薇听见这话，突然拥背坐起来，看着宋铎道：你有完没完呢？我都说不认识那人，你说我认识，又不肯告诉我他到底跟我什么关系，还反复拿话刺激我，有意思吗？你要是想说就痛痛快快的说，不想说那我告诉你，我是他的外室，然后还有点受宠，最后他的正妻看不过去，把我卖了，对不对？宋铎望着他，半晌说道：差不多。你看，他正妻差点害死我，他也不找我，谁薄情啊？他有情，为什么不给我钱，不给我名分，让我做外室啊？这种男人被忘了也是活该。还有事吗？宋铎没说话。没事，我睡了啊，别跟我说话。顾采薇拉过被子，蒙上头，瞪了他一眼，躺下了。也许是顾采薇发这顿脾气起作用了，宋铎再没提起这些事情，而他睡了一觉，也自发忘记这事儿。
快到中午的时候，随意终于驾着马车姗姗来迟。顾姑娘，可安好？看到顾采薇临门而立，笑吟吟地看着他，随意笑着拱手行礼，向他问好。很好啊，哎，看起来恢复得不错呀。顾采薇走上前去，伸手在他胸口上轻轻敲了一下，到底年轻，底子好。随意看看后面面色不善的宋铎，红着脸退了一步，拉开马车前面的帘子。小姐，我们到了。他把旁边的凳子拿下来放在地上，恭敬地掀着帘子，躬身垂首。后一个身穿雪白狐裘、身材纤细的姑娘慢慢探出身来，露出一个温柔的笑容。顾采薇打量她，眉如远黛，双眸含水，面部轮廓柔和，皮肤白皙细腻，嘴角弯弯，笑不露齿。虽然年龄看起来只有12、13岁，却已有大家闺秀的风范。最重要的是，她的笑意是从眼底散发出来的，让人看了就心生欢喜。这正是顾采薇最喜欢的女孩子类型。她自己很疯很野，所以跟春花能相处得很好，但是心底更喜欢的是温柔如水的女子，所以她立即面带笑容地上前扶她一把，像熟人一般跟他打招呼。明珠吧，你好，我是顾采薇。明珠也是第一眼就喜欢上眼前这个爽朗热情的姑娘，五官精致，身材窈窕，虽精衣不群，不施粉黛，却令人惊艳。顾姐姐好，大哥安好。宋铎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看得顾采薇火大，这还是亲妹妹吗？天寒地冻的赶了几天路来，热切的跟大哥打招呼，热脸却贴了冷屁股。可是再看明珠，虽略有失望，却习以为常的又跟顾采薇说话。顾姐姐叨扰了，快到屋里暖和。说完也不看宋铎，拉着明珠的手就往里走。明珠看看宋铎，后者轻轻点头，他这才跟着顾采薇进去。明珠啊，这是厢房，你将就些住，我这里条件差些，来，快上炕暖暖。顾采薇直接把他带到厢房里。明珠有些拘谨地看看四周，布置简陋，确实是他没见过的。不过他虽然生于富贵，长于富贵，但是不娇气，并无嫌弃之意，反而对顾采薇升起了浓浓的同情之心。顾姐姐竟然一直在这样的陋室居住，听她唤自己，明珠委婉地拒绝。大哥一会儿怕是要叫我。宋铎现在估计跟随意问情况，一会儿就得照自己说几句话。哎呀，快上去坐啊！顾采薇把他推到炕边，一会儿他叫你，让他过来说话就是。这怎么可以啊？长兄若父，他对大哥一直敬重有加，怎么可以无礼？他们一时半会儿说不完，这是我家，按照我的规矩来。他靠近炕边的位置坐了下来，顾采薇坐到他对面，自己伸手给他倒水。这是我自己兑的药茶，对女子很好的，你喝喝试试。如果喝不习惯，这里还有冰糖，根据自己口味加。明珠道谢，接过来抿了一口，握着杯子赞道：味道很好。喜欢的话，回头回京我给你带一大包，都是我自己配的。你大哥说你身体弱，所以额外加了些温补的药材，虽然有些药味儿，但是对身体好，比那些乌漆漆的草药好喝多了。饿不饿呀？鸡汤已经炖着了，菜也都炒好了，放在锅里温着呢，我们先吃。明珠透过开着的门望着正屋，里面还没有动静，摇摇头不饿。顾采薇心里无声叹了口气，怪不得宋铎总骂自己该学女戒呢，看看这明珠被他荼毒的多乖呀。你坐，我先去厨房看看。明珠点点头，就要下炕帮忙。嗨，顾姐姐，我来帮你。顾采薇连忙拦住他，哎呀，快不要下来，好好暖暖，我自己就行，要想帮忙以后再帮，初来乍到的第一天总是客人嘛。明珠想了想，点点头，那麻烦姐姐了。顾采薇觉得她应该把阿元叫回来，对于这么多礼的孩子，她很有压力啊。顾采薇在灶底又添了2块柴，走到正屋门口敲门。长话短说啊，我饿了，要不我就先吃了。进来吧。顾采薇大大咧咧地走进来，见随意正立在炕前，两人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宋铎心情看起来不错，大呼小叫像什么样子？下午就跟着明珠学规矩。那你中午就吃规矩的了。随意，走，跟我吃饭去。随意低头憋住笑，身子轻轻颤抖。顾姑娘还是一如既往的敢说敢做，能降得了爷。因为随意在，所以就分了2桌，宋铎跟随意在正屋吃，明珠和顾采薇在厢房。随意啊，这个辣子鸡、水煮鱼是特意给你做的，上次时候你受伤都没吃到，我一直记着呢。随意连忙感谢，偷偷看了一眼宋铎阴沉的脸色，不敢吭声。来时也想过给他带礼品，但怕爷多想，像刘鑫那样傻乎乎的给银票，他也做不出来。
来日方长，若是他跟了爷，以后总有用到自己的地方。他如此想到。吃过饭，顾采薇让明珠在炕上补会儿觉，自己在厨房里洗洗刷刷。正屋里，宋铎正在跟随意说顾采薇：爷，那人现在找姑娘已经找得发疯了，太傅那边本来就端着，现在他做出这种事情，触及了太傅底线，太傅这只老狐狸恐怕借此做文章啊。哼，太傅本就想坐山观虎斗，挑着胜利一方投靠，不过不管是内人还是三皇子都不会允许他这样，所以他做出选择，以他的慎重和对皇上的了解，自然选择内人。不过他还需要联姻来给他们之间的合作加上筹码，只可惜啊，他们都没料到会出这样的篓子。本来这事情呢也没什么，太傅的孙女多的是，更别说这还是个外事所出。他现在后悔了的原因，不过是因为这件事儿觉得那人不靠谱，那人能想出这样的昏招，放谁也不能放心啊。随意听得连连点头，纠结几番，还是问出口：姑娘对这些事情他都不知道。宋铎道：他失忆了。关于顾采薇那南柯一梦的说法，他相信，可是他不想对人说。那万一他要是记起来呢？随意不无担心地说，他发自内心的喜欢现在的顾采薇，可是万一他变成自己调查中的那个高傲又自卑、自负又可怜的姑娘，他真是喜欢不起来。而且之前的顾姑娘对那人情根深重，宋铎自己也想过这种可能，可是有意无意地逃避这种可能，他实在想象不出来，在自己面前坚强独立、不肯抚救的姑娘，会为了一个可悲的名分头破血流。走一步看一步，真有那天，我们也有反过来利用他的机会。说到利用他，宋铎的心似乎被针扎了一下，随意心里默默地说，希望没有那一天。跟宋铎又说了会儿话，随意就跟顾采薇告辞了。京中独留母亲一人，想除夕之前赶回去陪她过年。哦，那是得赶快走。哎，等等，我给你收拾点东西。顾采薇想想，快手快脚的烙了几张饼，把中午剩下的烤羊肉都给包起来，给他的酒囊中灌满了烈酒。中途遇寒，又给了他2瓶冻伤膏。没什么好东西，这一坛是我自己腌的小黄瓜，这包是我晒的菜干，都照着纱布晒的，很干净，带给令堂尝尝农家东西。随意连声道谢，心里感动又遗憾。为什么顾姑娘要有那样的身世呢？顾采薇不知道她心里想这么多。他解下马，自己骑马扬尘而去。你对她倒是好啊。回到屋里，宋铎对顾采薇不无酸意地说道：嘴甜懂礼貌的孩子能不讨人喜欢吗？孩子？他比你大，莫非你喜欢他？对啊，我就是喜欢他。那你死心吧，我不同意。你管不到我。他的婚事没我点头不行，放下那只脏狗。就不。小乖乖，来，咱们不理坏人。顾采薇双手握住雪团的身子，把他举起来。害怕不？快摇摇尾巴跟我求饶，要不我就不放你下来。我如果不同意，他娶不了你，那你都不行。就算你求我，我勉强答应，他娘也绝不会答应。他娘是真正的名门闺秀，对未来的儿媳妇要求很高的，最起码……他瞥了顾采薇一眼，最起码要身家清白，规矩有礼。顾采薇假装没听到，和雪团玩得欢快。厢房里传来明珠弱弱的声音：顾姐姐，你在吗？声音很低，几乎带着哭腔。在呢，来了。顾采薇连忙放下雪团，在旁边的盆子里洗了手出门去。顾姐姐，我把褥子弄脏了。明珠坐在炕上，脸红得像要滴血，窘迫又紧张。没事没事，肚子疼吗？别紧张，这说明啊，你长大了，这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呢。你的衣服呢？在柜子里啊，我给你找一套来换。炉子里有热水，我这就去兑水，你洗洗，我再去取点东西，回头教你怎么用。给他找了衣服，又打来水。顾采薇想起自己做的姨妈巾，匆忙到屋里去找。明珠本来就身子弱，来了姨妈后更是恹恹的。顾采薇也不用她帮忙做什么，教她一些基本的生理卫生常识后，给她熬了红枣、姜茶，哄她热热的喝了2碗。黑暗中，明珠轻声唤她：怎么了？换地方睡不着了？顾采薇问：还是肚子疼啊？汤婆子还热乎吗？用不用我给你换热水啊？不疼，暖暖的很舒服。顾姐姐，你真好，怪不得大哥喜欢你。黑暗中，顾采薇白眼翻得肆无忌惮。没事，褥子弄脏了可以再换。你身下我不是给你垫了小褥子吗？那个这几天你用，回头我拆洗，以后每个月都有这么几天了。每个月都有，想想也很恼人。是啊，所以啊，女人千万别为难女人，做女人太不容易了。顾姐姐，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不害怕吗？你真勇敢。明珠不无钦佩地说：你长得好看，性格又好，
还懂医术，真厉害。术业有专攻，你哥哥说你是才女，琴棋书画都很好呢。像我对这些就是一窍不通，长得好不好看那是爹娘给的，性格嘛，我是个火爆脾气，眼里揉不得沙子，像炮仗一样，一点就着。哦，对了，你放过炮仗没？对着顾采薇跳跃的思路，明珠就跟着歪楼了，摇头说道：没有，我害怕。以前过年时候会在内院听见小厮在外面放鞭炮，也能看到烟花，拿到我面前是不成的。顾采薇嘻嘻笑，那有什么好怕的？我买了好多呢，等除夕夜我带你放啊，肯定没事儿，自己放才开心呢。好。也许是因为下午睡过了，明珠一点睡意都没有，睡不着。顾采薇敏感地发现了她的僵硬，有一点，许是下午睡多了。顾姐姐忙活一天了，快睡吧。没事，我今天也没做什么，我陪你聊聊天。说完这句话，顾采薇就有些断片了。她不知道跟一个在豪门中长大的小姑娘有什么可以谈。明珠是个谨慎的孩子，估计宋铎对她也有交代。要不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顾采薇想了半天，决定给他讲《红楼梦》，豪门生活也许会更容易代入些。明珠当然不会反对，顾采薇就开始凭着记忆删删减减讲了大半夜，讲到最后她先睡过去了。腊月29就是除夕，所以27、8两天，顾采薇需要开始准备过年用的东西。关上门也没有外人，明珠像顾采薇的小尾巴一样跟着她忙里忙外。当然帮忙就算了，烧火顾采薇怕他烧了厨房，又怕烫伤他，杀鸡褪毛这些事情他都得捂着眼睛也做不得。上岸切菜炒菜那更是不敢用他。明珠很挫败，顾姐姐，我是不是给你添乱了？顾采薇笑着安慰他，你陪我说话，我干活干的就不那么无聊了呀。晚上你教我写字。宋铎良心还没有坏透，没有真的逼他跟明珠学规矩什么的，倒是两人自己晚上一起头拱着头写字作画打牌，很是开心。表哥，你睡了吗？顾采薇敲敲门，宋铎正气结呢。这个顾采薇自从明珠来了，对他可谓极尽冷淡，除了给他做饭烧水，连多余的话都没有。一有时间就钻到厢房里跟明珠玩，屋里常常传出两人的欢笑声，留他一个人待在主屋里，冷冷清清。一天之中，他至少有8次想摔东西的冲动。做什么？冬夜漫漫。直接说。宋铎打断他的话。什么叫冬夜漫漫？难道他要自荐枕席吗？说起来，他大概也不会拒绝。不过明珠还在这里，这样胡闹他可不许。顾采薇不知道他已经想得那么远，有求于人，他说话就客气。子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表哥，我们请你玩纸牌。顾姐姐，我们快回去吧，别吵大哥了。进来吧，门没栓。明珠都快哭出来了。顾采薇冲明珠露出得意的笑容，拉着她进屋。表哥，来，我教你玩纸牌。明珠，你站在地上干什么呀？快到炕上坐呀。明珠冲宋铎行了礼，怯怯地站在一边，嘴唇动了几番，才低声说：大哥，扰到您休息，顾姐姐看我睡不着才陪我玩的，您别生气。他本以为宋铎会不耐烦地让他俩走，不想他竟然拍拍自己左边的位置，对他说：上来坐，你身子弱，地上凉，这里暖和。明珠激动的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印象中大哥极少跟自己讲这么长的话，也不会直接关心他的身子弱。上好的补品流水似的往他院子里送，但是这样贴心的话从来就不会当面讲。快上去啊！顾采薇推了他一把，自己跳到对面位置，正要脱鞋，听宋铎唤他去冲茶。去，真难伺候，风一样的拎着茶壶跑出去。你这2天可适应啊？多谢大哥关心，有顾姐姐费心照料，一切都好。宋铎一下子也不知道说什么了，他大概被顾采薇传染了，已经习惯他说话直来直去，跟明珠说话突然觉得有些累。如果有什么需要不好意思跟他说，就来跟我说。
明珠受宠若惊的答应。他正手足无措的时候，救星顾采薇端着茶壶茶杯进来，还有2碗红糖水。顾采薇给宋铎斟茶，把红糖水推到明珠面前1碗，自己留1碗。咱俩不喝茶，喝了回头睡不着觉就难受了。宋铎怒，喝了睡不着，为什么还给他喝呀？顾采薇似乎看出他所想，故意气他，红糖水都是女人喝的，表哥你不会也想喝吧？来，我讲规则。顾采薇拿起自制的扑克牌开始讲起来。明珠有跑得快的经验，所以很快就懂。表哥，学会了吗？顾采薇讲得很快，一遍过后转头问宋铎，他才不会承认，他就是故意快点说，让他出糗呢。开始吧。没想到宋铎直接喊开始，切，让你装，一会儿就得露馅儿。顾采薇心里想着，不想第1局就被宋铎抢了地主，大获全胜。宋铎不理他。第2局、第3局，宋铎像开了挂一样，一连赢了10几局。哎呀，不玩了，没意思。顾采薇挫败地趴在炕桌上，你手气太好了，老天爷也欺软怕硬，没法活了。那你来抄一会儿女婿，让明珠给你讲解，我就在旁边看着。宋铎不紧不慢地说道。继续玩，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宋铎一副我就知道会这样的了然姿态。明珠无语，她怎么就这么羡慕顾姐姐，在大哥面前也这么随性，不像自己小心翼翼的不敢说话，不会让大哥高兴。她看得出来，刚才大哥说话的时候眼睛里带着温暖的笑意，仿佛融化了眼底的寒冰。明珠，别发呆了，该你拿牌了。好。3个人一直玩到子时，才各回各屋里休息。大姑娘，救命啊！顾采薇觉得自己才刚躺下，就被外面猛烈的敲门声，不，准确的说是砸门声和女人的呼喊声吵醒。明珠也醒了，看见他一双大眼睛里充满了惊恐，他是想起来大哥生死未卜，府里被御林军围住的情形。你好好躺着，别怕，应该是村里或者是周围的人有疾病求医，我去看看。你快躺下吧，应该刚到营室，你躺一会儿，我直接把病人带到正屋去，你就安心休息。点燃了旁边的灯笼，提着推开厢房的门，冷风在耳边呼啸，哈口气都能在眉毛上留下冰霜。顾采薇看到正屋的灯也亮起，心里微安，她裹紧衣服想要去开门。灯笼给我，我去。不知道何时，宋铎站在她身后。顾采薇没有坚持，3更半夜家里有个男人的好处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宋铎刚刚打开门，几个人抬着门板就冲了进来，旁边跟着的中年妇女哭着喊，大姑娘，快看看我这媳妇儿怎么样了。顾采薇让几人把门板抬到屋里床上，才发现床板上胖乎乎的女人肚子隆起，下身一片血水。你们先出去，她夫君呢？还有你留下来。顾采薇指指她婆婆，一个男人站了出来，黑暗中也看不太清楚，顾采薇也没有时间精力去看她的长相。大姑娘，我是她夫君。她怀孕几个月了？可吃了什么东西？哎呦，并没有吃什么特别的东西啊，白菜炖肉，吃了2个馒头。哎呀，自从她怀孕，我都不用她干活，吃东西也很小心啊。那男人突然想起什么，望望自己的母亲，又望望病床上已经没多少生息的女人，有些犹豫。顾采薇拿起针，在婆婆的帮助下迅速解开女人的衣服，在几个止血的穴道上扎了针，才又抬头看那男人，不想让他死，就实话实说。那婆婆这才发现儿子的欲言又止。都什么时候了，你有什么话不能说呀？你要看婉娘死吗？说着泪水哗哗直淌，望着床上的女子，心痛溢于言表。就是婉娘晚上偷偷喝了1碗药啊，让我在屋里给她煎的，那可是好药啊，是婉娘姐姐给的，说是可以生男孩的药。
放屁！我打死你个糊涂的东西！当母亲的立刻就怒了，咣咣给了儿子2记耳光。哎呀，晚娘糊涂，你也糊涂呀！她那个姐姐要是个好的，能被休回家；她要是个好的，娘家能不让她进门吗？就在村里搭个棚子，她就是见不得晚娘好。偏偏晚娘啊，就听撩拨，你知道了也不告诉我。哎呦喂，这是要绝了我们老耿家的后啊！哎呦！顾采薇呵斥一句：“别在这里呼天抢地的。”他不知道这家到底是什么狗血剧情，但是通过诊脉和患者家属的话，他基本已经断定他服用了堕胎药，还是药性极其阴毒的虎狼之药，胎儿是保不住了。不过如果不尽快清宫，就是一尸2命。可是即使清宫，大出血已经发生，这里又不能输血，这女人能不能保住命也不好说。顾采薇只犹豫了10几秒，转头对男人说：“孩子和大人，抱孩子，抱孩子！哎呀，我们老耿家3代单传，我守寡多年，好不容易给儿子娶到个媳妇儿，拿他当手心里的宝啊，就指望着他给我们家传宗接代。哎呀，他偏偏不争气，听那坏人挑拨。闭嘴，没让你说话，你说。”他目光灼灼地盯着那男人，那男人显然没什么主见，既舍不得媳妇儿，又不敢违逆母亲，嘴唇翕动半天没说出话来。病床上的女人眼角2行清泪滑落：“大姑娘，请救救我的孩子，孩子没了，我就算活着也没有意思。”话语里充满了恳求和绝望，不想他竟然如此让人失望。顾采薇心里一片冰冷，她懂这个女人并不单单心疼孩子，如果失了孩子，恐怕以后要面对的就是婆婆日日责骂甚至虐待。可是真的很抱歉，她帮不了她。她冷笑一声：“哼，我要说的是，孩子和大人都保不住。”男人泪水滑落，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大姑娘，求求你救救万娘啊！我不要孩子，我只要万娘。”那婆子眼里也失了神，喃喃地说：“怎么会这样？我攒了那么多年的钱呢，钱都花了，结果娶个丧门星回来。哎呦，这让我儿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顾采薇已经不想理他，对那男人说：“现在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试试，至于能不能救得他性命，就看他自己造化。”哎，大姑娘，那抱孩子呀，放心，你尽力去保，保不住我老婆子也不怪你。抱孩子，抱孩子呀！孩子别想了，已经是死胎了。顾采薇冷冷地说：“一个未曾谋面的孙子，竟然比不得朝夕相处的儿媳妇儿。人性的卑劣不能细想，否则真的容易抑郁。你们都出去，我给他开药，你去熬药，你在门口等着。”顾采薇指着2人说道，抬腿往外走。“表哥，你去帮我叫阿元来帮忙。”顾采薇找出手术器具，找出了药的药材，让那男人去煎药。我去。婆婆大概觉得亏了个孙子，不能再亏儿媳妇儿，否则再娶也难，所以擦了眼泪就去煎药。阿元头发难得有些凌乱，跟着宋铎匆匆进门，他后面是棉袄扣子还没系好的李茂明。“大姑娘，我来。”他没多问，看着顾采薇在煮他的宝贝疙瘩，连忙说道：“他见他弄过几次，知道该怎么消毒。你放宽心，我会救你，而且你以后还可以再要孩子。你家人深夜带你来找我，就是相信我的医术，你也要相信我。”孕妇刚才听她严厉呵斥婆婆和丈夫，此刻对自己说话却柔声细语，声音温柔却坚定，有一种奇异的安抚人心的力量。她重重点头，往后缩了缩：“大姑娘，我信你，就是救不了我到了地下也得说说姑娘好话。”给她喂服了催产的药物，擦净了身体上的血污。顾采薇对站在身边的阿元说：“害怕就转过头去，手别颤抖，给我照亮就可以了。”阿元点头：“姑娘，您弄您的，我可以的。”一切都很顺利，死胎顺利诞下，清宫手术也很快，前后不过1个多时辰，还好没有再大出血，大人的命算是保住了。阿元脸色惨白一片，他看到的手术尽管对顾采薇来说是小到不能再小的手术，对他却是极大的震撼。“没事，习惯了就好了，你表现真的不错，我当时都用了很长时间来适应呢。”阿元木然的点点头，缓了半天才缓过神来。“送急诊20万。”那男人尴尬地望着自己母亲，那婆子真是个影后级别的人物，也不生气阿元骂他了，开始哭诉自己守寡何其不易，家里没钱云云。
宋铎从屋里踱步出来，挥手让他们走。诊费作罢，快回家去。他看到顾采薇脸上已经满是疲惫，没什么耐性，那婆子竟还扯出笑来，舔着脸问顾采薇：这就走，这就走。大姑娘啊，大姑娘，我这儿媳妇儿还能生吧？顾采薇忍住啐他一脸的冲动，靠着墙冷冷地说：好吃好喝养着，半年就行，吃不饱穿不暖，郁结于心的话，那就生不了了。那婆子点头如捣蒜，总算是送走这些人。阿元，收拾下赶紧回家吧，今天也是过年，我太累了。阿元进去收拾屋子，吩咐李茂明帮忙劈柴，两口子就开始忙活起来。我没事，老毛病了，睡不好，肠胃就闹。宋铎索性打横抱起他来。顾姐姐怎么了？表哥，快放我下来！顾采薇说道。两世都没有被人公主抱，喝醉酒不知道的时候不算，幻想过被他的踩着五彩祥云的盖世英雄抱着，却不想梦境实现的这么猝不及防，感觉这么不对呢。说好的心里吐着泡泡，整个人都要飞起来的浪漫感觉哪儿去了？为什么他只担心宋铎一个不小心或者一个抽风把他摔到地上呢？双脚够不到地面，其实是很令人不安的感觉。对跟着进来的阿元说道：伺候姑娘换衣梳洗。阿元害怕伯伯着急，把李茂明先撵回家。从正屋出来的宋铎从荷包里捏出一个1、2两重的小银克子，递给李茂明。有劳了。李茂明红了脸，连连推脱。阿元倒是大大方方行了一礼，谢表少爷赏，示意自己男人收下。前者这才有些赧然的收下银子回去了。表少爷勿怪，他不懂大户人家的规矩。阿元坦荡荡地说，望着自己男人背影的眼神却充满柔情。去熬点粥，做点容易消化的东西来。是，表少爷和表小姐可有什么想吃的？你看着做就行，先给你姑娘做好饭，让她吃了好好休息。走进厢房，进屋后，宋铎就看到顾采薇躺在床上，正笑着和明珠说话。明珠坐在他身边，声音轻轻，眼神充满了担忧。明珠立刻下来向他行礼。你们俩哪里像兄妹啊？客气来客气去的。我和我哥才不会这样呢。我在床上躺着，我哥推我起床，我都得拿被子捂住头，假装没醒。要是我像明珠这样呼啦下床给他行礼，他得吓死。顾采薇想起穆青一遍遍耐心地推他起床，忽然有些难过了。宋铎心想，这傻姑娘又把梦境当真的了。她虽有同父异母的哥哥，但是估计连面都没见过。不过就是在梦里，她也是个不知理的，竟然还想没起床哥哥就进自己屋里。主屋里还是一片血腥气，宋铎也不想回去，就脱鞋坐到炕上。明珠也挨着顾采薇坐下。哎呀，我兴奋过头也睡不着了，要不我们继续斗地主？顾采薇躺不住，拉着宋铎就要起来。好好躺着，要不就起来习字。宋铎面无表情地说道。明珠望着顾采薇，翻白眼又躺下去，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抿着嘴笑。明珠啊，今天这事情你怎么看呢？那婆子嚎的你都听到了吧？明珠嗯了一声，望望宋铎，半天才说道：那夫人很可怜。哎呀，认识不够深刻呀，那男人太听老娘的话了，没有主见，虽然很想保住媳妇儿的命，却又不敢说，在性命攸关的关头都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记住啊，这种男人要不得。明珠红了脸，低头不说话。宋铎冷冷地说：明珠的婚事自由我做主，不要带坏她，粗俗。顾采薇不客气地指着他说：看你大哥这种刚愎自用的也要不得。大哥是很好的。你还小，不懂什么叫真的好。什么叫好呀？首先得对你好，无条件包容你。其次要长得顺眼，一辈子太长了，对着一张狰狞的脸，晚上都得做噩梦。第三得顶天立地，不管他做什么，做官也好，种田也罢，都得是铮铮男儿。第四嘛，不能花心，那种三妻四妾，天天勾心斗角，一辈子心累。够了。宋铎耐着性子听他说了1、2、3、4，终于忍无可忍打断他：你的3从4德都喂狗了吗？不想睡就起来抄写。他黑脸，顾采薇才不怕，倒把明珠吓了一大跳，带着哭声劝解：顾姐姐别跟大哥吵了。顾采薇拍拍他的手背，雄赳赳气昂昂地说：别怕，你大哥就是只纸老虎，3从4德。哼，我真知道，从不体贴，从不温柔，从不讲理，说不得，打不得，骂不得，惹不得，一派胡言。宋铎瞪着眼睛拍着炕沿，他现在已经后悔了，
把明珠带来，本是想明珠教他规矩，他教明珠坚强独立。现在看来，他规矩没学，却要把明珠带歪了。娘，白粥熬好了，起来喝点粥吧。阿元端着饭进来，几个人开始吃饭，这个话题才算终结。吃完饭，阿元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连忙问顾采薇：“姑娘，可炸了油果子了？”顾采薇猛地一拍头：“哎呀，这2天明珠来了，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可怎么办呢？”除夕下午，有交情的人家会串门互换油果子。阿元早就提醒顾采薇要多炸些，省得下午村里人都来不够用。若不是油果子放置时间长了味道不好，他提前就替他备好了。明珠听懂几分，小声说：“顾姐姐，我帮阿元姐姐做吧。是点心吗？我在家里的时候也给大哥做过点心。”行，我们一起来。阿元，你去和面，我想想还有什么东西要准备，一起弄好。不行，大哥，我可以的。明珠恳求道。他也需要休息。阿元，你去村里找几个妇人，许他们多点工钱来挣。你家姑娘和明珠都需要休息。顾采薇本来想说自己不困了，可是想到明珠身体不好，恐怕也会陪着自己强撑着，连忙答应下来，让阿元去找春花来帮忙。阿元带着春花和他大嫂在厨房忙碌，宋铎在正屋里看书写春联，顾采薇和明珠则是睡了一上午。到吃午饭的时候，满满一大笸箩的油果子已经散发着香气，摆在厨房里。阿元还按照顾采薇的喜好做好了饭菜。去我那屋吃，到炕上坐着吃，暖和下。阿元没有推辞，大方接过来。谢姑娘，从容地端着碗退下。明珠已经知道这里没有食不言寝不语的规矩。顾姐姐，怪不得阿元姐姐一心为你，原来你待她这般好。大哥总说我的丫鬟待我不好，我待他们也没顾姐姐这般。宋铎眉头都快能夹死一只苍蝇了。顾采薇抢在他开口之前说道：“明珠啊，阿元和你的丫鬟不一样，你的丫鬟是卖身的，对你好是他们应该做的。你没苛待他们，给他们月钱，他们却耍滑糊弄你，这样你就应该立威，而不是拉拢。高门中自有约束他们，教他们如何伺候你的规矩，那你就按照规矩来。阿元只是帮工，而且帮我甚多，从心底为我着想。我这里也不是高门大户，没有那么多的规矩，所以我视她为姐妹。你对待他们要恩威并重，而我对阿元是情义为先。当然，立威不是让你像你大哥一样时时冷着一张脸，而是你为人处事有原则，绝不允许别人踏足你的底线。就像我给你讲的宝钗，虽然对谁都很和善温柔，但是没有恶奴敢欺负她，而迎春就被欺负得唯唯诺诺。我这样说你可明白？顾采薇耐心地说，她没吃过猪肉，总看过猪跑吧，没经过宅斗，可是看得多呀。虽然她有时候胡言乱语，但是她很清楚，这个姑娘将来是要嫁入高门大院的，规矩对她来说可能是唯一的护身符。他无异于教他惊世骇俗，虽然不希望他逆来顺受，可是也不希望他跟这个时代格格不入。有一个他已经够了，如果他不是突入异世，而是生于斯长于斯，他的很多纠结和坚持也就没有了。宋铎第一次用赞许的眼神看着顾采薇，仿佛在说讲得还算不错。顾采薇回他一白眼，明珠若有所思的点点头，随即用崇拜的眼神望着顾采薇。顾姐姐，你什么都懂，你赶紧进府里就好了，一切都由你撑着。等我有了银子啊，我也会替你说好话，不会让他委屈你的。顾采薇握住筷子的手顿了一下，旋即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戳，我用力戳。他幼稚地拿着筷子捅着鱼眼睛。明珠说这话并无恶意，如果在现代说欢迎你来我家做我哥小三，他这小暴脾气一定把说这话的人打成猪头。可是真是说不清楚。吃完午饭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有妇人拎着篮子上门。阿元把准备好的瓜子、花生这些炒货，还有给小孩子的糖果都拿出来。表哥，你去厢房里回避下。明珠，你跟我一起待客，今天来回走动的都是妇人，你不用回避。春花也来送油果子，送了之后就没走，留下帮阿元送来来往往的妇人。几乎整个村子里的妇人都来了，有些人来了之后也不走，留在家里聊天。明珠一直很拘谨地坐在炕最里边，村里妇人夸她长得俊，跟画里的大家小姐一样好看，她就抿着嘴笑笑。顾采薇早就提醒她，村里人说话口无遮拦，
而且有人极能说，搭腔后就怕他们问个没完，所以嘱咐他只负责微笑就行。明珠觉得他太有先见之明了，顾采薇自己就无所谓了，跟他们嘻嘻哈哈，有时候听他们说人长短，就赶紧拿话岔过去，跟他们聊一些收成、孩子的事情。在这群看起来有些粗俗的女人中，依然游刃有余。明珠羡慕地看着她，顾姐姐真是太能干了。等到太阳都快下山了，妇人们都要回家做晚饭了，顾采薇家里的人潮才慢慢散去。哎呀妈呀，累死我了！顾采薇没有形象地躺着，坐了一下午，我这老腰，哎呀，也受不了了呀。阿元笑着上来给她揉着腰，柔声回禀道：姑娘，李正家那边我已经替你送过油果子了，除了油果子还加了2条肉，1斤糖。哎呀，我都忘了这事儿，还是阿元你想的周到。宋铎推开屋门走进来，村里人送来的东西我还没来得及收拾，饭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姑娘若是爱动弹，就再做几个菜。行了行了，管家婆，快回家吧，再不回去没饭吃了。哎，晚上记得带虎子往我这里看，我放烟花，明天早上记得带他来啊，我给他封个大红包。阿元笑着行礼退下。这里不流行吃饺子，只有类似蒸饺的东西。顾采薇是北方人，而北方人一大特点就是逢年过节，不管啥节，缺了饺子那是万万不行的。所以她乐颠颠的和面剁馅，拉着明珠教她包饺子。明珠心灵手巧，刚开始几个不成形，但是很快就有模有样。雪团在院子里撒欢跑，过年的气氛也感染了他。远处已经零星响起了鞭炮声，估计是有些调皮孩子等不到晚上跟大人磨来的福利。宋铎今天难得很有耐性，听顾采薇大呼小叫也没恼。不一会儿，天空中燃放起绚丽的烟花，喝多了的顾采薇拉着明珠在烟火映衬下翩翩起舞。明珠有些不知所措，顾采薇却跳得异常开怀。难得过节高兴啊！宋铎对明珠说道：我不也请过师傅教你舞蹈吗？来，跳来看看，当做我提前收了生辰贺礼了。明珠看着他带笑的模样，实在有些不适应。从前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尚且没有如此待他，而今他几乎穷途末路，本来该是最交心的时候，待他却如此亲近和蔼。我没有顾姐姐跳得好，可不要嫌弃啊。顾采薇又点燃一排烟花，哼着小曲儿，拉着明珠的手，一会儿伦巴，一会儿国标，又一会儿随心所欲，跳得醉心。宋铎虽然当时没有作声，可是他知道这是真的。而现在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根本不止两个人自己的情感困惑，即使他忘得一干二净，他也是顾家的子孙，他不屑与顾延清支流相交，甚至有一天他们会站在完全对立的位置，这个局又如何破？即使再退一步讲，顾家一败涂地了，愿意将他拱手献上，那静妃娘娘和三皇子呢？他们断不会允许他以跟那个人有过瓜葛的女人为正妻，这又该如何？谁的命运交给谁来主宰，任凭那风霜掩埋，你我都每个人都有爱，谁的思念依旧排山倒海，纵然流下热泪依然精彩，谁的思念依旧排山倒海，纵然流下
睡得香甜的顾采薇不知道宋铎这一晚上的天人交战。他一会儿梦见自己在考场上考试，已经快到交卷时间了，他的考卷上还空空如也，却不知从何下笔。一会儿又梦见自己在手术台上，不知道为何开了腹腔的病人腹中涌现出汩汩的鲜血，他却束手无策。这都是从未发生过，但是却是在他内心深处最惧怕的事情。不知为何，一股脑地涌入梦里。宋铎看他有些眼住了，轻轻拍打他面颊：“咪咪，咪咪，醒醒！”这个名字叫起来有些陌生拗口，却异常亲切，甚至让人在喊的时候声音不自觉地带上几分亲昵温柔。梦中恍惚听人唤咪咪，顾采薇一度恍惚自己回到了现代家里。等他茫然睁开眼睛，看清今夕何夕，才怅然若失地叹了一声：“唉，还是回不去。”“你又做南柯梦了？”宋铎问道，眼底是他看不清楚的情绪。“啊，是啊，表哥，现在什么时辰了？哎呀，我怎么睡过去了？”顾采薇抹抹眼睛，睡眼惺忪地问道。“刚过卯时，大更的人刚从门前过。”“哎，表哥，你一直没睡啊？你不累呀？还早，我再睡一会儿。你也歇一会儿吧。”宋铎本来以为他会问为什么他睡在这里，结果这姑娘心大，完全没当回事儿。“别睡了，该起来准备了。一会儿啊，拜年的人就来了。阿元不是跟你说过吗？卯时开始就有人拜年吗？”“哎呀，起这么早，我好痛苦啊！今天是春节了。哎呀，表哥，过年好，恭喜发财，红包拿来。”他猛地坐起来，从被子里伸出手来，带着期盼望着宋铎。“又不磕头，又不行礼，就想要压岁钱啊？”“去，小气！”顾采薇冲他做个鬼脸。“啊，坏了，我怎么睡在这里啊？”宋铎心想，你总算是想起来了。可是顾采薇也不查看自己的衣服，也不质疑宋铎，而是火烧眉毛一般的跳下去。“哎呀，坏了坏了，明珠会害怕的。”宋铎无奈地叹了口气。明珠早就穿好了衣服，坐在炕边等顾采薇。见她进来，端端正正行了个礼：“顾姐姐，新年安康。”顾采薇草草回了个不标准的礼，笑着说：“新年好。哎，我给你准备的红包哪里去了？让我找找啊。”说着从褥子下面翻出来2个红色荷包，把好看的递给他：“借花献佛，你大哥给我的。”明珠打开是2颗东珠，本来想给你4颗的，又觉得4不吉利，6颗嘛，我又舍不得。顾采薇不好意思地说：“多谢顾姐姐，重在心意，家里不缺这些东西，可是顾姐姐送我的，我就很欢喜。回京后就让人镶簪子，虽是我戴过的，但也是长辈所赠，我半身的东西，姐姐莫要嫌弃。”说到了嫌弃不嫌弃的话，顾采薇也就不再矫情，大方收下，但是也没带。村里人来拜年，他们可没那么多讲究，这个摸摸那个看看的，我可舍不得。明珠会心一笑，看着他拿出手帕包好，放到柜子里。2人携手到正屋去。“大哥，新年好。”明珠端端正正的给宋铎行礼拜年。宋铎答应一声，递给他1个红包。“里面是银票，喜欢什么尽管去买。”“去，没诚意。”顾采薇站在后面哼了一声。“哦。”宋铎挑眉，从怀里拿出另1张银票，又做事往回塞。“既然敏敏觉得没诚意，那我就不给你了。”顾采薇往前一跳，一把抢过来，看看上面的数额，顿时高兴了。“嘿，有诚意，诚意大大的。”草草吃过早饭，顾采薇和明珠开始干活。“这是红纸，帮我裁一下，我们来叠红包，给来的孩子发压岁钱。”顾采薇说着，在地上铺了1张纸，把早就准备好的一笸箩铜板倒在纸上，哗啦啦的声响，在她听起来甚是悦耳。“顾姐姐，一个包多少铜板啊？”“2个就行，如果4个6个，估计全村的孩子都能来，就是2个，来的人也不会少。”顾采薇早就算计好了，李家村是大村，想想所有的孩子都涌来，她的头皮都要炸了。但是她还是低估了村民的热情。从第1批结伴带孩子来拜年的妇人出门后，见孩子得了2文压岁钱后，都奔走相告，甚至回家把自己没带的孩子又领来一遍。一上午
家里的人络绎不绝。宋朵躲到明珠屋里，阿元和春花帮顾采薇招呼着来人。大哥，顾姐姐这里过年好热闹啊！明珠听着外面来来往往的脚步声，妇人高声说笑的声音，无不羡慕地说：村里人啊，多受过他恩惠，所以趁着过年来给他磕头。不过呢，他多半是不高兴，他最不喜欢磕头，也不喜欢别人给他磕头。宋朵手持一卷书，斜靠在炕上的抱枕上，姿态闲适。想到顾采薇苦恼的样子，她嘴角扬起轻轻的弧度。哎呀，过年真是太累人了。所有人都送走，顾采薇躺倒在正屋的大炕上，宋铎和明珠也回到正屋。阿元在厨房里忙活。啊，顾姐姐，你怎么换了衣服啊？宋铎也望着他，家里来的孩子太多了，在炕上爬来爬去，吃着糖，我怕把我的新衣服弄脏了，就换了身。哎呀，不行，我得换回来去，过年得穿新衣服。盯着打扮一新的顾采薇，同为女人，她也有些看呆了。远而望之，娇若太阳生朝霞；破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明珠喃喃地赞道，而宋铎想到的却是：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所谓倾国倾城之容貌，大抵如此。顾采薇是个美人，宋铎第一次见她就知道，他现在也隐隐有些明白，那人当初弃顾家正统嫡女而选择他，他之前只以为是因为他在府外长大，和顾府未必一条心，容易控制。见他盛装才恍然大悟，恐怕他的容颜才是最重要的原因。想到这里，他突然有些不悦，那人曾经跟他如此亲密，甚至他不会承认他嫉妒那人为何那么早就识得她的美。他有些变态的独占的心理。摘下来吧，太过妖冶艳丽。宋铎心中翻江倒海，面上却不动声色。顾采薇吐吐舌头，把头上的东西都摘下来。明珠怯怯地说：我倒是觉得顾姐姐这样打扮很好看。说完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反驳了大哥，涨红了脸，垂下头不敢看宋铎。还是你有眼光，不理他，你大哥直男癌，有什么欣赏眼光啊？哎，阿元阿元，好看吗？明珠送给我的。阿元看了一眼，似乎愣了一下，旋即笑着说道：姑娘戴着真是极好的。小姑娘慷慨带着笑意望向明珠。顾姐姐待我好，我也要待她好。这项圈看着甚是眼熟啊，你每年过年都戴的吧？明珠点头。不知为何和顾姐姐一见如故，我就想把心爱之物给顾姐姐。是姨娘给你留的？顾采薇耳朵竖起来，原来宋铎和明珠竟然是庶出，可是宋大爷这样子真不像能够忍气吞声的庶子。明珠摇摇头，姨娘的东西出府的时候几乎都没带出来，这是我们出府那会儿大哥带我去秦三哥家，秦老太君赠予我的。宋铎了然的点点头，没有再说话。吃完饭，阿元收拾好东西，对顾采薇说：姑娘，你不是想知道那晚娘家的事情吗？我到厢房里给你讲讲，表小姐还小，别污了她耳朵。顾采薇点头，快说，怎么回事啊？姑娘，我单独让你出来是有话对你说。她的表情太过严肃，让顾采薇的心悬了起来。姑娘，我原来是京中昌平侯府老太君身边的大丫鬟，后来老太君驾鹤西归，二老爷要我做通房，被我拒绝了。他一怒之下把我指给了虎子爹。阿元长话短说，急促地说：啊，这是真实版的鸳鸯啊！如果鸳鸯不自缢，恐怕也差不多结局。蒙老太君错爱，我管他的手势。最受器重大丫鬟没有之一。顾采薇心思又飞了，起初我只是见表姑娘眼熟，刚看到她赠予姑娘的金项圈，才想起来那分明是老太君送给裴家小姐的，我才恍然大悟，表姑娘是裴家六姑娘裴文义，明珠该是她的小字，表少爷应该就是叛出裴家名动京城的裴大少裴文阳，后改名宋文阳。
袁急切地说完，留下顾采薇目瞪口呆。我的个乖乖啊，信息量略大呀！阿元曾经是这个时代的白骨精啊，每个大户人家当家主母身边的大丫鬟，那放在现代可不是妥妥的总裁助理级别啊。宋铎也是豪门出身，这他早就知道。问题是这货也是个叛逆的，竟然干得出来叛出家门，甚至改了姓氏的事情。亏他还好意思骂自己不懂规矩，哼！幼稚的顾采薇第一时间想到这点。姑娘，你可明白？阿元看他神游的样子，不由着急地摇他的手臂。啊，明白什么呀？顾采薇瞪大眼睛。表少爷啊，不，裴少爷，不，宋少爷根本就不是个好的。他在军中多年，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出剑，好多权贵子弟都被他伤了，告状到御前。若不是皇上宠爱他的亲姨母静妃娘娘偏袒于他，恐怕早就被责罚。他在京中声名狼藉，当时除了昌平侯府的三少爷与他交好外，其他勋贵人家没人跟他来往。更有人说，当初不是他叛出家门，而是遭到裴老爷驱逐，因为他逼奸继母婢女，逼得那婢女投井自尽，更持剑杀了一个路过的婆子，暴力自苏，莫敢相与。这是我离京半年前发生的事情，所以我都有所耳闻。明珠姑娘最是可怜，她本是乖巧听话的姑娘，可是被裴少爷强行带诸府，裴老爷气大少爷，连带着她也嫌弃，因为裴大少爷的生母仙夫人和裴六姑娘的生母是姐妹，所以连他也不准再进门。秦老太君最是明辨是非之人，虽不喜裴大少爷恣意妄为，不肯见他，但是对裴六姑娘仍存善意。可怜他母丧父离，连他将来婚事无依无靠，所以特意赏了他很喜欢的这个项圈，还是我亲手给裴六姑娘戴上的。也难怪我觉得明珠姑娘眼熟，却认不出来。那时候她形容尚小，现在长开了，可是仔细看还是能依稀辨出当年模样的。他胳膊上有块烫伤的疤痕，当初我伺候他更衣的时候见过。袁一口气说完一大串的话，听得顾采薇觉得思维都跟不上。深宅大院宅斗果然深不可测呀。哦，我懂了，真是太复杂了。姑娘，裴大少爷连亲生父亲都敢忤逆，你还敢跟他来往？更何况他跟三皇子是表兄弟，一向走得近。现在三皇子卖国被圈禁，裴大少爷说不得也是通缉犯，你怎么敢收留他？如果被查出来，那是要连坐的呀。当年他还深受皇恩的时候，皇上想给他和孔国公家的孔二姑娘赐婚，被孔二姑娘当场拒绝。顾采薇用了好大一会儿功夫才消化完全部消息。看看他都卷入了什么事情啊，种田、宅斗，现在连夺嫡都有了。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其实还挺有穿越女主的范儿，但是好在他悬崖勒马，决定要跟宋铎划清界限，不能任由他好好的种田文发展成狗血的宅斗夺嫡大战啊！他其实与我有救命之恩，所以我才会收留他。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跟他来往，此刻也撇不清了。你放心吧，我有数，他很快就走了。他太多事情不能在我这里磨蹭。阿元心事重重的走了。回到正屋，顾采薇面色如常。说实话，阿元的话在他心里也没有掀起太大波澜。和宋铎相处这么长时间，对他的身世他早有所猜测，不过得到证实以后，只觉得真他妈狗血呀，跟小说里一模一样的狗血。宋铎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看得他心里发毛。他就没跟你说别的？没有啊，还说什么？他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心里却在想，莫非这货听到了？不能吧，若不是他自己一直盯着阿元的嘴唇看，都听不清楚呢。宋铎没有作声，只是嘴角的笑意意味深长。他其实不信宋铎能做出来逼迫女人的事情，还是婢女。他是一个眼高于顶的男人，说句不害臊的话，他跟他同床共枕那么长时间，美色当前也没见他冲动。他更是一个骄傲的男人，不屑于强迫女人。所谓有后娘就有后爹，事实真相到底如何，恐怕传播流言的人并不知道。在内心深处，他更宁愿相信这是一个后母跟小白菜的故事。但是宅门那些老娘们的算计他哪里懂？带兵打仗也许很行，后院估计很不行。阿元掩饰的虽然很好，但是他对他已经调查得一清二楚，所以他把他看透了。他其实很好奇顾采薇的反应，可是他回来之后略不自然，之后就一切如常。顾采薇不是一个擅长掩饰情绪的人，可见他对于阿元跟他说的话是真的没有放在心里。为什么他会毫不在乎呢？
宋铎有些不明白，心中关于他的那些传言，忤逆、好色、暴力，他知道的清清楚楚。所以当年皇上赐婚，那女人为了不嫁给他，当即就拒婚。虽然他也看不上那女人，但是被他明晃晃的当着所有人打脸，宋铎一直视那为奇耻大辱。这些事情阿元应该都告诉他了吧？可是为什么他还能若无其事？阿元都告诉你了，为什么不害怕？宋铎开门见山地说，视线像2道直射的 X 光，仿佛想透过他的表情直达他的心底。害怕？为什么要害怕呀？阿元难道没说经理关于我的传言？宋铎问道，几乎有些迫不及待地想得到他的答复。是为何？他隐隐有一种感觉，这个女人会给出一个预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独属于他的答案。表哥，你如何知道阿元知道你的身份啊？顾采薇没有回答，反而好奇地歪着头看他，问道，这些人都太厉害了，阿元凭着一个几年前的项圈就能想起那么多事情，而宋铎呢，不知道何时已经知道阿元的身份，甚至知道阿元今天发现了他的秘密。宋铎沉声说道，我早就知道他曾经是秦老太君身边得意的大丫鬟，这村里10年以内的外来户，每一个我都派人调查过，只有你们2个有问题。你才有问题呢！哼！顾采薇的这个白眼被宋铎捕捉到，他的嘴角线条竟柔和了些许。他今天看到项圈，面色就变了，虽然掩饰了，但是我还是起了疑心。怪不得你问明珠呢，还那么若无其事，真是一只老狐狸。没有什么想问的。你是宋铎还是裴文阳？对我来说，你都是你。心想，都是个难伺候的大爷，我又没想嫁给你，你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真的不在乎那些流言？宋铎带着些许不确信地问道。流言嘛，哪有那么可信？继母也有儿子吧？你又是大少爷，这种为了争夺爵位、家产这些东西的纷争，我看过太多了。人心复杂，都是利己为先，所以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论后宅阴毒手段，你当时一个10几岁的少年，懂什么呀？哪里玩得过人家？宋铎知道他虽然迷糊，但是内心清明透彻，却不想他通透到如此，往那些高门贵女自视甚高，眼界却距他甚远。听说你还被拒婚，这也没什么，天下女人何其之多，何必拘泥于一人？就是那些世俗的女人看不上你，你完全可以找一个门户低些的书香世家的女子为妻呀。2人和和美美，偏偏要过出个样子，生5、6个儿子，气那些女人。最好啊，你要宠爱妻子，独宠一人，让那些拒绝你的女人后悔去吧。那些看不上你的女人，其实并不是不明白真相，只是她们更在乎别人怎么看她们。这样的女人娶了也只能后宅不宁，不要也罢。说完后，顾采薇被自己感动了，多么善解人意，多么体察入微啊！哎呀，她真是个好姑娘啊。名裴文阳，后破出家门，改名宋文阳。我娘乃是武将之女，当初宋家在裴家生死之际施以援手，裴家为表感谢，上门为嫡长子求娶。那男人不喜欢我娘，冷落她，甚至眼睁睁地看着她遭人害死。后来续娶了他喜欢的女人，那女人惺惺作态，却把他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们很快有了嫡子，我这个原配所出的嫡子也就成为那女人的眼中钉，所以她陷害了我。跟我想的完全一样嘛。顾采薇撇撇嘴，切，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有了美色在前，哪里还去想已经香消玉殒的原配的孩子。我在京中确实名声狼藉，而且更糟糕的是三皇子遭人构陷，我也遭人暗害。若不是侍卫拼命相救，若不是遇到了你，恐怕现在我已经是一具白骨。皇上以为我死，不过死为见尸，所以并未通缉我，只是在派人寻我尸体。而且现在皇上沉迷丹药，不听劝诫，明珠原本被软禁在府里，我找机会把她换出来。你还有什么想问我的没？顾采薇摇摇头，心想，我问你干嘛呀？我宋文阳。宋铎看着他，若是此次能够全身而退，度过此劫，必娶你顾采薇为妻。他承认他很冲动，可是这么长时间相处下来，虽然他不懂礼节，虽然他粗俗冒失，但是在离开的日子里，他脑海中却全是他的好。他妙手仁心，他坦率豁达，他通透机灵。所以在得知他真实身份的时候，他是无比愤怒复杂的。可是再回来，他还是他那个一样大大咧咧、心思纯良的姑娘。知道他断不可能为人妾室，他就开始考虑如何能够以她为妻。纵使困难重重，他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让静妃娘娘接受。许是被他刚才一番话打动了，他竟然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脱口而出。话说出口，顿觉释然。他望着他，眼神里是从未有过的炙热。
顾采薇受到了极大惊吓，半晌呵呵傻笑两声。那个表哥，不要开玩笑，我是认真的。宋铎把手伸到梗后，解下脖子上的红绳，把带着体纹的玉佩抽出来递给他。这是我娘的遗物，我尚无父母，所以婚事自己做主，这是信物。你给我一件你的贴身之物，我宋文阳此生必不负你。顾采薇还在正愣间，就感觉到手心里被放入一块温热的玉佩，带着宋铎的体温。表哥，谢谢你看得上我，可是我觉得吧，你值得更好的女人，我会拖累你的。我不懂礼节，不懂高门规矩，不懂很多，我唯一擅长的就是医术，可是这在做你妻子上丝毫没有帮助啊。你可以学。宋铎打断他的话，不以为意。表哥，感谢也不用以身相许啊，我救了那么多人呢，都以身相许，我也嫁不过来呀。你若是感谢我，不如多给我点银票。宋铎真想拿戒尺狠狠地抽他一顿，他就知道这女人嘴里没什么好话，他一腔深情算是喂了狗了。这个我不能要。那你就扔了。好吧，你赢了，那我先帮你绑回来，还有强送东西的。对宋铎而言，顾采薇答不答应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心意已经传递出去了。日子过得飞快，很快就到了正月15。阿元初7之后就回来了，一直妥善照顾几人生活。李茂明也来帮忙打打下手，做做粗活。顾采薇一直过着猪一样的生活，写写字，看看书，打打牌，唯一的运动可能就是每天教明珠打一会儿太极拳。表哥，我打得如何呀？刚开始，顾采薇兴致勃勃地跟宋铎炫耀，宋铎有时候也在院里练剑，剑花飞舞，行云流水，看得顾采薇眼睛都直了，也因此知道他是武艺高手。他在想，他会不会像发现绝世秘籍一般围着自己追问太极拳？不想这货只是看了几眼，兴趣索然地说：养生尚可，适合女子老人。真没眼光。明珠练了10几天，气息好了许多。阿元来了之后，也被顾采薇拉着练，几个女人在院子里嘻嘻哈哈打拳，也是一道风景。姑娘，您的药箱、针、替换衣服都收拾好了，您看看还有什么要准备的吗？阿元替顾采薇收拾好了东西，没了，记得给明珠带件厚衣服，不用准备什么的，后天就回来了。宋铎、顾采薇、明珠和阿元坐在马车里，李茂明赶车。15大清早，一行人就出发往县城赶去。程小姐的病可凶险？顾采薇不知道她为何会有此关心，实话实说的，不算凶险，但是需要好生将养。可离得了你？什么意思啊？顾采薇一脸莫名其妙。什么叫离得了我？她这病啊，这辈子都断不了药，有什么情况得随时找大夫，但是也不一定是找我。她之前的大夫都不如你，以后的也不会比你好。成文夸奖，虽然你这是瞎说的，但是我还是挺高兴的。表哥，你终于学精了，女人呐，就是需要表扬的。宋铎沉默，懒得再看他。到了客栈，因为到了灯会，所以客房特别紧张，只剩下1两银子一晚上的上房。顾采薇把10两银子拍到桌子上，数数人头。我和明珠一间，表哥一间，阿元和茂明哥一间，开3间上房。大姑娘，我不用，看灯都看到大半夜，我和阿元啊，在马车上将就将就就行。那是1两银子呀，简直是抢钱。他拼死的干3个多月，一天也不敢休息，才能得1两银子。你要睡马车我不管，我可舍不得我的好阿元，万一冻坏了，我上哪里去找？再说了，你舍得他跟你遭罪吗？李茂明脸红了，偷偷拿眼角瞟着阿元，阿元脸色也绯红，也不看他，小声的对顾采薇说：姑娘，你太坏了，净欺负老实人。哎呦呦，这还没怎么样呢，就护上啦。掌柜的，带我们上去看房，然后整治2桌菜送上来，每桌6菜1汤就行。阿元伺候顾采薇吃饭，被他挥手打发回去，跟茂明哥吃吧，吃完了陪我去县衙。姑娘，下午让我家的去县衙送个信儿，姑娘不必亲跑一趟吧？不是说好明天给程小姐瞧病吗？就跟知县夫人回禀一声，咱们下脚的地方，定好明天的时辰，姑娘看可好？下午你和你男人一起去送信，下去吧。阿元见顾采薇没有反对，点头行礼退了出去。我们睡一会儿，
然后去逛街，晚饭在外面将就着吃，估计小吃摊会很多的，我们每样尝一口也就饱了。明珠可想去啊？我听大哥的。那就都去吧。明珠高兴地笑了，转头兴高采烈地问顾采薇灯会是什么样的。顾采薇摇摇头，我也没去过，不过听说很热闹，杂耍的，卖好吃的，猜灯谜的，不过也有拍花子的，所以呀，你要好好跟着我。要去行，必须戴围帽。那还有什么意思呀？雾蒙蒙的一片，看什么呀？玩什么？顾采薇跳起来反对，然而对上宋铎镇压的目光，他没有骨气的妥协了，嘟嘟着嘴说什么都管。午饭用得晚，所以一觉醒来已经是夕阳西下了。走，我们先去逛逛店铺。顾采薇拉着明珠，宋铎悠闲地跟在后面。阿元被顾采薇放假了，给了他几两碎银子，让他们两口子去你侬我侬了。顾姐姐，还没有你做的好呢，我不要。在胭脂水粉店里，明珠小声地靠在顾采薇耳边说，对，这些都有铅粉，虽然擦了脸会白，但是长久用下去不仅伤皮肤还伤身子。顾采薇也小声说道，等春天花开了，我给你再做一些，有机会给你捎到京城里去。买不买呀？招呼的店小二见两人打扮一般，站在柜台前半天不买，不由得有些不耐烦。宋铎刚要上前掏银子，被顾采薇拦住了，不买。他大声说，小二也不想他如此的干脆直白，愣了一下，快，好香啊！来，我们去看看那边是什么吃的呀？顾采薇和明珠叽叽喳喳，像两只放出笼子的小鸟，欢快地穿梭在人群里。宋铎紧跟着他俩，江边沿岸的树上已经亮起了大红灯笼，一排排挂过去，像一条蜿蜒的巨龙。熙熙攘攘的小儿女依偎着凑在各种各样的摊位前，小贩的叫卖声，孩子的欢笑声此起彼伏。结冰的江面上腾地而起的巨大烟花引起无数惊艳声。怡红楼的姑娘们出来了！人群中突然响起一个男子兴奋的声音，人群顿时骚动起来，朝着早就搭好的台子蜂拥而去。顾采薇自然要去凑热闹，今天怡红楼的姑娘们会在月下表演歌舞，平时囊中羞涩的男人们一窝蜂地往前挤。正月15月儿圆，一轮明月挂天边。高高的灯笼红艳艳，祝会大地吉祥年。正月15月儿圆，火树银花照天边。红红的日子笑开颜，这是彩霞生活润心，打扮起来太好看了，跟仙子一样。看那些男人，眼睛都看直了，口水都流出来了。明珠早就不好意思看了，垂下了头。宋铎虽然在看，却面无表情。是他，阿元低声说，他是花魁，每年15怡红楼的花魁都会进行这样的表演。竟然还有那么多鲜花，是温房里养的吗？顾采薇见惯了现代演唱会的场景，注意力很快转移到了那些小细节上。县里有人家用温房养花，就是为了过年和15卖给有钱人家。阿元耐心地给好奇宝宝解释，古人的智慧其实是无穷无尽的，还想着冬天整个大棚种蔬菜。看，人家不仅吃的蔬菜，连欣赏的鲜花都有了。顾采薇心里默默感慨，大姑娘，你在这里呀！小葵不知道从哪里挤过来，对顾采薇说道。她今天穿着一身大红色新袄裙，依旧梳着双压髻，头上多了2根银钗，眉眼弯弯，面色红润，看得出来最近过得不错。彩霞姑娘说，大姑娘今天能来看灯，非让我到处找你。我还想着天气这么冷又这么远，大姑娘你不能来，结果还是彩霞姑娘说的对，大姑娘真的来了。顾采薇笑着打断她，哎呀，小葵，你这一口一个姑娘，把我绕的头都晕了。彩霞找我有事吗？她身体可还好？没事，彩霞姑娘身体好着呢。
自从大姑娘瞧过病之后，彩霞姑娘按着方子吃药，很快就好了。难为你，我戴着帷帽你也能认出来。你姑娘让你找我干什么呀？小葵嘻嘻笑着，从袖子里拿出一方手帕递给她。顾采薇接过来，一方素帕，上面绣着几朵祥云。彩霞姑娘说，对大姑娘感恩戴德，无以为报。她的金银首饰都不干净，不敢污了大姑娘，只能送上一方自己绣的手帕聊表心意。彩霞姑娘说，不敢跟大姑娘来往，定当为姑娘在菩萨面前多磕几个头，盼望大姑娘来日嫁个高门大户做奶奶。彩霞姑娘说，万一大姑娘将来有什么难处，她若是能帮上忙，让姑娘尽管找她，她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顾采薇心下感动，彩霞是个懂礼又贴心的好姑娘，可惜当初的那一场拼尽全部的赌博她输了，所以一败涂地。她想想好像没有什么回礼，告诉彩霞姑娘，她的心意我领了，这是我自己绣的，虽然丑，但是请她不要见笑，我也会在佛祖面前替她发愿，愿她早日脱离苦海。彩霞姑娘说了，不可以要大姑娘的东西。顾采薇强把手帕塞给她，告诉她是我硬给的，她是个好姑娘，只要心是干净的，她总有脱离泥淖的那天。小葵眼眶微红，咬着嘴唇，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在一旁的阿元从荷包里掏出一把铜板递给她，大姑娘给你买糖吃的。小葵抓着一把铜钱，对顾采薇笑着说声谢谢，怀揣着手帕，转眼间消失在渐渐散开的人群中。上次救人你说是本分，可是日后不准往来，你竟然把自己贴身的东西送给那种女人，万一日后那女人用这东西生是非呢？明珠见宋铎发火，不敢吱声，不明所以地望着顾采薇。顾采薇看了宋铎一眼，没有想他理解，也没跟他解释，只淡淡地说，什么是脏，什么是干净？他脏，买欢的男人干净；他脏，那辜负他把他卖入青楼的人干净；他脏，那些后院里草菅人命视丫头性命如无物的男女干净。他知恩图报，替我着想，我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孤女而已，身无长物，并不畏惧算计，只希望以心换心罢了。说完话也不看宋铎铁青的脸色，慢慢往前走着。也许是大姨妈来了，她心情并不好，听到宋铎的那番言辞，才忍不住出言讽刺。他是多愁善感的双鱼座，虽然逗逼，虽然总是笑嘻嘻的，但是内心深处他异常敏感，容易动情。看到这种有故事而且是悲剧的女人，总是忍不住心生同情和维护之意。明珠见到别人有难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没有深仇大恨，在性命攸关的时候，一些小恩怨就放到一边。人生说短也短，可是说长也长。人生际遇变化多端，30年河东，30年河西，今日高楼起，明日可能就猢狲散。这世道对女人尤其不公，一个男人即使杀人放火，落草为寇，日后只要功成身就，世人仍然称一声英雄。而女人万一踏错了一步，世人的口水就足以让她挫骨扬灰。所以同为女人，遇到不如意的女子，何妨给她一点方便。明珠点点头，顾姐姐，大哥是疼你，还怕别人在你背后。回到客栈，阿元让小二熬了姜茶，服侍着顾采薇喝下才退下。顾采薇其实特别不喜欢这个味道，本来想偷偷倒掉，奈何阿元坚持看他喝完，这才苦着脸喝下去，吃了很多蜜饯甜口。顾姐姐，快躺下休息吧，暖婆子给你。顾采薇回来换了小天使，又喝了姜汤，围着屋子里的炉子很快暖了过来。宋铎在外面敲门，大哥。宋铎走进来，看着背对着他装睡的顾采薇，不用装了，起来吧，我都听见你脚步声了。顾采薇被戳穿，没有丝毫不好意思，笑着从床上咕噜起来，大拍马屁，嘿，表哥英明神武。不难受了？宋铎瞥了半开的窗子一眼，明珠赶紧去关了窗户。不难受了，我身体好着呢，就是不该在外面待太长时间，脚凉了，凉气就顺着脚底进入身体里。不过现在有点饿了，小吃又没吃够。顾姐姐，不如让小二上点饭菜。不用了，不想吃。不想吃就赶紧歇下。宋铎没好气地说，明天还要去知县那里，早点睡吧。好吧。宋铎举着几串炸得金黄的鹌鹑骨朵进来的时候，表哥，你真是我亲表哥。
顾采薇看到他手里的鹌鹑骨朵，欢笑着冲出来：“少吃些，夜里怕积食。”宋铎把东西递给他，眼底带着难得的温柔笑意。吃货顾采薇的目光已经完全被他神往已久的美食吸引，忽视了他，而明珠却看得清清楚楚，嘴角带着了然的笑意。明珠，这是给你的，鹌鹑骨朵油太重，恐怕你不刻画就不要吃了。刚在外面看你很喜欢这个，所以给你买了。宋铎把一盏五彩琉璃灯递给他，明珠欣喜地接过来，立刻行礼：“多谢大哥。”自有了顾姐姐，大哥对女孩的心思也细致了许多，对她的关心也多了很多。吃完东西，正准备各自安睡去的时候，店小二引着上次的金嬷嬷来了。早就该来见姑娘，怕姑娘出去看灯，所以这么晚才来拜访。这些小东西啊，给姑娘玩。说着，金嬷嬷递上一个礼盒，顾采薇谢过，又约定明天知县府里马车来接的时间，金嬷嬷才告退。顾采薇打开礼盒看了看，一盒6只做得栩栩如生的绢花，2个银香囊，工艺虽然不如宋铎给她的那个，但是也很精美。这只衬你肤色白，压得住这白色。顾姐姐高兴的失神了，刚想起一个画本，回头给你讲讲。明珠连连点头，在她眼中，顾采薇很会讲画本，常常听得她痴迷。这银香囊做工不错。大哥，你随身带的银香囊呢？好像最近一直没有见你带过。明珠忽然提起这个话题，顾采薇有些尴尬，宋铎却很坦然：“送给你顾姐姐了。”明珠脸上难掩震惊：“那可是……早晚都是一家人，你们2个晚上不许说话，早点睡觉。”躺在床上，明珠忽然对顾采薇说：“顾姐姐，大哥说你知道我们的身份了，对吗？”顾采薇愣了下：“知道一点点。怎么了？”大哥那个银香囊是御赐的，当年三皇子和大哥带领几个侍卫在马球比赛中胜出，盛锡大悦，把附属小国进贡的这一对香囊赐给了他们2人，并且很是赞誉一番。那一年哥哥不过12岁，他和三皇子都很爱惜，都不离身。明珠的声音中充满了自豪：“哦，这么贵重啊，我可不能收，回头我要还给他。”顾姐姐，大哥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都给你，那说明他心里有你啊，他想你嫁到我们家呢。原以为大哥只是想给你一个名分，我还担心你将来受人欺负，不想原来大哥早就视顾姐姐为正妻了。一个香囊跟正妻有什么关系啊？顾姐姐可能不懂，大哥最是有分寸之人，断不会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妾室，他早就有心了。顾采薇不知道说什么好，呵呵几声，望着窗帘发了很久的呆。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几人大清早争论一团，甚是热闹。顾采薇是个语文渣渣，可是这首《青玉案》还是知道的，这明明是辛弃疾大爷的好不好？莫非这沈公子也是穿越的？要不要问问，看看是不是老乡啊？哎呀，算了，就算是也没多大意思，人家靠盗窃古诗词混得风生水起，他跑去说什么呀？一边下楼，顾采薇一边想着，一脚踏空，若不是宋铎扶了他一把，恐怕就摔下去，走路都不让人放心。宋铎轻声呵斥他一句，手却一直扶着，直到马车上才放开。1刻钟后，终于到了。宋铎被童侍卫引着去见知府的2公子程昱，顾采薇被金嬷嬷带到了程梦离那里。恢复的不错呀，以后继续按时吃药。我再教你一套拳法，闲着无事时候可以在花园里打打拳，放松身心，对你的身体有好处。多谢顾姐姐，她跟我说了顾姐姐同她说的话，姐姐大恩，梦离没齿难忘。那根木头跟你表明心迹了，求亲了吗？她跟我说了，我很高兴，顾姐姐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也就不知羞耻的把心底的话告诉姐姐。我心悦她甚久，现在知道彼此的心意，我们都很欢喜。我这身子也不知道能撑多久，父母兄长舍不得我嫁人，尤其是她身无长物又无功名，万一提亲他们恼了，把她赶走，日后再也见不到。她不如现在这样，偶尔还能见几次，我已经心满意足。顾采薇长久无言，感情的疙瘩可以解开，但是涉及父母家人，她不敢随便开口。就像现代社会那句话，恋爱是2个人的事情，婚姻却是2个家庭的事情。放心吧，你身体好着呢，听我的话，好好休养。
别胡思乱想，很多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可能适逢契机就解决了呢，老天自有安排。那边，程昱招呼宋铎喝茶聊天，因为他是秀才，正准备参加秋后的举人试，所以话题谈论到会试。不想宋铎对此很了解，两人聊得不错。可惜过了一会儿，程知县的故人来访，让人叫程昱过去见礼。程昱让童侍卫招待宋铎，童侍卫不知为何比上次见面沉默了些。童兄弟可是有心事？不瞒宋兄，我在担心小姐的身体是否好些，虽看起来气色好了许多，但是不得到顾姑娘的准话，我仍是担心啊。你不必担心，他跟我说过有把握，那程小姐必然无忧。不过她日后必要随我入京，程小姐这边恐怕顾及不到。家规森严，日后内子出门不易，而程小姐身体孱弱，也经不起车马劳顿，这事情实难两全呀。童侍卫紧蹙眉头，显然也陷入了沉思。半晌后，拱手带着几分恳求：宋兄，希望日后还是能援顾姑娘来为小姐医治。小弟知道这有些为难，可是总归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宋兄若有任何差遣，小弟万死不辞。虽然你我初相识，但是一见如故，我对你也十分欣赏。不瞒你说，我现在人是军中人，你不妨考虑下跟我从军。你跟我从军，一则有个出身，虽然武将不如文官，但是若日后做到1、2品，亦不敢有人轻视。不瞒你说，我跟程知县有救，我自信能说服他应下婚事。二则呢，日后你跟随我，我在京中可以给你们安排住所，程小姐和内子之间妇人相交，自是方便。宋兄到底是何身份？从2品金吾卫上将军兼殿前都指挥使宋文阳。童侍卫愣住了，可是14岁带兵驱逐单于3000余里，而威名远扬的少年将军宋将军。是我。童侍卫猛然下拜。宋将军，小人眼拙，更胆大与宋将军称兄道弟，宋将军恕罪。童兄弟何须如此？宋铎连忙扶他起身。我现在处境堪忧，外面盛传我已经埋尸山中，而我九死一生逃脱，现在说好听的叫韬光养晦，说难听点不过是狼狈逃窜。可我相信日后必有东山再起之日，我与你一见如故，惜才爱才，所以不惜自曝身份，只希望日后你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大概这就是缘分，当日我下山就是想投奔宋将军的。宋铎面有喜色，这是我和童兄弟的缘分。不瞒你说，我舅舅与程知县有恩，当日我遭人暗杀追捕，就是想来他这里躲躲，结果成就了我和顾姑娘的一段情缘。而你对程小姐的感情就如同我对顾姑娘，所以我自是理解。我家大人不知是否同意，将军身份尊贵，开口知县大人没有不应的，只是我怕他看不上我，心有不满。小姐她至孝，到时候放心吧，能得到你这样的东床，程知县会满意的。顾采薇和程小姐说完话，在垂花门外遇到正在等她的宋铎，童侍卫也站在一旁，看到程小姐送客出来，忍不住看了她一眼。程小姐红了脸，童侍卫很想跟她分享好消息，可是消息并未彻底坐实，而且他还怕拖累她，因此忍着没说。在之前的谈话里，他已经跟宋铎说了愿意追随他，但是并不希望现在定亲，要等他彻底脱困之后再提，害怕耽误他的一生。宋铎当时说的是，如果出事那都出事，顾采薇就不可能离开这里，自然会给程小姐诊治，如果成功，那么他们就一起入京，届时各自办理婚事。马车上，宋铎把童侍卫手指挥下，心里正高兴，正在闭目养神。别说，他笑起来还挺好看的，怪不得程小姐喜欢他。顾采薇犹自喃喃自语，他又把程小姐的话絮絮叨叨地跟宋铎说了。不都说有情人终成眷属吗？真希望他们也能够顺顺利利。我将来若是有女儿啊，我一定告诉她，无论喜欢谁都要告诉我，我可舍不得让她这么为难。宋铎嗤笑，他若是敢与人私相授受，我就打断他的腿。顾采薇怒目相视，老天有眼，才不给你女儿呢，哼！宋铎瞥了他一眼，不是要真情自首，哪来的女儿？少见多怪，我只是不想嫁人，又不是不想生孩子，我都规划好了，回头找个男人，最好是读书人，落魄秀才，长得白净，酸乳气不是那么重的那种，搭伙生个孩子，提前签好协议，我可以给他一些钱，但孩子归我自己。宋铎听他振振有词，气得说不出话来，一甩袖子，顾采薇，
今天晚上若不把女诫从头到尾抄一遍背诵下来，不准吃饭，不准睡觉。夫有再娶之意，妇无二世之文，荼毒人心的东西，我真不敢相信写这个的是个女人。明珠见他一边抄一边发牢骚，捂着嘴偷乐。顾采薇把笔一扔，揉着酸软的手臂，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不写了，我要睡觉。这种洗脑的自我摧残大法，留着表哥自己学吧，爱谁谁。阿元，把灯熄了，我就不信他还能闯进来。宋铎推门进来，表少爷，姑娘她睡着了。你下去吧。顾采薇，别闹幺蛾子了，赶紧起来。顾采薇只顾装睡，姑娘今天身子有些不适，一直站着写字，刚才实在肚子疼得太过，我好劝歹劝，她才上床休息。你出去，门前有竹子，给我折一根手指粗细的来。阿元要说什么，听他声音猛然阴沉。快去。顾采薇腾的一声坐起来，求求你换个人荼毒吧，我这辈子也背不下来，也不会去接受这些狗屁的东西。宋铎银夜见了程知县，两下相谈也算愉快，总算把佟侍卫的事情说定，心情本来挺好，回来见他这副赖皮样子，不由有气。阿元站在门口不动弹，宋铎望了顾采薇一眼，转身出去，很快手里拿着一截竹子上来。阿元，代表小姐去我屋子里休息。宋铎命令两人退下，屋子里很快就剩下两人。下来。宋铎坐在桌前，把竹子放下，想平复一下心情。学不学那些繁文缛节，其实他并不在意，可是他最容忍不了的是他于男女之事上竟然有那么随意的想法。我去县衙了。啊？程知县已经同意程小姐和佟侍卫的婚事。不过宋大爷总算是干了件好事，这对苦命鸳鸯也算是苦尽甘来。裴将军，请你放过我吧，用那些东西改造我，改造成和那些千金贵女一模一样的模样，你就喜欢了吗？我心悦你，也不介意你在我面前放肆，但是你嫁给我就是府里唯一的女主人，必须谨言慎行。我若不趁现在教导你，恐怕日后你吃亏更甚。表哥，求求你了，不要勉为其难了，我就是一只麻雀，别说飞上枝头了，就是飞到天庭，那还是一只麻雀。赶鸭子上架的事情你就不要做了。若是你看上我的医术，我可以发誓，日后你和你的家人有需要，我就是在天涯海角也会去给你医治的，供你驱使。可是尊夫人这样的位置，真的会有更合适的人选。你现在是虎落平阳，一时感念我伴你左右，其实这种感情并不足以维系一辈子。宋铎眉头皱到一起，宋铎本就是吓唬顾采薇，所以他到底逃过一劫。这顿戒尺且记下，以后胡言乱语再一并召回。记住你的身份，别给我丢脸，你只能是我宋文阳的夫人。第二天临回家的时候，顾采薇收到了知县府里的谢礼，他也没看，直接让阿元赏了金嬷嬷1两银子。回到村子里，日子又安静，如同村里那条溪流一般静静流淌。偶有人求医，闲暇时候阿元伺候几个主子打打牌，写写字，下下棋。正月20是宋铎的生日，明珠送了他一条新的剑穗，顾采薇送了他一幅自己画的他的小像。宋铎私下里觉得有些不高兴，因为他想起了被他烧毁的那几个阴柔男子的小像，不过还是极珍惜的折好放到自己荷包中。顾采薇下厨做了长寿面，又做了满满一桌子菜，还试着做了一个不甚成功的蛋糕胚，几人算是欢声笑语的替宋铎过了生日。第二天，孟平就是替宋铎送过裙子的那个小哥，风尘仆仆的来了，见顾采薇也在屋里坐着，他就有些欲言又止。说吧，他是自己人，你坐着听。虽然男主外女主内，但是你也该知道些我在做什么。顾采薇默默翻个白眼，悬臂写字姿势不变，继续描红。孟平心里一惊，主子的意思这是……但是很快他面色如常的禀告，三皇子带出信来，说有人想暗害程郡王，让您想想办法。宋铎猛然把手里的茶杯灌到桌上，怒道：他的爪子伸得也太长了吧！望着桌上水花四溅，男人面沉如水。顾采薇叹口气，孟平低头不敢回话。宋铎似乎深吸了一口气，平静了些许。皇上情况如何？
可还在服用丹药？是。依然信太子上宫的那个道士，还想封他做国师，若不是众大臣反对，恐怕已经被太子得逞。顾采薇听出了些许门道，原来皇帝沉迷丹药啊。作为一个历史白痴，他也知道皇帝沉迷丹药，国家估计就得出事儿。宋铎眉头紧锁，嘴唇紧闭，目光骇人。孟平弓腰低头，大气也不敢出一声。刘歆可有回信？上无。邓伯呢？还在江苏，情形一切尚可控。最近太子加紧步伐，3番2次派人去。孟平回禀道：你且退下，去厢房里歇歇，此事需要从长计议。宋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挥手让他退下。顾采薇见孟平退下后，宋铎也不吱声，望着桌子，仿佛要把桌子看出2个洞来，颇有些吓人的意思。唉，沉迷丹药就跟吸毒一样，甚至更可怕，因为毒品控制的是身体和意志，而丹药根本是从根本上控制人的心智。你也知道丹药？以前啊，看过古代的传说，说有个道士很厉害，擅长炼制丹药，号称吃了他炼制的丹药可以身轻如燕，延年益寿，甚至还能腾云驾雾。而且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比如他上午还在李家庄吧，下午就有人在京城见到他了，结果骗了好多人，甚至有人倾家荡产。那只是以讹传讹？嗨，只是双胞胎而已。一模一样的双胞胎，我还见过3胞胎、4胞胎呢，只不过欺负古人见识少罢了。宋铎眼前一亮，你听谁说的这传说？顾采薇没有发现他的迫切，好像看一本什么古书讲宋朝的。宋朝是什么朝代？宋铎问道。什么书？你好好想想。顾采薇这才觉得他有些热切过头，就是我以前那个做梦时候看到的，你当我胡言乱语好了。宋铎没有追问细节，只不过反复跟他确认是不是梦里梦到的。顾采薇这才把罂粟的样子画了出来，并反复交代千万不可用于好人。要提炼也要找你，用在谁身上我会让你知道。宋铎最后说道，他觉得顾采薇绝对是他的福星，救过他的命，能出大主意，虽然他自己总是迷迷糊糊的。顾采薇这才放下心来，然而见到墙上挂着的县里带回来的彩灯，忽然想起了那位沈公子，于是不确定地说道，虽然那是梦中事，但是我总觉得可能还有人做过那样的梦。宋铎追问什么意思，顾采薇就告诉他上次在客栈听人议论的那些词自己也知道。宋铎若有所思。晚上吃饭的时候，宋铎突然告辞，顾采薇正在给他盛汤，闻言手一抖，汤匙落到汤中，溅湿了衣服。好，只是走得有点匆忙。明珠看看宋铎，再看看顾采薇，目光中仍恋恋不舍。明珠先在你这里暂住。宋铎淡淡地说。明珠先是便有喜色，然后很快不舍的对象又换成了宋铎。只是他强忍住流泪的冲动，是要去做大事的，他不能拖后腿。我会听顾姐姐的话，帮顾姐姐的忙，你要保重自己啊。放宽心，你何等，怎么会有事呢？吃过晚饭，顾采薇被宋铎单独留下。这是1万两银票，我若是回不来，这就是明珠的嫁妆，替她找个好人家，不必富贵，但是最好是读书人家，待人宽和。宋铎把厚厚一沓银票推过来，这是他早就想好的。顾采薇虽然只是女子，却是他思来想去唯一可以全心托付的人了。顾采薇明白他要做的事情确实艰险重重，他收起脸上玩笑之色，郑重地说，我不保证能找到好人家，但是我会好好照顾他。宋铎点头，我信你，若是真有那天，我也不拘着你为我守着，也不指望你有良心替我烧纸，只好好待他便是。呸，说什么丧气话，你活着我都不嫁给你，自大狂。宋铎没有呵斥他，你叫顾采薇，自称顾七娘，生在京城大柳树胡同，生母是落入贱籍的歌妓，生父是当朝太子太傅顾延清的嫡次子顾兰亭。按照顾家排行，你是顾七娘，
可你娘是外室，不被顾家承认，所以顾七娘其实另有其人。顾采薇不知道他为何说起自己前身的身份，茫然的点点头。原来他不是小三，他娘才是啊。当朝太子为了拉拢太傅，站在他这边对抗三皇子，承诺要从顾家选一个太子良弟。太子偶遇你，惊为天人，指定要你。可是后来太子反悔，害怕他登基后外戚做大，改口只肯给你一个良缘的位置。太傅自然不肯，两下陷入僵局。后来太子借一次花卉轻薄于你，想要逼顾家让步，惹怒了太傅。太子有个徐良弟，视你为眼中钉，找人劫了你，把你发卖。顾采薇听得云里雾里，好复杂的豪门争斗啊。听明白了？啊？什么？顾采薇茫然地问，他觉得是在听故事，真的很难带入进去。他有些八卦地问，哎，外室女也可以嫁入皇室？还有啊，既然太子都喜欢顾七娘，为什么顾家还不把她接回去啊？宋铎见他完全在听别人故事的样子，有些无奈又有些开怀。他觉得他不像经历了南柯一梦，反而像是换了魂魄。顾七娘和她的生母做梦都想入顾家，太傅以此为借口要她听话，吊住太子。万一将来事情有变，也可以完全推开。宋铎想起顾延清一脸算计的样子，冷笑着说，又把半块玉佩推给他，然后自己拿着另一半。有事情需要联系，只认这个，不认别的，记住了吗？顾采薇接过来，点点头。第二天，宋铎带着孟平离开。每一次离开都可能是生离死别，所以顾采薇看着他策马离开，有几分萧瑟却几倍挺直的身影，听着旁边明珠泣不成声，眼眶也有些酸涩。阿元，扶表姑娘进去吧，我想出去走走。顾采薇对阿元说道。姑娘，雪都还没化完呢，你要去哪里呀？阿元有些急切地问。顾采薇转头给他一个微笑，觉得有些闷，在河边走走透透气，放心吧。顾采薇顺着还有积雪的山路，不知不觉爬上了一座小土丘。周围一片寂寥，只有呼啸的北风。他仿佛能看到远方宋铎远去的身影，慢慢消失在视野里。他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是空了一大块，灌进来了冷风，让心抽紧难受。从未想过和他真有可能，可是他走得如此急，留下的除了几句叮嘱，再无其他。顾采薇还是觉得很难受，习惯这是最可怕的东西。这边顾采薇的日子有条不紊的平静过着，那边回到京城的宋铎面临的却是黑云压城。回到京郊落脚的地方，宋铎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彻查那个穆青公子沈洛战，手下效率很高，很快沈洛战的一切能查到的资料都摆到了他面前。一直唯唯诺诺无人庇护的庶子，大半年前突然性情大变，博得祖母欢喜，以穆青公子之名四处游学，广有才子之称流传。大半年前，同样是大半年前，和他几乎是同一时间。可是其中关联他无法参透，若是顾采薇在，他肯定兴奋地跳起来。穆青公子和穆青同名，一定是他。可是宋铎只知道他有大哥，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安排好了一系列事宜，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宋铎穿着夜行衣再次潜入了幽禁三皇子一家的别院。属下见过。博涵，还跟我来这套干嘛呀？三皇子康子振连忙伸手扶住他。从前人人以我为皇子，只有你不怕我，敢跟我动手，而今人人踩我，你却又跟我讲那些繁文缛节了。三皇子无不自嘲地说道，脸上写满了悲凉。人生起伏太正常，无论别人怎么看，您都是三皇子。我听说有人对成郡王动手。三皇子一拳砸在书案上，额头上青筋暴起，咬牙切齿地说，康子甚至是要绝我，连孩子都不放过。他还没登上那个位置呢，就已经这么迫不及待了。他日若真是让他得势，恐怕我这一支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若是宁得大宝，也不会放过他。成王败寇，
本就如此。不过是您敬妃娘娘，还是我们这些追随您的人都没有退路了。宋铎冷静地说：“我何尝不知啊！可是我没想到他敢在父王眼皮子底下动手。幸亏婷儿自己是个机敏的孩子，才躲过一劫。”提起自己6岁的嫡长子康信庭，三皇子脸上才露出一丝难得发自内心的笑意。这孩子聪明机敏，临危不惧，虽年纪小，但无论进学还是为人处事，都能看出些许端倪，日后必是大才。可惜现在他命运多舛，连累了这个好孩子。想到这里，他脸上的笑又被浓浓的苦涩取代。只有千日做贼的，没有千日防贼的，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太子构陷您的证据，让您尽快离开这等任人宰割的境遇。谈何容易啊！三皇子摇摇头，近乎绝望。匈奴远在千里之外，往来一次尚不容易，更何况深入敌营寻求证据，1、2年内能有转机，已经是苍天怜爱了。也不知道我能否躲过我那个好大哥的案件，有命活到真相大白的那天。或者即使到了那天，我恐怕也会被他害得身心俱疲，千疮百孔，难当大任了。从前何等意气风发的三皇子，此时却颓废如年迈之人。在宋铎心中，他是需要他生死追随的三皇子，同时也是一起长大，只比他大半岁的表兄。见他现在如此，也是心如刀绞，却只能用苍白的话语安慰着他。也许是为了转移三皇子的注意力，也许是为了心中一直所想，宋铎把自己和顾采薇的事情一一道来。什么？你把明珠送到了顾七娘那里？宋铎点点头。你糊涂啊！我看这根本就是太子设的陷阱。顾七娘之前我们不是派人调查过吗？为了做太子良娣，她有什么不能为太子做的？她不过是装疯卖傻，就骗过你了。三皇子有些急怒，抓住宋铎的肩膀，激动地摇着他说道：“博涵，你是我最后的希望，区美人计怎么都识不破呢？”他动作很大，仿佛要把他认为在沉睡的宋铎摇醒。宋铎面色沉静：“殿下，若不是十分确认，我会把明珠交给他吗？我的性命是他救的。若是只是为了切断您的臂膀，太子万不会允许他救我。而且大半年相处下来，我也信我看人的眼光。他不仅医术精湛，有起死回生的本事，而之前的顾七娘连碾死个蚂蚁都不敢。而且他为人善良，性格跳脱，毫无娇柔造作之意，对之前的事情全无记忆。他所认为的祖父也不是顾延清，而是一个叫顾继生的乡野村医。我一度认为他是借尸还魂，可是这样的说法我也只跟您一个人说。人生际遇奇特，他日有缘相见，我相信三皇子也会这样认为。真有如此神奇？虽然宋铎解释了很多，可是三皇子对顾采薇始终是将信将疑。宋铎也并不勉强他相信，甚至他很理解。说是自己和三皇子身份相换，他也断然不会相信自己的这番说辞。可是他还是必须说给他听，这样日后谈及婚事才不会那么突兀。宋铎心里有几分歉疚，在生死存亡之际，他竟然脑海中还能想到这些儿女私情。两人又说了一阵话，三皇子妃带着成郡王进来。宋铎见礼，三皇子妃要回避，被三皇子叫住：“表弟是自家人，你这个嫂子不用回避。灵儿，见过表舅。”康信庭一板一眼的行礼，宋铎连忙拦住。成郡王虽然年龄尚幼，但是气势天成。博涵，听你说你偷梁换柱，把明珠换了出去，可有办法把婷儿替换出去啊？三皇子妃又是心惊又是不舍，可是还是用希冀的目光望着宋铎。宋铎沉吟不语。我知道这里戒备森严，不逼你复礼，可是婷儿是我最爱的孩子，也是我的嫡长子，就算我难逃此劫，也希望有朝一日他能为我洗血此仇此恨。博涵，一切拜托了。有着与同龄人早熟太多心智的成郡王，宋铎想，顾采薇看到大概也会心疼。父亲，我不走，我要和父亲母亲同甘共苦。三皇子把儿子抱在怀里，泪水忍不住流下。婷儿，父亲知道你孝顺，是父亲无能啊。父亲，婷儿不怕死。立在一旁的三皇子妃早已泪流满面。宋铎等一家人心绪平静了些，对三皇子说道：“殿下可有能够托付的人？虽然难，但是出去也并非不可能。可是成郡王身份尊贵，没有万全的人相托，万万不敢送出去啊。”三皇子抱着成郡王坐下，闻言神情一滞，左右思量。果真除了宋铎之外，并没有生死相托的人，而宋铎要为他奔走，难以护成郡王周全。
三皇子妃突然插话，恕妾身无礼，妾身觉得可以送到妾身娘家。京城不行，太容易暴露。而且你父亲虽然疼爱婷儿，但是为人刻板，现在父皇已然将我定罪，说不得他会大义灭亲，把婷儿送到父皇面前的。三皇子妃语塞，想到自己刚正严明的父亲一腔忠君爱国之心，这样的事情真的完全做得出来。是殿下下定决心要将成郡王送出去，不如一起送到。不行，三皇子断然拒绝，我不会把婷儿交到一个跟太子不清不楚的女人手上。这话有些难听，宋铎不愿意听，所以他抿着嘴唇沉默了。太子那样的男人他看不上，太子许的那些名分他也看不上。宋铎心里想着，气氛有些沉默。除了他，当真没有旁人了。过了许久，三皇子有几分挫败地问：属下无能。宋铎拱手说道。三皇子妃听出些许门道，也许是前几次成郡王差点受害，让他的一颗慈母心再也经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他流着泪跪下，对三皇子说：殿下，无论是谁，若是能救得婷儿，妾身都感激不尽。表弟是我们唯一可以信赖依靠的人，他相信的人又能错到哪里呀？妾身自15岁有幸嫁给殿下，而今已经7年，只给殿下生下婷儿一个，她就是妾身的心头肉啊！现在妾身又有身孕，因为害怕您担心，所以一直未说。妾身求你给婷儿找一条活路吧，妾身不敢求她富贵，只希望若真有一天不幸，妾身随您去了之后，她能做个普通人，哪怕贩夫走卒也好，只盼她平淡的娶妻生子。婷儿，我们去扶你母亲。三皇子抱着儿子把妻子扶起来。婉心，跟着我终是委屈你了，我也愿婷儿一生喜乐，可是你容我想想，我真的不放心啊。殿下，眼下没有更合适的人，除了表弟，我们谁都无法相信。一切都要从长计议，这里有太子的眼线，就算成郡王要出去，也必须找到合理的理由借口，要不活生生的一个人凭空消失，怎么也说不过去啊。三皇子妃带着成郡王退下，宋铎看了一眼成郡王，他又跟三皇子说了顾采薇的主意，不过为了怕他起疑，没说是谁想出来的。好，就这么办。三皇子拍板，两人又聊了很多细节。回到藏身的地方，宋铎心里更沉，他要把成郡王接出来，要找足够信任的人去执行他的计划，每一处都随时可能有变故，都让他心力交瘁。千里之外的顾采薇自是不知道他的这些纠结。2月2，龙抬头，也是明珠的生辰。春风虽然依然料峭，但到底带来了春天的气息。顾采薇带着明珠、阿元到麦地里挖荠菜，准备包饺子。有几个孩子在不远处放着风筝，清脆的欢笑声传了很远。顾采薇一边挥舞着小铁铲铲荠菜，一边笑着扭头对阿元说：咱们动作快点，回家吃上饺子，晚上还要早点去村里的戏台子那边占个好位置。我还是第一次听戏呢。村里2月2算是春耕之始，一年之计在于春，所有对收成的期盼刚刚开始，所以对村里人来说，今天是很重要的一天。各村都会请戏班子唱戏，今年李家村定晚了，所以只能排到晚上。不过顾采薇觉得晚上点着灯笼看反而更有兴致。傍晚荠菜饺子吃完，顾采薇想象前世看电影的情形，往大荷包里装着瓜子、花生，看戏的熊孩子也多。他又装了满满一荷包自己做的花生糖。阿元则带着3个板凳，三人穿上厚衣裳，匆匆出门。路上果然遇到很多村民，大家说笑着往村中央祠堂对面的戏台赶。来来来，那小男孩，对，你过来。姑娘，小生这厢有礼了。小兔崽子学着戏曲里小生的模样，做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揖，拿着吃吧，小心些啊，别让别人抢走。虽然不是想象中的铜板，但是一大把糖也足以让这么大年龄的孩子喜出望外了。谢谢姑娘赏，回去洗了手再吃。谢谢好心姐姐。小兔崽子拿着糖笑着跑了。周围的小孩子见顾采薇有糖，纷纷凑过来讨糖。最后顾采薇连她的瓜子花生都分完了。
一群孩子突然从人群后面喊着：“死人了，死人了！”水妹，怎么了？小兔崽子给我们分糖吃，铁蛋几个去抢就闹起来，不知道怎么的，小兔崽子突然倒下了，口吐白沫，是不是中毒快死了呀？大姑娘，你快去看看他吧。我没给他下毒，我就轻轻推了他一下。没事，别慌，带我去看看。在不远处的空地上，小兔崽子孤零零地躺在地上，神志不清，口吐白沫，周围人像看到瘟疫一般躲在一边不敢上前，有年纪大的议论纷纷。哎呦，是不是羊角风啊？我看像啊。这病可不得了啊！顾采薇第一时间判断出来他是癫痫，立刻俯下身子蹲在他旁边，让阿元帮他一起撬开小兔崽子的牙关，把勺子垫在牙齿中间，防止他咬伤舌头。荷包里随身带着针，顾采薇想都没想，掏出针来，在他头顶的百会穴扎进去。周围人眼见银针扎入头顶，纷纷抽了一口冷气。顾采薇全神贯注，又取出4根银针，分别扎入四神聪穴，异常谨慎地关注着他的反应。过了几分钟，当人群已经有些焦躁的时候，小兔崽子缓缓地回过神来，呼吸不再急促，身子的僵硬也慢慢缓解，睁开眼睛竟然慢慢坐了起来，望望周围的人，茫然地说：“戏开场了吗？”哎呦，活过来了，活过来了！哎呀，大姑娘真是神人呀！这病可是能死人的，遇到大姑娘，这小兔崽子也是好造化。大姑娘在，阎王爷也不收嘞。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小兔崽子眼神放空了一会儿，好像明白过来发生什么事情，眼神突然怯怯地望向站在旁边的一个身形有些发福的中年男人。班主，我是不是犯病了？唉，小兔崽子，我本来看在和你娘同门一场的份上养着你，生出一口饭来给你吃，可是你这样，我以后也不能留你了呀。唉，你自己去吧。小兔崽子眼神仓皇，想要站起来哀求，奈何身体虚弱，又坐回到地上，望着班主，眼泪在眼圈里打晃。顾采薇不明所以，插了一句话：“这孩子的病就是普通的癫痫，我给他诊脉了，也并不严重，不需要服药，只会偶尔发作。以后发作了，就像我这样弄，不会给你添什么麻烦的。我看他是个机灵的孩子，班主，你好人做到底，不要赶他走了。”这个大的班子都指着我养活呢，我好心留他，这些人就没了生计了呀。身后的人都垂下了眼，没人替小兔崽子说话。姑娘，羊角风不是小病，很多人说会发疯伤人的，如果留在戏班子里，怕是没人敢请他们唱戏了。班主，我跟你保证，这不是大病，即使发病，只要处理得当，也可以自愈的，不要听信谣言。这孩子看着也招人喜欢。不是我信谣言，是大家都信，我怎么办？他看着小兔崽子的眼神也有不舍，可是那不舍在生计面前太过微弱了。小兔崽子点点头，虽然满含泪水，声音颤抖，却没有再哀求。班主，我知道了，我今天就走。顾采薇看着他瘦瘦弱弱，心酸的不行。大姑娘，您大仁大义，就收留了他吧，就当一条小猫小狗养活。小兔崽子很勤快又机灵，半大小子这看门护院的呀，也是可以的，也不给您添麻烦。他呢，是我师妹跟个行商生的，娘生他难产死了，爹又不认他，就是我养大的。我可以做主，让他签了卖身契，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姑娘。他娘地下有知，也定感谢大姑娘。顾采薇无语，怎么说着说着，这小拖油瓶就成他的了？顾姐姐，他真的很可怜。姑娘，这么半大不小的小子，在家里怕是不方便，可是留他传个话，跑个腿儿也到底方便，不如收了他，回头看看如何安置。身后的那些人到底也是看着小兔崽子长大的，要说没有感情那是假的，见不影响自己的生计，也跟着叽叽喳喳的说着好话。顾采薇应承下来，那班主连卖身银子也不要。你因祸得福，跟着大姑娘日后勤快些，
有点眼色，事事为大姑娘想，她不会亏了你。你跟着她比跟着我到处流浪讨饭吃，风吹日晒强多了呀！你呀，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谢谢班主养育之恩，小兔崽子，将来一定报答您。你叫什么名字啊？回大姑娘，我没有名字，大家都叫我小兔崽子。这个名字确实不太好听。你无父无母，世道艰难之下，多亏班主和好心人收留你，帮助你，所以叫怀恩可好？我也有名字了，我叫怀恩，我叫怀恩。卖身契就不用了，怀恩长大了，说不得会有自己的打算，别被卖身契束缚了。班主，我们姑娘菩萨心肠，从不希望呼奴唤婢，也不喜欢买人卖人这些。她既然答应收留怀恩，之后肯定保她衣食无忧。万一她是一个有出息的，遇到贵人，将来识字也好，习武也罢，总不要因为奴身耽误了出路。班主把目光投向顾采薇，后者含笑点头。这事情算是尘埃落定，戏终于散场。来看戏的时候是3个人，回去的时候变成了4个人。到家后，阿元立刻烧了水，让怀恩在厢房里洗澡。怀恩第一次在浴桶里洗澡，新奇得很，被温热的水包围，舒服的每个毛孔都放松开来。快上炕坐，你晚上也没吃饭吧？发病之后容易饿，可是现在有些晚了，我让阿元姐姐给你下碗面条吃，明天我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他鼻头一酸，泪水就啪啪的滴到地上。傻孩子，哭什么呀？跟着大姑娘，面条管你够，以后记着大姑娘对你的好就行。快脱了鞋去做，我给你下面条去。脱了鞋像泥鳅一样，一吃溜上了炕，在炕边坐下。怀恩跟着戏班走过很多地方，记性又好，说起各地的风土人情，还有奇闻异事，滔滔不绝，听得两人都很投入。面来了，阿元很快把握着2个荷包蛋的手擀面端上来，快吃吧。也该让明珠看看，看他吃饭多香甜呢，省得每次吃饭跟吃药一样。多早些睡吧，有事明天再说。家里多了一个人，许多事情都默默改变。阿元教怀恩规矩，比如吃饭的时候不许吧嗒嘴，见了姑娘不能眼神乱看，家里来人要迎，走了要送，怀恩都很认真的学。不过他到底是个欢腾性子，爬爬树，下下河都是他乐意做的事情。顾采薇也不拘着他，每天都放他出去跟孩子们玩。怀恩大方不藏私，鬼主意又多，很快就成为孩子王。天气渐渐变暖，顾采薇也恢复了进山采药。阿元留在家里陪明珠，怀恩和雪团就是他的好伙伴。姑娘，你上次说这个也可以做菜吃，你看我弄了这么多，那边坡上都是呢。姑娘，我去看看我们下的扣有没有弄到野鸡、兔子。有了怀恩陪他，顾采薇采药的时候一点都不无聊，也不再害怕偌大的林子中除了小动物之外只有他一个人。中午日头略盛，两人就一起回家。怀恩和雪团在前面撒欢跑，顾采薇在后面慢慢跟着。春风拂过，阳光透过树丛洒在身上，暖洋洋的，很舒服。走过那个熟悉的小沙丘，顾采薇忽然想起已经走了2个多月的宋铎，不知道他是否一切顺利。他一直刻意不去想他，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收拾起来不看，仿佛真的把这个人忘到了脑后。而实际上到底如何，恐怕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的心思。家里，阿元正在安慰垂泪的明珠。表姑娘，可不要哭了，再哭眼睛肿了，你这身子刚好了一些，再反复，姑娘回来又要担心了。明珠拭泪，大哥走了这么久，连个口信也没有带回来，在顾姐姐面前我也不敢提，怕她也跟着我难受。表少爷现在处境确实不易，但是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啊！那么多人都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不敢轻举妄动，随意传信恐怕会暴露我们，就是为了我们好，也不会轻易传信。匈奴大军中几进几出都能全身而退，眼下的这些宵小算计又算得了什么呢？明珠点头，对，大哥一定行的。阿元这才放下心来去做饭。然而做着饭，阿元却有些心不在焉，劝解明珠的话只是为了宽他的心。朝廷之中官员倾轧，
不是靠武艺高强就可以所向披靡，人心难测，最可怕的是算计，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希望表少爷一切顺利。顾采薇浑然不知，一天仍在嘻嘻哈哈中度过，只是晚上做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梦见宋铎一身是血的站在自己面前，跟他说要他好好待明珠，把他吓醒，然后几乎是一夜无眠。阿元第二天问他是不是生病了，脸上挂着重重2个黑眼圈的顾采薇沙哑着嗓子问他附近有没有香火旺盛的寺庙，他想去上香。阿元很快明白，他这是担心宋铎了，说县城边上就有一座白云寺。哦，那你翻翻黄历，哪天合适去啊？正好也是踏青时节，我们出去松散松散，拜佛祖，自然哪天都是好日子。我回去问问我公公，这2天天气好，咱们赶紧去。4月初2，风和日丽，李二牛赶着牛车到了白云寺，人并拥挤，但是烧香的人也不少。顾采薇学着明珠的样子，跪在佛祖的镀金像面前，磕了头，默默念着：佛祖保佑宋铎，宋文阳平安顺利，保佑我还有明珠、阿元、怀恩身体康健。明珠在他身旁，心里对佛祖许下的愿望和他大同小异，希望大哥和顾姐姐有情人早成眷属，和美康顺。阿元也拜了拜，希望一家人平安，虎子将来有出息。他拜完后，把顾采薇来之前给的10两银子去添了香油钱，自己也添了几10个钱。10两银子虽不算多，但也不是小数目。小沙弥告诉了师兄，一会儿有个大和尚请他们几人去后院休息，跟着大和尚往后院去了。女施主，一会儿师弟会给几位送来斋饭。这后院连着后山，有一片桃林，风景宜人，几位可以随意走动，若有需要，随时让师弟找小僧。大和尚说话彬彬有礼，顾采薇连忙双手合十道谢。林子里很静谧，不远处有3个男人围坐着，只能隐约认出其中一个穿着袈裟，大概是寺里有威望的大和尚在招待客人。我们捡些桃花花瓣回去，晚上回去做胭脂也好，做桃花糕也好，这是佛门的桃花，也是格外好的呢。说着低头认真去捡拾。阿元无奈，只能先出去牛车那里给他们取篮子，花儿实在太多了，3人捡了一小会儿就把篮子装满了。顾采薇拉着明珠坐在旁边的石凳上，桃花性甘苦平，更适合偏于寒性体质的人，所以晒干了泡水喝是极好的。把桃花捣烂了敷在脸上，美容养颜，还可以做桃花粥、桃花糕，还可以做成祛斑粉、桃花丸、桃花酒。顾姐姐懂得真多，我们回去都试试。顾采薇不经意间往不远处瞥了一眼，现在正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你原来何等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却心肝窝在这个小小的地方，你的经世之才被埋没，你不觉得可惜吗？那方丈背对着顾采薇，所以他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为了一个女人自苦至此，何必呢？你贺家如今门第零落，你怎么对得起贺家祖宗啊？方丈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当年他背信弃义，舍你于不顾，爱慕虚荣进了宫，还得到皇上宠幸。我知你心中不甘，但是又无可奈何。太子爱惜人才，听说了你的事情，命我2人从京中赶来，请你出山。日后太子登基，你还不能如愿吗？这番话好似一个惊雷，震得顾采薇脑袋嗡嗡作响。这里竟然隐藏了一个世外高人，还是跟太子有关，那岂不是要出去对付宋铎？那边那个女子为什么一直往这边看？那边那个女子为什么一直往这边看？顾采薇连忙收回视线，正好此刻怀恩拿着东西蹦蹦跳跳的进来，几人说笑的情形终于让那心生怀疑的男人收回视线。在他看不到的角度，顾采薇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他不敢再借机刺探。宋铎和他的对手都比狐狸还狡诈，比老虎还凶残，他们几个妇孺孩童可不敢露出马脚惹他们。小沙弥也来喊他们用斋饭，于是几人回到了房间。对于顾采薇惊心动魄的心理感受，另外几人都没有感觉到。顾采薇心里忐忑难安，直觉告诉他应该赶紧离开这里。吃过斋饭，他终于下定决心赶紧离开。不想小沙弥却来请，说是方丈想见他，而且是单独见他。顾采薇仿佛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无数念头刹那间统统涌入脑海。他发现了，不会啊，他很谨慎啊，他不会知道他懂唇语，谁都不知道这个秘密。但是万一他在他没有意识到的地方露出马脚呢？要不要让明珠他们先走？哎，怎么办呢？白云寺虽然不算大寺，但是方丈是方外高人，很有名气，一般人想见都见不到呢。姑娘果然是有福气，方丈竟然主动提出要见姑娘。你们先收拾收拾，到外面牛车上等我。哦，那样走得快，我怕再拖延回去晚了。他胡乱的解释，心里想的是在外面人多，总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灭口。他觉得双腿像灌了铅一样粘在地上，迈步都有些难。姑娘，你不舒服吗？啊，我这不是紧张的吗？哎呀，你们快收拾东西，到外面等我去。小师傅，麻烦带我去方丈那里。不再回头，跟着小沙弥离开。方丈有礼。阿弥陀佛，女施主有礼了，这边请。说着把顾采薇引到榻前，两人相对而坐。施主请用茶。多谢方丈，不知道方丈法号？贫僧法号了尘。了尘大师找我，不知所谓何事啊？刚才林中偶遇女施主，觉得气质可亲，佛缘深厚，所谓佛度有缘人，所以相邀品茶。女施主可有求签？贫僧可为你示解一二。多谢你，可是我没有求，算或不算，命都在那里。对他而言，唯一想知道的是他到底还能不能回到前世，什么时候能回去。他善待遇到的每个人，但是却不敢投入感情。女施主是难得通透之人，我观女施主命格清贵，日后是有大福之人，指望女施主不忘初心，万要惜福呀。大师有话直说，我只是没什么见识的小女子，大师说的太过高深，我不懂。女施主，既来之则安之，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顾采薇有些慌乱，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这话模棱两可，可能是看穿了他的来路，也可能是意有所指，不过歪打正着，所以他不会承认。女施主莫要慌，虽然我入空门之前与施主的亲近之人有些许渊源，但对于贫僧而言，不啻于前生之事。此身既已追随佛祖，万不会再过问红尘事。茶也喝完了，大师话也说完了，虽然我不知所云，我想我该告辞了。贫僧再送女施主一句话，近日施主恐有血光之灾呀。那该如何化解？女施主广结善缘，福泽深厚，自会逢凶化吉。我和女施主很投机，也很有缘，日后女施主若有什么事情，可到这白云寺中寻我。贫僧还要做功课，就不多留女施主了。在桃林中偶遇大师和两位客人谈话，间或听见一两句。女施主目力惊人，又可以化视为听，又有什么不明白的呢？他知道，只能说是世外高人。当时他可是背对着他呀，那敢问大师，可愿意从这世外一泓清泉中抽身，涉足那泥淖？试问有谁愿意舍清弃浊呢？女施主慢走。多谢大师，世事纷扰，难辨是非，小女子只愿身边之人安平喜乐，若有冒犯，大师见谅。说着也不留恋，转身出了僧庐。一直到回到家中，顾采薇都没有提及见了尘的情形。以前虽知道宋铎情形危险，但是现在就在自己身边，发现有人密谋招兵买马要对付他，他难免心焦，因为心里压了这通事情，一连几天他都有些蔫蔫的。
顾宅，你找谁啊？这天，大门被敲响，你等着，我去回禀姑娘。说着，咣的一声关了门，噔噔噔的跑进来。这小子口齿倒流利，还顾宅。忙让怀恩把人让进来。人是老熟人，而且是意想不到的人。童凤令给顾采薇行礼，双手递上一封书信。童侍卫，怎么是你啊？宋铎呢？我现在跟着宋公子，信已送到。姑娘若是没有吩咐，我得回去复命了。公子有令，不必回信，若有口信，让我带回即可。明珠啊，你先跟着阿元姐姐到外面去看看，告诉怀恩我想吃炸河虾，让他去河边带着皮猴子们去捞哦，带赚钱给他们买糖吃。你也在外面多走走，对你身子好。明珠自是知道顾采薇要支开他，点点头，还是忍不住问了童凤令一句：我大哥一切可好？童凤令收到顾采薇眼神，点点头。姑娘放心，一切都好。明珠这才放心的点头，跟着阿元带着怀恩走了。顾采薇一五一十的把在白云寺中那两个男人跟方丈的对话告诉童凤令，他正愁怎么给宋铎示警，正好他就派人来了。姑娘可还有别的话？让他万事小心。姑娘，刚才开门那小子。童凤令想起宋铎的嘱咐，让他看看顾采薇过得如何，想平白多了一个半大小子，这事情他觉得该回禀。顾采薇简单说了一下怀恩的来历，是个机灵懂事的孩子。送走童凤令，顾采薇关上门，回到正屋，长长呼了一口气，把桌上的信拿起来。几个月来一直抱怨他不捎信，真带信来了反而不敢拆，总怕有坏消息。安好就是最大的好消息，足以抵消一切坏消息。宋铎一改惜字如金的常态，写了厚厚的7、8页。有一个大的坏消息是他暴露了，太子的人已经发现他没死，正疯狗一般的到处找他，所以他不便现身，也不敢轻易给他传信，害怕暴露了他们。好消息是京中进展不错，已经找到了想要的人，设局顺利送到了皇上身边，并且已经取得了皇上信任，这是在大 boss 身边得了话语权。不错不错，信末还嘱咐他一切当心，若觉得有异常情况就去找程知县。顾采薇默默祈祷，希望宋铎平安无事。明珠回来之后，顾采薇捡着好消息跟他分享了下。怀恩叽叽喳喳地问阿元童凤令是什么人，因为他看起来高大威风，让怀恩有些崇拜，跟谁都不许提起这事儿，知道吗？若是让人知道，姑娘就要把你赶走。怀恩刚刚长了一点肉的小脸吓得煞白，扭头看顾采薇，顾采薇严肃地点点头，这是事关我们性命的大事，所以不可以告诉别人。刀架到脖子上我也不说。我知道你是个鬼机灵。接下来的日子里，宋铎没再有消息。其实他暗中来过一次，不过不是为了他，而是去见了了尘。两人说了什么，外人不得而知。宋铎从白云寺出来的时候，几乎是下意识地驱马往李家庄的方向赶，可是没走出1里路，他又勒住马，咬咬牙，转身往京城的方向飞奔而去。顾采薇全然不知他的纠结。第二天，在他走过的那条路上，他坐着牛车往知县府里去给程小姐复诊。梦离，你恢复得很好，以后还要坚持吃药，适量运动，保持心情愉悦。哎，采薇医术高明，都说英雄出少年，采薇便是如此，更加上巾帼不让须眉。哎，您过誉了。说实话，王夫人现在对她有些太过热络，她都有些鸡皮疙瘩掉满地的感觉。顾姐姐，我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吃药啊？刚刚好一点就想断药啊？那可不行。现在这个方子啊，怎么也要吃个1、2年的。以后的话，我再看能不能给你配丸药，吃起来方便，吞服也不苦。从城府出来，顾采薇带着怀恩在县城里逛。姑娘，烤鸭真香啊！哇，是挺香的，想吃啦？走。啊，好嘞！两人说笑着往旁边散发出香气的酒楼走过去，选了3楼靠窗子的座位坐下。怀恩一拍桌子：“小二，上桌烤鸭！”跟谁学的呀？这般嚣张！又扭头让小二报菜名。最后点了1只烤鸭和2个素菜，又点了2碗面。菜很快上齐。姑娘先吃，
怀恩盯着烤鸭，口水流半尺长，却不敢动筷子，眼巴巴地望着顾采薇。快吃吧！怀恩就开始大快朵颐起来，看着他吃得香甜，顾采薇也觉得胃口大开，只一边吃还要一边说他：哎呀，慢点吃，慢点吃，吃快了不好刻画。怀恩吃得又多又快，很快一碗面条下肚，吃完后放下碗筷，见顾采薇还在慢条斯理地吃，又有些不好意思。你吃完了就靠着窗户看看外面热闹，不许把身子探出去啊，这么高摔下去可是要命的。怀恩点头如捣蒜的答应，跪在椅子上探出身子往楼下看，时不时的指指点点跟顾采薇说话。啊，姑娘，有人游街呢，是抓了江洋大盗吗？啊，我想去看看。顾采薇顺着他的视线往外看去，乌泱泱一群人围着一个囚笼，囚笼里的人披头散发，看不清楚面貌，看起来是个重犯。姑娘，他们走过来了。那当然了，我们这儿啊是县城最大的酒楼，最繁华的路口，要囚犯游街当然得从这里走啊。顾采薇往外看了一眼，但只看了一眼便心神欲裂，脸色大变。囚车上的人似有所感，抬起头来，透过凌乱的几乎罩住整张脸的发丝往他的方向看了一眼，似乎也是震惊了一下，然后颓然地低下头，只留下几个衙役和2个侍卫，其他人都涌到酒楼。3楼也上来了10几个人，那侍卫头领也在其中。他挎着大刀四处扫视一番，见没有异样，方挑了顾采薇身后的位置坐下。姑娘。怀恩到底是个小孩子，又见那人面相凶狠，求助一般看着顾采薇，用眼神问他是否要走。顾采薇不动声色地摇摇头，示意他安静坐着。身后的侍卫等菜的过程中开始聊天。这趟差事不错，不冷不热的时候。哎呦，去年冬天啊，我跟着指挥使到漠北去抓人，嘿呦，差点没冻死。是啊，而且押解这小子也不怕被人劫，他最上面的主子都完了，树倒猢狲散的，这小子呀也是早晚一刀。不过咱们兄弟啊也算是功劳一件。干什么不好，偏要做这祸国殃民的卖国贼，一刀哪够啊，得千刀万剐。江苏巡抚这次可是大功一件呐。顾采薇越听心越沉，他这次不敢明目张胆去看，这些人都是带刀，刀上见过血的。他把目光投向了外面的衙役和侍卫，2个侍卫在耳语，抱怨的是每次都是他们2个倒霉蛋留职，等到他们能吃饭就只剩下残羹冷炙，好事轮不到云云。又有一个人劝说人家是京城来的，皇城根下的人自然傲气些。囚车上的男人抬头，公子可安然。他的嘴唇动得很慢很慢，既怕被发现，又怕顾采薇看不懂。顾采薇使劲眨了一下眼睛，表示听懂了，没事。邓博似乎有点吃惊，又试探着动动嘴唇。你听懂了？顾采薇又重重眨眼。江苏巡抚出卖了我，向太子投诚，此刻要用我引出公子，切莫上当。顾采薇偷偷用嘴型说京城，又指指京城的方向。邓博明白过来，他是指宋铎。江苏巡抚投诚太子别有隐情，他的长子在京城闯祸被下狱，告诉公子先把他握在手里，这是他死去的原配所生的唯一的孩子，曾庆龄其他孩子加起来也没有他重要。你若是能听明白，就跟我说一遍公子的名字。顾采薇这次是翻了个白眼，然后慢慢地说：哎，那女子在做什么？一个在楼下的侍卫似乎不经意回头间发现异常，指着顾采薇大声嚷嚷。顾采薇的脸色一下子白了，顾采薇觉得身后的视线如同几十把尖刀把她戳穿。她已经听到了身后拔刀的声音。哎呀，怎么办？邓博脑子一转，狠狠在舌头上咬下去，鲜血顿时顺着嘴角流下来。顾采薇难得跟他心有灵犀一次，立刻指着他嚷起来：哎呀，大人，那人咬舌头了，我刚才就见他嘴皮子动，然后就吐血了。哎呀，咬舌头那不就死了吗？
侍卫们立刻奔下楼去查看，见邓博果真咬了舌头，立刻打开囚车把他放出来。侍卫首领懊恼地在他脸上狠狠打了2巴掌，打得他两边脸颊都肿起来，然后吼道：还不赶紧去找大夫，他死了我们不死也得掉一层皮啊！这时候顾采薇也带着怀恩下楼，站在旁边似乎是很害怕地说：大人，小女子不才，正是大夫。侍卫首领狐疑地看了他一眼，怎么又是这女子？莫非是要来劫囚的？这样想着，他的手就按在刀上。小女子真的是大夫，我是回镇李家村的，上次城知县的千金犯了心疾，也是我救的。这好多人都见过。是那个姑娘，真是那个姑娘，神乎其神啊，孟大夫都夸她呢。旁边衙役也有人见过她，为她作证，就示意她上前查看。顾采薇蹲下身子，柔声对邓博说：张开嘴，让我看看。滚！助纣为虐的贱人！哎，我踢死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敢欺负小爷的姑娘，不睁开眼睛看看，你马王爷长了几只眼？哎，姑娘别拉我，我教训这个不识好歹的卖国贼。周围人见他小小的孩子，却一副小地痞的样子，都哈哈大笑起来。大人，还用我治吗？侍卫头领挥挥手，示意两人上前按住邓博，又让人强行捏开他的嘴。邓博呜呜呜口齿不清地骂着。顾采薇从药箱中找出止血药，给他舌头上又喂了他2颗药丸。回大人，伤口虽然深，但是没有大碍，我已经上了药了，再把这药按时服用2天，只要别再咬就行了。侍卫头领看看他，接过药瓶。大人，小女子可以走了吗？侍卫首领见他人畜无害，又吓破了胆的样子，挥挥手让他走了。邓博被五花大绑，重新塞回到囚车上。远去的顾采薇听见侍卫首领放狠话：不到京城，你敢死，我就把你挫骨扬灰。顾采薇身子一颤，然后假装淡然地带着怀恩往人群外走去。怀恩，你去告诉二牛叔，就说知县夫人留我住几天，让他自己回去，嘱咐阿元好生照顾明珠。我去客栈，一会儿来这里找我。怀恩嗯了一声，机灵地往城门去。顾采薇在自责，为什么别的穿越女主意一抓一把，到了她就废柴一个，干啥啥不行，万一还连累了明珠，宋多不得恨死她呀。姑娘，要不我们去劫狱？闭嘴，没劫出来，咱俩也被抓走了。凭他俩，一个弱一个小，要硬碰硬，那不是自寻死路吗？可是那不是对姑娘很重要的人吗？顾采薇点点头。是很重要，可是总要想到全身而退的办法，飞蛾扑火没有意义啊。那姑娘找知县大人帮忙。我忘了，知县大人是官，我们劫囚是不对的。对面忽然人声鼎沸，怀恩跑到窗前去看外面的动静。姑娘，你看他们出来了，他们好像也往咱们这里来了。他们不赶路了？这才什么时辰呢？顾采薇迟疑地说，心里隐隐有些兴奋。刚才他一直担心这些侍卫吃完饭马不停蹄地出发，如果他们能停留下来，那么他可能还不像之前那么绝望。姑娘，我去楼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不行，那些人可不是好相遇的，万一被他们发现，你小命休矣。姑娘，我还不会走，就跟着戏班子走南闯北了，什么人没见过？你放心吧，总比你这样在这里没办法干着急的强。大人呐，都很自以为是，对我这样的小孩子都没什么戒心的。顾采薇看着他眼中跃跃欲试，又写满了机灵，无计可施的他只好点点头。怀恩脚步轻松，悠悠然地往楼下走，甚至有几分自得的样子，扬着头见人就说：我家姑娘救了那囚车上的人呢，骑马的老爷们也说我家姑娘能干呢，我家姑娘就是县城第一神医，
然后拐角处，他看到楼下坐着的侍卫首领正眯着眼睛望着他，连忙止住话语，一脸笑容地跑下来，狗腿地凑到他身边，拍马屁，说逗趣的话，点头哈腰，把一圈侍卫逗得哈哈大笑。那首领问他是谁家的孩子，他也不避讳自己以前跟着戏班子东奔西走的经历，客栈中竟然还真有人认出来他是小兔崽子，喊他的名字。顾采薇悬着心，听到楼下一阵一阵的笑声，焦急地在屋里来回走动。怀恩消息打听的差不多，猛然一拍脑袋，哀嚎道：哎呀，完了，我家姑娘让我去买驴打滚，我晚回去，今天晚上没得吃了。大爷，各位大爷，容小子先去了。说完噔噔噔地往外跑，不一会儿果真双手捧着驴打滚回来，还狗腿的给侍卫首领送了一包。这小子倒是很有眼色，得了赏，回头还记得巴结我。嘿嘿，那是，沙大爷多照照小子。他已知道侍卫首领姓沙，手下都管他叫沙首领。哼，快滚上去吧，小心没你饭吃啊。沙首领被他拍了那么长时间的马屁，明显心情很好。这是个机灵小子呀，要不是有任务，真的给他带回京城去，在身边养着，说个俏皮话，比养那些破鸟强多了。若有那精力，干脆把他主子一起收走。我刚才可是看了，那姑娘长得是真不错。怀恩在前面走着，听着这话，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下楼咬那人一口。说的是啊，不过收一个小女子也不费什么精力。沙首领的话让怀恩的脚步变得沉重，呼吸都仿佛凝滞，心提到嗓子眼里。可是没听说吗？他是承知县家里的座上客，强龙不压地头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想撒欢呢，这县里啊有的是姚姐，没必要为了个女人坏了大事。都打起精神了，这桩事办好了，回去升官加爵，有什么样的女人没有？我知道这趟差事呢不容易，今天晚上呀，你们就换班去乐呵乐呵，只一样，值守的时候啊，给我瞪大眼睛，不准放过一只苍蝇。手下们一听都乐了。姑娘，囚车钥匙在沙首领那里，那囚车我也看了，锁链很粗，上面3把锁，都不是寻常的锁，用发簪戳不开，没有钥匙我们肯定打不开。他们今天晚上要去青楼巡乐，我瞅着机会混进去，把钥匙偷出来，然后我们再伺机救那谁。怀恩啊，你太厉害了，我都束手无策了，多亏有你。我们慢慢商量，从长计议。那是没有用，不能叫姑娘白养着呀。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行啦，就认识那么几个字，还是你阿元姐姐拿着戒尺逼你认的。这次啊，就靠你了。回头事成了，我给你记一大功。记功就不用了。怀恩挠着头，姑娘给我做几道好菜就行了。姑娘的手艺比御厨手艺还好。说的跟你吃过御厨做的似的。我们走，晚了药店和铁匠铺子都得关门。不行，姑娘你不能下楼。怀恩忽然拦住他，严肃地说，那沙首领看上姑娘了，万一动了色心，非要抢走姑娘怎么办呢？然后他把楼下诸人调戏顾采薇的那番话都一五一十地学出来。顾采薇想想，要出去做的事情太多了，尤其是药店那边，他并不放心怀恩自己去，所以戴上围帽，坚持自己出去。好在楼下侍卫们都各自回房休憩，并没有碰上。午间阳光正毒，邓博被五花大绑蜷缩在囚车里一动不动。顾采薇强忍住情绪，带着怀恩快步离开。顾采薇先去药店里买了自己需要的药材，她很谨慎，把药方拆开，分了几家药房才买齐想要的药材，然后带着怀恩来到倚红楼，让怀恩去找小葵。
怀恩抱着顾采薇给他买的一大把糖葫芦，像只灵活的猴子一样三钻五扭，很快窜了进去。怀恩没有找小葵，直接摸到了彩霞屋里。小葵正在给彩霞梳头，低声劝解着什么，见窜进来一个小子，没好气地说：出去，哪个要吃你的糖葫芦，酸掉牙。我这糖葫芦酸甜可口，若不好吃，姑娘摔我脸上。一边把顾采薇交给他的素帕拿出来，挤眉弄眼。彩霞一下子认出那素帕，心里一惊，大声地说：我这嘴里没味儿，正好想吃，来，给我送一根尝尝。然后示意小葵关门。小葵关上门，彩霞压低声音问：可是大姑娘让你来的，大姑娘怎么了？可是需要我帮忙。她刚听说顾采薇当街救囚犯的故事，想起她曾经勉励自己的那番话，正愁肠百转。小葵劝解着她，忽然就看到了她送顾采薇的素帕，又是被一个陌生的小孩拿着，她难免心惊，以为顾采薇出了什么事情。大姑娘在不远处的那柳树林中等你，彩霞姑娘让小葵姑娘出门请她，让她进来跟你说。怀恩按照顾采薇的吩咐，一个字也不敢落下。怀恩走之后不久，小葵果然匆匆出门，不一会儿顾采薇就被请了进来。姑娘，可是遇到为难的事情了？十分危急，所以只能求你以身涉险了。抱歉，但这事情只有你能帮我，日后大姑娘尽管说，只要我能做到的，万死不辞。这条命都是大姑娘救的，大姑娘但说无妨。她如此侠肝义胆，顾采薇有几分动容，又因为要累她入险境而有些惭愧。顾采薇言简意赅地说清楚了自己的来意。大姑娘是说要我设法勾上那姓沙的首领，然后从他腰间偷出钥匙交给你去救人。对，不过不是偷钥匙，你只要在白卷上印个钥匙的形状就可以，剩下的事情我去想办法。只要你偷钥匙样子的时候小心些，后面的事情就是我做砸了也绝不会拖累你。大姑娘这么说就见外了，彩霞死了恐怕比活着还好受些。算了，不说这些了，我还有点自私的要求，不知道大姑娘方不方便？我只是随口一提，不方便的话，大姑娘千万不要勉强。你尽管提，只要我能做到，绝对替你做到。我知道，大姑娘替知县家千金看病，在知县夫人面前也是说得上话的。不瞒姑娘说，姑娘不仅救了我的人，也救了我的心。自姑娘教育我一番之后，我就想着不能这么浑浑噩噩地过下去，下辈子得有个指望，所以暗中一直在找终身依靠。你找到了，可是他家里不同意，还是其他什么隐情？不，他孑然一身，没有家人，不过他就只有这个人，没有银子。这些年提及我也攒了不少，足有1000多两，现在妈妈却说没有3000两不放人。你是想让我找知县大人那边？大姑娘，我知道这是强人所难，所以只是问问你是否方便。这事情我不能立马应了你，但是若是这次我全身而退，你很快就能心想事成。你想能劳那么多侍卫看守的人也不是普通人，实话说，我是看在他主子的份上救他，别说赎身了，就是你再要3000两银子，他主子也能给你。之后不管你嫁了谁，我替他承诺你，若是那人敢负了你，定要他替你主持公道。原以为可以还大姑娘一个情，不想又要欠下您一个大人情。说着给顾采薇行礼，我要做的事情可能要陷你于危险之中，我很内疚。如果日后成了，我许诺你的给你了，也是你应得的，我得永远记你的情。时间不多了，我们得赶紧合计一下如何做。姑娘，只要他来，我有把握让他选我。这个你抹在身上，可能更容易让男人动情，但是又不明显，不是那些劣质的春药可以比的还有这个，加在酒里给他喝下，让他很快睡过去，但是不是一下子昏倒，他回头也只会以为自己睡过去的，这是解药，你提前喝下，这样陪他喝酒也无碍。我们要商量的是如何把钥匙印子早点给我，我还要找人做出来。下半夜的人防备最松，
我准备那个时候动手。我这里确保没有问题，但是大姑娘在这县城里有信得过的人吗？做钥匙去开囚车，姑娘自己能行吗？我和怀恩去看了几家铁匠铺子，我观察了一下，城东有一家，是祖孙2人，看起来贫困潦倒。我打算许以重利，虽也有风险，但是目前只能如此了。姑娘，您若是信我，这事情让我来帮你。不瞒大姑娘，我那冤家正是这城里的铁匠，别的不行，还算有一把子力气。原来在盐帮待过，手下有几个过命交情的兄弟，这事情交给他更合适。那男人可能信赖。大姑娘不用担心，别的不行，看人我觉得自己还行。这个冤家在南方犯私盐，手上有命案才逃到北方，机缘巧合下我俩对了眼，若不是我死命拦着，他还想犯私盐给我赎身。我不会告诉他大姑娘的事情，我只告诉他有这条路子可以赚到一笔钱。现在能不能让那人来？我想见见他。这么大的事情可能牵扯到兄弟的性命，这男人若真是靠得住的人，恐怕不会只因为彩霞几句话就死心塌地的卖命。被美色冲昏头的人做事也不靠谱，他得亲自确定下这人靠得住，才能把他的生死交托出去。1刻钟后，小葵带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进来。可有事儿？这是我跟你说过的，救过我性命的大姑娘。多谢大姑娘救命之恩。你好，幸会。冤家，当着大姑娘我也不说虚的，你之前想带我私奔，我不肯，因为不想这辈子都见不得光。你想去做违法的勾当，我害怕你丢了性命，舍不得你。想说什么？你不用看大姑娘，是我求大姑娘给我们指条明路，正好大姑娘有故人遇到点难处，若是你敢豁出性命干上一场，日后不仅我们在一起，你以前的案底一并翻过去，说不得还能谋个官身。可以，你说。那好，我来告诉你，那个囚车里的男人身份你听说了吧？我是他主子的女人。大姑娘可是指失踪的宋将军？顾采薇不诧异他的消息灵通，作为混过盐帮的男人，对这些朝野上的事情有所关注，太正常不过了。我做不了，他们人太多，武器有精良。我没必要骗你，因为事情败露，我也会没命，所以你尽管放心，我替宋将军承诺的，日后他必做到，甚至给你更多。有风险也有收益，你自己考虑清楚是否要做。如果你不愿意，我只希望你看在我和彩霞的交情上，从这门走出去之后，忘记今天我所说的所有话。你做不做我都不会怨你，也都会等攒够钱跟你过。林青嘴角勾起一抹笑容，任由姑娘差遣。他连忙扶起林青，两个人又仔细商量了晚上的细节，做好所有的计划。顾采薇先离开。这事儿风险太大，可是我不想让你再等下去，看着你在火坑里，我比死还难受。放心，若你去了，我定随你。不用随我，你自找个好人从良吧。采薇回到客栈，捯饬了一个下午，让怀恩跑腿给林青送去了晚上要用的药。事情一切进展顺利。沙首领晚上带着不少人去了倚红楼，在外面打探消息的怀恩告诉他，沙首领进了彩霞的屋子。顾采薇心里开始忐忑，一直到了子时，怀恩看到彩霞屋子外挂起一盏红灯笼，连忙跑到楼下去，吹亮了自己手中的灯笼。不一会儿，一张包着石头的白卷被扔了下来，怀恩捡起来抱在怀里，撒腿就往铁匠铺子里跑。遇到宵禁茶叶的人，他小小的身躯灵活无比，总是能巧妙地躲过去。终于一路来到林青处，林青屋里连他有5个男人，都穿着夜行衣。怀恩把印有钥匙样子的白卷递过去，林青沉默地接过来，立刻动手开始打磨起钥匙。林青拿着手里的白卷仔细辨认，彩霞在上面写了歪歪斜斜一行话，有4人，还有4人，小心。然后中间画了一团，在旁边4角标了4个小人儿。他立刻明白过来，彩霞是从沙首领那里套出话来，还有4个侍卫藏在暗处。他心里有数，又让怀恩留在铺子里等他们。几人带好家伙，悄然出门。夜静悄悄的，只有天上的月亮微笑着看着人间。6人刚刚出门，就听到旁边响起一串急促的脚步声。他让你来的？小葵一听林青的声音，闷声点点头。彩霞姑娘让我告诉你，有4个人，还有暗处4个人，他们手里都有烟花，有风吹草动就会发出信号，他画了怕您看不懂，想让我跑一趟。他想起彩霞画的小人儿，手里握着什么东西，当时只以为是武器，没有在意。去我铺子里等，别乱跑。
他把小葵也打发到铺子中，几人这才重新继续往客栈走。计划，几人先小心摸到藏在角落里的暗卫，用见风就倒的安眠药把几人顺利放倒，取了他们手中的烟花，然后都一刀抹了脖子。他们不会留下活口，回去再追杀他们。明处4个人，他们依法炮制，也顺利解决。一会儿，邓博被救了出来，他聪明的什么都没问。林青做个手势，其他4人开始把尸体往一边掩藏。林青背起邓博，从窗户里爬到顾采薇房间里。现在你去搬个尸体上来吧，藏在我屋里。你们再造出他潜逃的迹象，引着那些人的视线，我找机会再把邓博送走。外面宵禁，现在送他出城太费事了，你赶紧带着你的人撤。姑娘，我现在送他出去不是更好吗？宵禁对我们来说，仔细点应该没事儿。他身子弱，估计那些人给他吃了药，而且他身上有一种奇香，如果我没记错，这该是西域的一种香料，有一种蜜蜂识得此香，恐怕寻香追踪。我给他配了药，再配合扎针，估计也得1个时辰彻底去了此香。你速去，按照我的说法来。林青点头，一言又抬了一具尸体上来，按照顾采薇的要求，然后踢到床下面，拱拱手离开。姑娘既能从偌大一群人中救了某，姑娘哪里找来这等好汉？闭嘴吧你！邓博把他之前跟林青的话听得清清楚楚，他自己都没发现身上被下了那种奇香，心里对顾采薇也有几分敬佩。他沉着地把他身上的伤口一一处理，然后一丝不苟地开始给他扎针。一会儿天亮了，不，再过1个半时辰就是换班的时间，他们就能发现异常，到时候你要混在侍卫里面出去。这个恐怕有些困难，我这身子这些天来虚弱的厉害。你不用担心，我给你配好了药，一会儿我就给你服下，会短时间内提升你的体力。姑娘真是什么药都有，刚才麻烦那些侍卫的药也是姑娘上次给爷的那种吧？来，我再给你施一次针。这次施完针后，顾采薇提起了程知县和了尘。我和这2个人都没有什么深交，你现在自己决定要去哪家避难啊？一会儿你趁乱混出去，天会蒙蒙亮，怀恩就是我身边那个孩子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邓博略一思索，表示要去白云寺避难。姑娘把这尸体留在这里怎么办？虽然一时迷惑住他们，但是万一他们要查找客房，很容易就查到你了。没事儿，杀手令知道后第一反应必是恼羞成怒，带人去追查，等他反应过来也得下午了。我已经安排好了，尸体下午就能搬运出去。邓博表示很好奇，但是顾采薇嘴闭得严实。我以为姑娘最为不惜我，不会救我，不想姑娘竟如此大意。我知道你对你公子爷忠心耿耿，可是万一受不了严刑拷打，出卖了我这个眼中钉怎么办？要是知道你这么能熬刑，我就不用悬着小命救你了。姑娘玩笑了。邓博出去的时候很顺利，因为侍卫们折了8个，客栈里的人都被吓破了胆，一切都乱哄哄的。他趁乱摸了出去，怀恩在外面接应他，把衣服扒了，领着他一溜小跑往白云寺行去。